他手里的，我要了。宋慈安，你竟还有涂脂抹粉的心思啊！也是，不好好利用那张脸谄媚献艳，怕是去了厂督府也活不过第2日吧？殿下，付钱。宋慈安，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哦，怎么还没嫁厂督府便变得如此不要脸了？蒋渊，什么叫没嫁进厂督府便如此不要脸了？厂督府怎么了？你渊儿，算了，何必和他计较？现在赶紧买些胭脂水粉，日后入了厂督府，也能同自己的夫君有些探讨。听说太监大都喜欢涂粉打扮，那督主肯定也不例外。锦衣卫的人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殷礼行请起。裴敏身边的礼行百户英兴，今日恰巧遇见宋小姐，这胭脂阁是咱们督主名下的产业，若是小姐喜欢，可尽拿着，督主知道了也欢喜。替我谢过你们家督主，把这几位小姐带回去。放肆！我是蒋家人。哼，蒋家人是什么东西？大小姐，老夫人请您过去。这大小姐是在抽什么风？嬷嬷刚刚说什么？回大小姐，是老夫人派奴婢在此等您，叫您去福寿堂。上辈子宋家将她这个宋家原配嫡长女嫁给裴敏，她因为害怕，整日躲着裴敏，整日只知道听从宋家的指示，最后被宋老夫人骗着给裴敏下毒，而她明明知道那碗甜汤里被下了毒，还是要求她喂她喝了下去。她慌乱不堪，跑回宋家时，她的父亲宋晨远带着家仆将她拦在府外，一向对她慈爱宠溺的继母眸中满是恨意，而和她一直亲密的妹妹笑着靠在三皇子怀里。姐姐，哦不，我应该叫你妹妹。若不是你娘，我和我娘才该是宋府的正籍主。你娘是被父亲亲手灌下的毒药，谁让他非要寻个真相？在他临死前才知道所谓的妹妹，其实在他娘嫁给他爹前就已经存在的外室子。而当年的宋晨远为了他外祖家的势力，藏紧了宋锦安和刘氏，直到他娘去世，他才将刘氏和宋锦安带回府，扶为正室。祖母叫慈安来，是有何事？慈安，你别怪祖母，裴督主点名要你，祖母哪里舍得我敬仰的娇娇嫁给他呀？可是不嫁不行，咱们宋家上上下下将近100口人，你要替他们想想。宋家当年一个落魄门第，若不是他娘下嫁带着众多资产，如今的宋家哪里来的将近100人口？我之前就说了，我家厂督府可以，除了宋家准备的应有的嫁妆外，我母亲当年带来的120台嫁妆，我都要全部带走。我记得当年母亲去世时，嫁妆纹丝未动，便是之前养宋家的银子，也只是母亲嫁妆中铺子的每月盈利。还是辛苦祖母尽快让人整理出来吧，不然下个月成婚的时候您忙不过来。逆女！母亲，这个不孝的东西，儿子一定好好处罚。不可，下个月便是婚期，你只管哄着他，不再提沈巍嫁妆的事便好。我总觉得宋慈安最近不太对劲儿。这么多年，他都是幼娘看大的，他哪有什么脑子？定是因为不想嫁给裴督主，所以才会这般闹的。罢了罢了，你看着处理吧。听说你今日顶撞祖母？祖母是这样说的。放肆！这是你同你父亲说话的态度。父亲，您还记得我的母亲吗？我同你说的是你忤逆祖母的事，不要谈没用的。没用的，他母亲的一生竟然只得到这么3个字。宋家要我嫁裴督主，我便嫁。我之前说过的嫁妆一样都不能少，那是母亲留给我的，本该给我。哟，看来是咱家来的不是时候。裴敏跟前的掌刑千户许褚，许千户，您大驾光临，真是蓬荜生辉呀！夫人，许千户请起。
那群小兔崽子们是怎么查的？不是说宋大小姐十分排斥吗？督主让属下给您送些东西解闷儿。督主特意让属下先拿来宋大人这里，让宋大人带给您。正巧您也在。上一世这些东西他连见都没见过，定是被宋家藏了起来。那就劳许千户叫人抬我院子里吧。父亲，您记得母亲的120台嫁妆尽快整理好，莫要耽误了婚期。宋大人，夫人说的120台嫁妆，您可得记清了。那群小崽子查到的是宋大小姐温顺怯懦、单纯古板，可这明明是个狐狸呀！许千户，不知裴督主近来可忙碌？督主平日需要处理奏折，不过若是夫人想见督主，属下便转告给督主。他要娶我，可一直不曾露面，我自然要他亲口同我说的。属下一定把话带到。他真这么说？回督主，夫人确实是这么说的。你是当他面便叫夫人？是，但是夫人什么也没说。属下踢开宋晨远的书房门时，看到他正拿着砚台准备砸向夫人。宋晨远是在找死。夫人是想要母亲的嫁妆，宋家迟迟不给。今日宋晨远也是因为这事儿才想对夫人下手。督主这是想杀人了？督主，现在还不是除了宋晨远的时候，毕竟夫人出嫁还是需要他在场的。听说宋晨远还有个女儿？回督主，还有一个女儿，名义上是夫人的妹妹，实际是宋晨远成亲前外养的女人生的。督主，那个外养的女人便是如今的宋府季夫人。既是妹妹，也该成亲了。去宫里传本督的话，圣上前日不还念叨着康王缺个王妃，那便把这个泼天的富贵给宋家吧。还得是督主啊。那康王是圣上的亲弟弟，如今都已经40有2，之所以没有王妃，是因为当年康王为替圣上挡灾，伤了命根子，如今以折磨女子为乐，前前后后有5个王妃都被抬了出来。完了，他早已暗自投向三皇子，而宋锦安便是打算嫁去三皇子府的。现在圣旨已下，他要怎么给三皇子交代？宋大人，这可是天大的富贵，怎么宋大人和宋继夫人不开心呢？是不满意这门婚事吗？不，许千户，臣只是太过欣喜，一时忘了谢恩。许千户，这是给锦儿的聘礼吗？什么锦儿狗儿的，这是督主大人派杂家送给夫人的。走，都随杂家送去夫人院里。该死的阉人！若是三皇子能接受庶女，他便让他亲自来挑，反正他还有3个庶女。若是他不接受，那他便不能投向他了。反正现在的堂堂9000岁都已经是他铁板上的女婿了，他怕什么？拿回去吧，我不要。啊，夫人是不喜欢吗？看到他的样子，想起了上一世他拼死救自己。我说了，我要他亲自来见我。夫人息怒，回去属下便同督主说。督主，您快去吧，夫人好像真的生气了。他也不明白为何督主这般怕夫人。去把我那身月白色金丝钩边的长袍拿出来。他还是有些害怕，他怕在他眼里看到怨恨和鄙夷。督主的反应也太大了吧。督主，夫人到了。不让我进去吗？你坐的离我那么远干嘛？我叫你裴敏可以吗？都可。宋锦安的赐婚是你做的呀？你做的太好了。你不怨我吗？自私的把你困在我的身边。是怨你给宋锦安赐婚，还是怨你娶我？你难道不是真心想娶我，只是利用我？不是。你不必解释，我都知道。你若真心待我，我会怨你什么呢？3日后你可有空？我想你陪我去昭安寺，给我母亲点一盏长明灯。他愿意让他一同去为他的母亲点长明灯，他真的不嫌他的身份？我没事，到时候我去宋府接你可好？姐姐，
你怎么才回来呀？锦儿等了你好久呢。人家不想嫁给康王，你同裴督主说一说，好不好嘛？妹妹，这是什么意思？宋慈安不应该心疼的顺着我应下吗？圣上赐婚圣旨以下，谁敢忤逆？妹妹是觉得宋家活腻了？姐姐，我没有。什么宋家？我明明说的是让他去求裴督主的。可是姐姐，裴督主这般喜欢你，你若是要他同圣上说说，他一定不会不同意的。这样的话，也不算咱们宋家抗旨啊。妹妹凭什么觉得我会为了你让我未来的夫君为难？我劝你还是乖乖的待嫁吧。姐姐，宋慈安怎么像换了个人？难不成这些年都是装出来的？回来了，宋慈安怎么说？那个该死的贱人，竟然那般对我！娘，您看这个做什么？还不赶紧替女儿想想办法？你看这个圣旨，上面只写的是宋家嫡女，娘打算把宋西南记在自己名下，不过一个嫡女的名声罢了，给她又何妨？是，这些都是虚的东西罢了。娘，您真聪明。嬷嬷，是母亲寻我有事吗？三小姐，是夫人要疼您，您快随我去夫人的院里吧。嬷嬷，不知夫人叫男儿是什么事啊？咱们夫人膝下冷清，瞧着三小姐是个知礼的，所以打算记在自己名下。快走吧，三小姐。他不信刘氏会有这般好心。你出身微贱，如今年纪到了，现在倒是有一门好姻缘。康王妃可是1等1的尊贵，我会给你一份丰厚的嫁妆，以宋家嫡女的身份嫁去康王府。母亲，你可得想清楚，你的婚事，你姨母的生路可都在我手里。三小姐，在您出嫁前便在这里安心待嫁就好。小姐，听说张姨娘跪在夫人院外，已经磕得满脸血了。张姨娘很聪明，是她母亲原本的贴身丫鬟。上一世，她明明知道刘氏对她的捧杀，可是她也未曾提醒自己一句，因为这样她能保全自己和她的女儿。等了许久吧？没有。你坐的离我这般远。好了，把帕子给我吧。这个帕子是新的。好，你的帕子好简单啊，回去帮你绣点东西。你喜欢什么，我绣上去。红豆吧。动作轻点，有2个字体。这2人嘴巴倒是硬，哼哼，可惜了。殷礼行，前几日带回来的那几个女子中的一个受不住水刑，死了。那就给他家里送过去吧。东厂可没钱给他买棺材。是。老爷，您快想想办法吧。我托了这么多关系，至今未打听到渊儿究竟是为何被东厂带走。渊儿可是您唯一的嫡女呀。你还有脸说？若不是你将她宠坏，她怎么会招惹上东厂？蒋青山，说是你不想办法把渊儿救出来，就别怪我将你当年做假账本的事情捅出去。他果然知道这个事。够了，我做假账的事捅出去，你活不了。渊儿作为蒋家子一样活不了。你给我老老实实待着。夫人，三小姐还是不吃不喝。不吃不喝，把她姨娘的耳环送一对给她。宋慈安刚回府，便听丫鬟来报张姨娘求见，让她回去吧，各有各的人生，各自谋划吧。她猜的果然不错，大小姐并不愚笨，她也知道她以往的袖手旁观。督主，查清楚了吗？禀督主，今日刺杀的是三皇子的人，那几个人身上的灰虽然是大皇子暗卫营的，但所用的刀法和步伐都是三皇子身边暗卫的套式，想必三皇子是想挑拨东厂对大皇子动手。督主，咱们可用对三皇子动手？暂且不必，把那2人扔大皇子府，问问他刺杀本座的事怎么算。是督主。听说天瑞娟的符箓是由神仙所授，色泽鲜艳，有一股清香馥郁的香气，派人去寻来，用来制夫人的嫁衣。督主被夫人拿捏死死的。大姐姐，妹妹自知童年情谊不深，但求姐姐偶尔帮忙照应一番张姨娘。我也即将出嫁，
各自周全吧。大姐姐说的是。楠楠，刚才管家送来了你妹妹出嫁宴的礼单，祖母待会儿让人给你都送过去啊。这家里的礼单不进宫中，怎么会给孙女？原本听说他被赐给东厂厂督，还同情他，不想竟是这样的人。看来他这个祖母这是想用坏他名声来让自己放弃母亲的嫁妆啊！您这是想用三妹妹出嫁礼单填补我母亲的嫁妆吗？可是这怎么够呢？120台。怎么会？不是就好。孙女儿还以为母亲留给孙女儿的嫁妆没了，祖母要用三妹妹的出嫁礼填补呢。原来只是祖母想多给我这个孙女儿些东西罢了。宋慈安果然变了。王爷，本王娶过这么多王妃，还用你说？不错。更合他的意了。床幔起伏，窗花随风微动。夫人，督主在府门口等您，他让属下来问问您，今日是否得空，一同去南湖游玩。我回去换身衣裳。这是督主刚刚叫人为您定制的衣衫，督主说夫人您慢慢装扮便好。一直悠悠弦伴随的故事，爱的桥的角落。你穿这个颜色很好看，今日你不忙吗？今日东厂无事。他才不信呢，上一世他便看他整日忙碌，不过是因为今日是南湖1年1度的游湖日罢了。这船竟这般精致，你喜欢，它便是你的了。你的东西不都是我的吗？裴敏，你知道嫁去康王府的不是原本旨意上的人吧？我知道，嫁去的是一个庶女。你看三皇子身边的那个才应该是嫁去康王府的。若是叫圣上知道三皇子抢了原本打算赐给康王的女子，圣上会如何？上一世便是三皇子想杀他，这一世他不会让三皇子有机会积攒自己的势力。康王当年替圣上受了一灾，因此不能人道，心智大变，是以难以娶到王妃，而圣上也因此事对康王愧疚不已。若是让圣上知道，三皇子必然受罚。那便让圣上知道一番。好，都听你的。我小字嘉禾，是我母亲为我取的，意为吉心孔家，衣食无忧，你便叫我嘉禾吧。督主，三皇子求见。嘉禾，你想见吗？见一见吧，顺便见见我那个妹妹。督主，宋慈安那个贱蹄子竟然有这等福分，不过想来他也入不了督主的眼。不知今日督主正有雅兴，督主可有兴致一同游玩？若是有裴敏的助力，他的成算便远超众皇子。等他登基，再处理裴敏也不急。他凭什么？这位是三皇子，臣女宋慈安，裴督主的未婚妻。宋家的女儿，真是巧了，今日您的妹妹也在。为何当初没有早见到宋慈安？宋家用他和自己联姻的话，自己也不会拒绝。姐姐，裴督主。妹妹，你怎么会在这里？母亲可知道？这让他如何回答？若是答母亲不知道，便是他不知检点；若是说母亲知道，便是母亲家教问题。三皇子，您若是中意景安，便上门提亲；若是不中意，又何必这般带坏他的名声？姐姐，本座若是没有记错，圣上旨意里的宋家嫡女便是你吧？如今你不在康王府，怎么在这里同人厮混？果然，怪事所生就是没教养。此事本座会查清楚，三皇子这般行为放纵，不知礼教，还是回府好好思过一番吧。三皇子，请回府思过吧。他怎么把他丢在东厂的船上？宋小姐还不走吗？是他不想走吗？此刻他恨不能把自己藏起来，周围人的眼神他实在受不了。娘，您快想想办法，我怕。让娘想想，今日宋慈安什么都没有说吗？娘，他话里话外说女儿不知检点。宋慈安果然是装的，这么多年我竟然没看出来。夫人外祖家的人。裴敏，听闻你的督主府里寸草不生，夜夜传来惨叫，地砖鲜红。我派人重整一番可好？在大婚前我一定修缮好。我喜欢夏日乘凉，记着弄一个凉亭和秋千在我的院子里。怎么了，嘉禾？没什么，只是忘了告诉你，今日的衣裳
我很喜欢。谁说太监不懂得男亲女爱？看来裴督主也是需要女人在身边的。这么多天了，月儿到底什么时候能回来呀？你以为是那么容易的吗？那是东厂。一个被关在东厂这么久的女子，即便救了出来，除了对蒋家无益处外，还会影响她其他女儿。蒋青山不止一个女儿，若是裴督主能看上他的哪个女儿，那他岂不是离再生一品指日可待？只有这些。老夫人，当年先夫人许多珍品都折现了，后来是夫人管的家，中间也没少为老爷打点官场。我一直看他也没什么出格的，便不多管。若不是慈安这般闹腾，要他母亲的嫁妆，我怕是还被蒙在鼓里呢。去告诉夫人，这么多年他管着库房钥匙，这一两天便去库房把沈氏当年的嫁妆整理出来，给慈安送去。谁花的谁解决。夫人，老夫人的话奴婢带到了，就先不打扰您了。这个死老太婆，这是打算把事儿都推我这里了。沈氏的那些嫁妆，他们没有用过吗？夫人，这可如何是好？去瞧瞧老爷回来没有。眼下去把库房里黑色锦盒里的银丝绣花线拿出来。我记得库房好像还有一盒东珠，你去寻寻看。他记得上一世的他，在他面前穿淡色衣衫，在外常常是东厂暗红色的蟒服。现在他想为他做些不同颜色的衣裳来，想来他穿起来定然是好看的。不是说太监都会慢慢挺不起腰来，怎么他却不同？夫人，老爷已经回来了。老爷，您是知道的，妾身这么些年打理家业，兢兢业业的，如今锦儿被裴督主盯着，妾身又是忧心，又不知该如何凑齐那些嫁妆。幼娘，我知道你的辛苦，放心，我来处理。他一直都知道宋晨元喜欢倚靠他的女人，这会让他觉得自己是天。可是母亲那里……放心吧，有我在。哟，各位小姐过得可好？这么多天了，想必各位小姐的家人也担心坏了。来人呐，将各位小姐送过去吧。裴敏呢？这些你看着处理就好了，不用拿给朕。回圣上，这里面有一事，臣无法定夺。什么事竟让爱卿你定夺不了？难不成有征战？这可不行，他还怎么好好的过日子？是关于三皇子和康王一事。康王不是刚刚成亲？难道新王妃又死了？并无，康王原本应定的王妃，不是如今嫁入王府的王妃。真正的康王妃同三皇子。这宋夫人敢违逆圣旨，三皇子竟然敢同自己的王叔争女人。好啊，这是没把朕放在眼里。忽然想起道长的嘱咐，不可动气。爱卿啊，这事儿你处理吧。那便把宋家女再送到王府吧。只是王妃之位已经定下，只能以侍妾身份了。三皇子，把他软禁皇子府。怎么办？小姐，裴督主在咱们院外。裴敏在外面。你什么时候来的？怎么不进去？刚来不久，不知你是否方便，便未曾进去。那快进来吧。今日你怎么有空来寻我？今日是替圣上来传旨的。圣上得知宋景安的事，下旨在3日后抬入康王府。圣上是让他做妾？夫人，何事如此慌张？今日圣上下旨，3日后命咱们小姐入康王府为侍妾呀。锦儿，母亲，您终于回来了，女儿不要去康王府啊，母亲。他知道，若是宋慈安拿到这个锦盒，一定会更加怨恨自己。锦盒里是这些年沈家和宋慈安的信件，当然也有些物件，只不过他早已藏入自己的私库里，这是不可能拿出来的。慈儿，也不是母亲想阻止你同外祖家来往，只是当年你外祖家对母亲是十分有偏见的。毕竟这些年自己虽然是捧杀他，但是面子上可没有亏待他。
他毕竟是从小没有娘教的孩子，再心思重也不可能懂那么多。现在自己大不了就一副后娘难为的样子。慈儿，锦儿自小把你当做亲姐姐，常常怪我偏心你，同母亲闹不少别扭。你看，能否请裴督主出面周旋一二呢？我的母亲只有一个，那就是宋家原配夫人沈氏。圣旨以下，圣上都不会撤旨，难不成您要为了二妹妹违抗圣旨？慈安，你难不成是他知道了什么？慈安啊，你怎的在慈安这里？慈安都要出嫁了，没有什么事便不要来烦他。如今的宋晨远对宋慈安很是客气，这些日子以来，人人都知道裴督主对他女儿的真爱，他走到哪儿都有人客客气气的叫自己一声宋大人。今日圣上下旨，要景安3日后入康王府做侍妾，夫人想裴督主出面收回圣旨。圣旨只说了这个？什么叫只说了这个？老爷，景儿不能入康王府啊！为什么不能入康王府？西南去的，他如何去不得？今日已晚，明日便将锦儿送去康王府。姨娘身体如何了？回王妃，姨娘身体已经好多了，只是太医说静养为宜。如今姨娘是她唯一的慰藉。太医配制的药浴，奴婢已经准备好了，不如王妃先泡泡吧。想到自己还得活着，替姨娘争口气。王妃，听说圣上下旨，3日后将宋家2小姐送来为侍妾。宋景儿，去一下厨房，做些王爷喜欢的点心。督主，圣上请您去见他。参见圣上。爱卿，你来了，快坐。臣不敢，不知圣上找臣来是有何吩咐？是祭祀一事。今年朕总觉得身体疲累，打算派一皇子来朕前去。朕想着五皇子敬以世上，恭敬寡欲，是最适合的人选。爱卿以为呢？恭敬寡欲。圣上觉得哪位皇子好，便派哪位前去祭祀。那便有劳爱卿协助了。是。裴督主，贤妃娘娘，不知今日圣上召见督主是为何事？贤妃娘娘还是管好自己的事吧。一个阉人敢对我这般无礼！督主，最新的密报。那人果然有手段。督主，可是大起乱了。有他在，怎么会乱？必要时可以帮他一把。是。慈儿，你母亲许多嫁妆不好带，于是为父便帮你折了银子，你去了督主府也好打点。参见夫人。这是回夫人，这是西宁进贡来的新犬哟，模样精巧，督主便叫属下送来给夫人养着玩儿。有劳许千户跑一趟了。夫人客气，属下应该的。许千户也替我谢过殷百户。他知道蒋渊的事儿，如今的蒋渊已经被家族送回老家。近日你们督主很忙吗？是，夫人，近日有些杂事都免不了督主亲自处理。果然如此，可记着提醒他注意休息。督主说他还未有名字，夫人可以给他取一个，叫呼呼吧。呼呼。他要赶紧回去禀报督主，夫人给那般英武的兽犬取了个奇怪的名字，呼呼。看来他是喜欢的，那便好。督主，贤妃暗里向娘家送了一封信，看来贤妃坐不住了。这些年贤妃一直安安分分，如今为了3皇子也算冒险。把信放出去，求子救子。许褚，查查当年贤妃生3皇子的事情。是。督主有何吩咐？往后不要去花楼了，影响自己的名声，若是被嘉禾知道，岂不是会以为自己也同英星一般？什么？督主何时管下属的私事？他平日里除了喜欢在牢狱中折磨人外，仅有的乐趣也就是和美人聊聊天了。苍天哪，他的快乐没有了。大人，皇上请您入宫。皇上最近身体已经强弩之末，但是为了稳住局面，一直强打精神，现在急召大人怕是不好。安排好的人手都可以动了。萧大人可需要相助？不必，替我谢过你家主子。他猜到了萧策会拒绝他的助力，毕竟那人骄傲得很。不过他知道萧策一直在派人注意着一个女子，想来他和自己是一样的。参见裴督主。臣是内阁侍读学士宋晨远。
你这孩子怎的让督主等了这么久？你等久了吧？没有。厂督对宋小姐很是宠爱啊。我的女儿就是有本事，哈哈哈哈哈。宋小姐似乎对宋大人不甚亲近呢。宋大小姐是已逝的原配所生，你们懂吧？今日我们去哪里啊？我在郊外有一处山庄，那里有一处天然的温泉，带你去泡一泡。温泉？听夫人说过，姑娘最善厨艺。姑娘怀里抱的是什么呀？怎的这般紧张？两位姑娘不必在意，英星只是喜欢开玩笑。怎么好好的督主又对他不高兴了？蠢货，督主都不让他去花楼，他竟然还敢逗弄夫人身边的丫鬟。你笑什么？笑你蠢。许褚，这里景致真好，你怎么会想到弄这么一个庄子啊？我要一个僻静的庄子，娘亲记得让人为我打造一个人工湖。我呀，要养许多鱼来吃，我还要各种果子树，在那里悠闲一生。我想着这样的日子幽静。怎么了？不是，我带你去后面的花园看看，可好？我累了。那我走不动，你抱我去吧。你确定吗？你不会抱不动我吧？怎会？不该看的我不看。天爷呀，我看到了什么？实在害怕呀。有裴督主在，与我无关。裴敏，我们是不是以前见过？未曾。他不想让他知道自己就是当年那个微微低贱到尘土的人。那你是为何对我这般好？因为你是我这灰暗惨淡人生的唯一光亮。因为你是宋慈安。你又来做什么？听说宋小氏身体有恙，作为这后院主母，自然得来瞧瞧。宋西南，少在这里狐假虎威！你不过妾室所生的庶女，也配在我这里摆出一副王妃的派头？你是忘了当年在我和我母亲面前摇尾乞怜的样子了吗？你不也是被宋家抛弃的棋子？曾经如何，都已然过去。如今是我为王妃，你为侍妾，你笑我姨娘为妾，你自己如今不也是妾室？宋小氏不见王妃，从这个月起，月俸扣下，闺阁减半。他要一点点的让宋锦安承受他和姨娘当年承受的苦。圣上的新丹要制成，据说如今圣上生龙活虎，频频入后宫，众大臣也识趣，送去许多的美人，惹得龙心大悦，特此举办了圣丹宴。这夫人不知贪了多少。早知道出身低的刘氏是这般样子，他必然会帮沈氏立住宋夫人的位置。儿子再喜欢，大不了将刘氏抬个贵妾。老太太，管家求见。是有何事？回老夫人，圣丹宴上供的敬礼，不知该选哪样。他这个意思是，府里拿不出多的银钱来置办一份拿得出手的敬礼。月儿，圣上的圣丹宴贺礼得送个稀罕的，只是宫中银子不够。母亲想着慈安也是咱们宋家的嫡长女，不如……母亲，宫中怎会如此？这些年一直是刘氏管家，你去问他吧。母亲，这些儿子来想办法。至于慈安那边，还是让他自己留着吧。有裴督主在，东厂消息灵通，若是让他知道自己和宋慈安要银子，想必裴督主那边不会让自己好过。母亲，慈安即将出嫁，剩下这些日子，您对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便罢了。母亲知道的。老夫人，姨老夫人来了。哦，怎的今日不打招呼的便来了？他原本也和自己的妹妹较为亲密，只是他的妹妹嫁了一商贾人家，当年妹妹想要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宋晨远，可是宋家需要的是一个有家世地位的儿媳，而不是商贾之女，因此林张氏恼了他，两人便多年未曾见面。在厅堂吧。姐姐何时来的京中，竟是未曾传信给我。想着姐姐操持这么大个家，事务繁忙，便未曾打扰。这孩子是？这是蕊儿的女儿，唤秦子柔，如今已经15了。柔儿见过姨外祖母，已经是个大姑娘了。祖母安。瞧瞧，这才是大家闺秀。慈儿呀，这是你姨祖母
和姨祖母的外孙女儿秦子柔，这是我的嫡长孙女儿名慈安。不知今日姨祖母来，是慈安失礼了。哎，无事，姐姐，我今日来是想姐姐帮忙的。你说来听听。我只有蕊儿一个女儿，可惜她命薄，只把柔儿留给我便走了。可是我未曾得子，现如今林海康身体不大行了，数次开始长家，柔儿不能再继续待在我身边了。求姐姐帮我为柔儿学一门好的亲事可好？宋家放在京中也是打不起浪花来的，我能为他寻得门第，也大概是高不了的。姐姐，您的孙女儿又是王妃，又是未来长都大人的夫人，轮到我的孙女儿便是门第不高了。柔儿出身商贾，世家最是瞧不上的。外祖母果然是个没脑子的东西，自己嫁入商贾，害得自己母亲也无法嫁好，现在也影响到了自己。小姐，是裴督主命人送来的。小姐可知道这个簪子是从何而来的？不是裴敏派人送来的吗？是裴督主亲自给小姐您做的呢。知秋，你是如何得知的？是殷礼行告诉我的。小姐可开心？殷星怎的同你说这些？殷礼行是想吃那日奴婢给小姐带的甜糕，便同奴婢去要了些，告知奴婢这些，想来也是为了奴婢透露给小姐的。看我带来了什么？你哪来的？这是我正常手段得来的。上次看你似乎喜欢这个。没有在下的那个丫鬟吧？没有，我好好的去和她讨要的，顺便帮督主助力一番。这小丫头倒是上道啊。慈安姐姐，姐姐也是爱鱼之人呐。柔儿也喜欢他们珠光带水、自由的样子。我爱吃鱼，这些都是养在池子里，等着养肥的。姐姐，我初次入京，没有相识之人。听说姐姐过几日有一场宴会，姐姐可否带妹妹一起去见识一番？好啊。上一世，她出嫁当日，外祖母派了表哥沈恒前来送礼。秦子柔得知表哥身份，在宋府用了手段给表哥下药。林张氏不顾脸面闹了起来，只能将秦子柔娶了回去，毁了表哥本该顺遂幸福的一生。姐姐，她这副样子难免让人觉得她是宋家女，都是深宅大院经营多年的人，岂能看不穿她的这些小心思？柔妹妹，你到得如此早啊，姨祖母可起来了？外祖母她醒了。子柔，前几日不是给你送过去不少钗环，今日怎么不带？是子柔看着钗环太过华贵，恐弄坏了它们。不过些玩意儿罢了。督主，大起局势已定，督主请更衣。没错呀，这是督主的厂服呀。督主，您老今日选哪件啊？这身吧。是督主，亏你整日跟着督主，你就没看出来吗？什么？只要是见夫人，督主就不会穿蟒袍吗？还真是。宋老夫人，周夫人，这位姑娘是？这是我的幼女换婉清。小女周婉清，见过宋老夫人。婉清和宋大小姐年岁相似，若是宋大小姐无聊的时候，尽可以来府同婉清一道玩耍。京中世家竟然也都是这般谄媚的样子，不就是被个太监看上了吗？往后连夫妻敦伦都不能有。夫人，督主派属下来接您入宫。母亲，女儿的生辰礼想邀请宋大小姐。庄子上刚送来些荔枝，明日你便派人送去给宋大小姐尝尝。那今日回去，女儿便派人同宋夫人下帖。现宋夫人并不是宋大小姐的生母，宋大小姐同宋夫人也不甚亲密。明日你直接派人送给宋大小姐。女儿明白。夫人，督主想见你。你去吧。夫人安，督主在里面等你。知秋，你有没有发现殷礼行好像很喜欢拉着寻长行？你近日很忙吗？还好。他几日未曾见到他，心里对他的思念肆意生长。裴敏，嘉禾，别躲着我。我不会躲你。嘉禾，我在。我让许褚送你。不用的，有引路工人带着我去便好。我很快会过去。瞧你，好像那宫宴是吃人的一样。放心吧。宋小姐，您随奴婢来，
宋大小姐，宋小姐是贤妃娘娘。贤妃？三皇子生母，三皇子如今被软禁在府里，他都快忘了这号人。贤妃娘娘，请起。早就听说了宋大小姐，一直未见，今日正巧了。宋大小姐，这是打算去宴厅吗？是，贤妃娘娘。刚好本宫也打算过去，一起吧。贤妃姐姐一向是最早，今日怎么晚了这么多？妹妹说笑了，不过是今日碰到宋小姐，多聊了几句。宋小姐，娘娘，这应该就是裴督主的未婚妻，宋家嫡长女。未婚妻，对时罢了。妹妹此话不妥，裴督主和宋家小姐的婚事可是圣上亲自赐婚的，难道妹妹是质疑圣上了？姐姐，你别难过。我为何难过？在他打算和裴敏在一起时，就想到了会遭遇的人和事，与其在意那些对自己早有偏见和轻视的人，不若索性无畏旁人的想法和目光，活得自在些。淑妃，上次看他这样，还是想抄先荣王府的时候。圣上驾到！免礼吧。圣上，您今日是有什么高兴的事吗？叫你猜中了。今日一早，边境捷报，南宁投降，每年按时岁贡，都是裴爱卿的功劳。爱卿，你说想要什么赏赐？臣恳求圣上赐臣未来妻子一个体面。对，那就赐一品诰命夫人吧。谢主隆恩。宋家大小姐在何处？臣女宋慈安叩见圣上。起来吧，和裴督主很是般配的。宋家到底要作孽到什么时候？他们的一生都毁在了这没有亲情的宋家了。小姐，这里安静。终于可以安静下来了。是啊，小姐，刚才那些人咱们都没见过，现在却是一副亲亲热热的。隔墙有耳。小姐，这啊，知秋，不要捂耳朵。五皇子，五皇子今日身边未曾带女侍，淫乱后宫可是大罪。快走！督主，刚才银贵人和五皇子在御花园南侧的假山后面行秽乱之事。还有何事？夫人在不远处的树后听了全程。宋大小姐可能不认识我，我叫阮藤萝，是前江南郡守之女，因为父亲升迁才入京中。阮姑娘，若是您不介意，可以叫我藤萝，我们做个朋友也好。好。他在入京前就已经知道宋慈安了，因为这是子郎哥哥说过的，他的表妹，是他姑姑唯一的血脉。他独自一人在京中，现在他来了，必然是要替郎哥哥照顾他的。宋小姐，这位小姐是？这位是阮小姐，阮藤萝。这位是周小姐，周婉清。假山后面的女子，银贵人果然是圣上的宠妃，今日也是这般惊艳呢。银贵人是圣上新得的嫔妃，很是受宠，据说是圣上在后宫中偶然遇到的宫女。哪有这么多的偶然？五皇子争位子的手段便是用女人，这银贵人应当也是五皇子安排的吧？一见钟情啊！裴督主到。淑妃娘娘，范将军通敌叛国证据确凿，同时设计后宫，辛苦娘娘去东厂走一遭吧。你说我范家通敌叛国，你可有证据？他完了，范家也完了。更让他痛心的是圣上，他刚才还同他言笑晏晏，如今却是让他满门抄斩。果然是帝王血缘！裴你这个佞臣，你把持朝政，随意诬陷忠臣，你一定不得好死！你一个京都贵女，不仅不自觉羞愧，还接受这个奸佞，不知羞耻的东西！淑妃仅仅说了宋大小姐一句，便被灭了满门。嘉禾，千万别不要我呀！你不要乱想，我不会离开你的。他这一生本就是为他而来，又怎会离他而去？嘉禾，我有话同你说。是何事？那个银贵人和五皇子有奸情啊！嘉禾，
你是如何得知的？他不能让他知道自己已经知情的事。今日我觉得燕中闷得很，在御花园附近坐着的时候，听到他们在假山后面，你心里也有个数。我怕他和五皇子有勾结，万一日后对你不利。好，我会注意的。嘉禾，宋晨远贪赃公款，结党营私，最近更是以我的名义揽财无数，你是什么意见？他早就猜到了宋晨远会这么做，从他开口要母亲嫁妆时，就是逼宋晨远走到这一步。宋晨远骗婚于我母亲，将刘氏养于外室，更为扶刘氏上位而杀害我母亲。他早已不是我的父亲，而是杀害我母亲的凶手。嘉禾，你放心，我们成亲前他还不能动。他的家和不能有一点影响。母亲临死前也后悔嫁给他了，我希望母亲可以不再是宋家妻。好。谁？五皇子？秦小姐。督主。进来。督主，秦小姐和五皇子在欢园殿做了男女之事。什么？可有人发现？夫人放心，有咱们的人遮掩着，无人发现。不必遮掩，引着人过去瞧瞧。是，那边有石凳，可以休息会儿。裴敏，我们也出去吧。好。钟国公夫人在更衣的时候，无意听到了一阵奇怪的声音。钟国公是二皇子的外祖家，如今碰到最近风头盛的五皇子丑事，自然不会遮掩。五皇子，你成何体统？怎么会？是谁家的女子？臣妇有罪，是臣妇带来的。裴督主，一定是有人给本皇子下药了。五皇子盛宴行事放荡不谨，藐视圣恩，撤去一切朝中使旗，暂进府中，等候圣上处罚。怎见？那岂不是和三皇子一样？裴督主，本皇子是被设计的。来人呐，把五皇子送回去，剩下的就有劳德妃娘娘了。今日也累了，各位夫人早些回去休息吧。放肆！臣还有一事，请圣上听完切勿发怒。爱卿你说。东厂密探来报，今日在御花园南侧假山后，五皇子和银贵人颠鸾倒凤，且五皇子提前派人在附近看守。五皇子品行不端，秽乱后宫，除了他的皇室踪迹，软禁宗人府。1个月后病逝，你亲自去办。是，你做事朕一向放心。他当年登基都是踩着兄弟们的尸体走上来的，他的父皇也是他亲手送遍天的。如今他有这么多皇子，不在意一个和他抢女人的儿子。哎呀，圣上，来人呐！圣上晕倒了。把圣丹给圣上一粒吧。是。姐姐，你们终于回来了，这是怎么了？走的时候不是一个马车吗？您还是看看秦妹妹吧。姐姐，我把柔儿交给你的，你怎么不问问你的好外孙女儿，怎么好端端的换衣服，换人家五皇子的床上了？遗外祖母，如今我已是五皇子的人，您现在不如好好的为我送嫁，还能全一份亲情，日后好走动。秦小姐，暂且不说圣诞宴上你和五皇子行污秽之事是打圣上的脸，就算圣上不追究，凭你一个商女，便是做五皇子的侍妾都不配。你胡说！姐姐，都是妹妹的不是，求姐姐帮一帮我的柔儿吧。你这外孙女儿有的是主意，我可帮不了。去把他们祖孙的东西收拾好，在京中找个客栈安顿。宋家庙小，放不下这尊大佛，好好等着你的好前途吧。表妹已经这么大了，看起来过得不错。表哥？哎，表妹，还真是。只是这是哪个表哥啊？我记得舅舅好像不止一个儿子啊。表妹，祖母他们不日便会入京，这次回来便不再走了。上一世沈家并没有回来过呀，这次可是大舅舅调任了。沈家长子入仕，次子经商。当年前太子是沈老太师的学生，只是如今的圣上上位不好看，沈家因此受牵连，被贬回江南。直到沈老太师离世，也未曾回京。是，二叔近几年生意不错，如今已是皇上，应当是圣人炼制丹药费钱，需要二舅舅为他赚银子吧。
表哥可知道祖母他们大概什么时候会到？慈安也好准备迎接祖母他们。祖母年岁大了，行程也是走走停停。这样吧，表妹，在他们快到的时候，我派人告知你。那就麻烦表哥了。表妹太客气了，小时候你拽着我头发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终究是因为没有姑姑的遮护，所以才导致慈安这般懂事和生疏了。他知道他是哪个表哥了，因为他只拽过大表哥的头发，二表哥太皮了，他当初不敢。好的，大表哥。督主，这是关于城西案子的记录。怎么样，督主心情如何？你进去的时候小心些。等会儿再来吧。这个时候他不想去触眉头。小姐，沈家送来许多东西。老奴见过小小姐。袁嬷嬷，小小姐还认得老奴。嬷嬷该小些同我说的，我好接您呢。如何能劳你？老奴带着沈家为您准备的嫁妆送来。小小姐，长督府不比寻常人家，虽然没有婆婆长辈压着，可是裴督主他到底有些不同。若是有任何难处，你们尽管来沈府，咱们沈府断断不会让您受了委屈。小姐，您坐在这里这么久了，可要在院里走走？不用了，库里都点好了。是，小姐。除了裴督主之前送来的和老太太送来的银子外，再加上沈家的，一共整理出210台。一书书到头，无病又无忧；二书书到尾，永结同心配。有头又有尾，此生共富贵。有劳何老夫人。这只玉镯跟了我许多年，今日你大婚，便送与你。老夫人，这孩子拿着吧。世人都说我是个全福的，今日也希望这只镯子能给你带些福气。小姐，这是康王妃让人送来为您添妆的。我要去。金大花轿呀，新娘美如花呀，新进的唢呐吹起来，吹得那个震天响。花放的大轿子，闪出了霞光照呀，大花轿晃一晃，晃出个金元宝呀。奴才见过夫人，奴才名许音，日后夫人有事尽管吩咐奴才。奴才是来替督主传话的，督主说他很快回来，若是夫人累了，可先歇着。好。幸好夫人是个和善的。尹公公，夫人可有什么吩咐？夫人若无吩咐，你去安排好下面的那些人，恪守规矩，做事小心些。若是惹了夫人不悦，地牢那些扒皮抽筋的刑具可等着呢。今日本座大婚，有劳各位给脸，本座先饮一杯，各位自便。督主这是……哎呦，你快别说了，快吃菜吃菜。众大臣也不多问他去哪里，还会不会回来，反正他不在更自在。看来这么长时间他培养的那女子也该拿出来了。今日一天累着了吧？我无事。嘉禾，我终于娶到你了。裴眠，我们歇息吧。嘉禾，我是一个正常男人，你确定要歇息了吗？什么？他不是太监吗？他未净身，是他的死穴。可是面对他，他并不能遮掩，也不想骗他。嘉禾，可以吗？东风夜放花千树根垂落。说实话，他们两人也没有想到，督主在大婚之夜就把自己的秘密告诉夫人。裴敏是如何躲过宫中的查看的？而且上一世他也没看出来呀。行了，可有不是？一定是昨夜吓到他了。嘉禾，你生气了？怎么了？无事。不行，我要看看。我真的没事，
只不过昨夜被小野猫咬了一口。活该。是，都是我活该。要起来吗？厨房备了许多你爱吃的。参见夫人，参见督主。夫人，这是府中上下流水和管家的钥匙。念下，收下吧。你先起来可好？嘉禾，宋晨远的事已经有人谈和了，可要我再压一段时间。后日便是回门宴了。母亲，儿子的顶头上峰有一个嫡亲妹妹，因为当初接连为其父母守孝，错过嫁人，如今已经26了，还未成亲。今夜上峰试探儿子是否愿意去做平妻。你那上峰似乎已经40，为何妹妹这般小？她是他父母年岁大才有的，全家宠爱。16岁时父亲去世，刚出小期便失去了母亲。后来是因为寻不到心仪的人，上峰也愿意养着这个和女儿一样的妹妹，一养便是如今。只不过近几年的上峰也官位停滞不前，再加上亲情再浓也抵不过仕途，倒也可行。毕竟刘氏如今有些心智疯癫，不适合应酬，若是有个平妻也是好的。儿子也是这般想。督主，南宁同大举投降，派了公主和亲。那公主对萧策似乎有意，只不过这背后有顾家顾燕的手笔在。不过是两人争风吃醋罢了。督主，夫人起了。今日是他的回门日，也是他母亲的忌日。嘉禾，哎，快起来，这么多人看着呢。嘉禾今日真美。一直悠弦般邂逅的不见，爱的桥段叫我怎么参见督主，参见督主夫人。传闻中的裴督主竟然这般好看。慈儿和督主一路劳累了。大姐姐怎么成了亲，这般冷淡了呢？宋家这是什么家教？如何养出这种嫡庶不分的东西？许褚，掌嘴。既然今日回来了，便住一晚吧。本座要走要留，何时轮得到你来定夺？是臣多嘴。祖母频频和孙女使眼色，是想孙女做事？看错了，难不成孙女当年也看错了父亲杀害我母亲了？他如何能看到？难不成是当年沈氏带着他一起去的？可是我明明后来检查了，附近没有人来过。胡说八道！你母亲明明是病逝，宋景安也是看到的呢。什么？宋景安也在？难不成是宋景安那个蠢货和宋慈安说漏嘴了？慈安，这些都不过是小人捏造，为了挑拨你和宋家罢了。那就请周嬷嬷进来说道说道吧。他不是死了？没想到老奴还有再见老夫人的时候。当年派老奴去处理老爷杀夫人的痕迹，老奴刚做完，便被人闷头带走，被一头乱棍打死。天不要我呀！那几个废物！看来宋老太太更适合去东厂炼狱做刽子手啊！你还记得今日是什么日子吗？今日是我母亲的忌日。原来你一早就想好的。有个事儿得告诉你一下，你宠了这么多年的宋景安，不是你的女儿，是族里大唐伯的。从一开始，你和刘氏的相遇便是被安排好的。在你抬了刘氏为正妻后，他们也多次见面。若不是刘氏被关在后院，你早就死了。宋家如今掌家的也不是你了。贱妇！此时，英兴拿出圣旨，上面都是宋晨远这些年贪污受贿、结党营私的罪证，还有谋杀正妻、不遵嫡庶的罪名。宋家满门除了外嫁女，男子抄斩，女子送去刑方。宋慈安，你联合东厂抄自己的家，我就在底下睁大眼睛看着，看你如何下场凄惨。我累了，我们回家吧。好，宋家抄家的事你来处理。是。抄家呀，他最擅长了。你这个贱蹄子，还想有人来救你？宋磊是什么人，我比你清楚。你不过是他一颗棋子，如今废了。明日歇一天吧。宋晨远这没出息的，别给打死了。
表妹不必紧张。是，表哥。那是你另外的3个表哥，那个宝蓝色衣裳的是你2表哥，金紫色和石青色的分别是3表哥和4表哥。哥哥们变得多，我竟一时未分得清楚。没事，来日方长。你要记着，是咱神府唯一的妹妹。表妹，嘉禾见过大舅舅、二舅舅。快起来，快起来！一家人行什么礼？和你娘亲长得是一模一样。奶奶，外祖母，哎呀，我儿受委屈了。母亲，咱们先进去吧，外面起风了。大舅母、二舅母，他大舅除了2个嫡子外，还有一个庶女；二舅舅只有2个嫡子。沈家45子才纳妾，而他大舅这个妾室并不是主动纳的。听说表姐已经成妻，这是心柔自己绣的，还请表姐不要嫌弃。这是冯姨娘所生的心柔表妹。谢过心柔表妹。表姐，我初入京城，不曾认识人，表姐可有空带我出去看一看？我如今已经成婚，平日里往来的也都是些夫人太太，想来心柔表妹会觉得烦闷。路程遥远，回去照看你姨娘吧。嘉禾，是大舅母管理不善。大舅母严重了。说到底，不过是沈家没有嫡女，你又一直在京中，府里有些女子的物件东西都只能给她一人，渐渐的养大了她的心思。不过日后有好的，都是咱们嘉禾的。如今啊，已经回京了，也不怕送回京的东西惹人眼了。二舅母，好了好了，如今嘉禾在我老婆子身边，我也无憾了。嘉禾啊，那裴督主对你可好？外祖母放心吧，他对我很是细致入微，在府里也只我一个，自在得很。这世间男子多薄情，尤其像他那样身居高位的，不少人上杆子讨好卖吃，你且留几分心，莫要都扑了上去，最后伤了自己。不过囡囡放心，若真有那么一日，外祖母定然会倾尽一切将你接出来。外祖母，您放心。他怎么会来？裴督主，2位沈大人好，外祖母安。好好好，你怎么忽然来了？我来接你回府。今日为何这般主动？没有为何。什么？佳佳，裴明，这是马车上。快一些，别动。光复水流，秋来树叶红。好了，你同他怄什么气？不过是老太太唯一的女儿早逝，见到这个和亲女儿相似的外孙女，一时感性罢了。她说到底也是嫁了个太监，旁人不知道怎么笑话她才是呢。何必为了这些，在今日惹得老太太和李氏不满？可是女儿已经惹了他们不悦，明日请安的时候认个错，下次那宋慈安来府里，你就摆出主人的样子，好好招待他，莫要让老太太觉得你和他争辩行了。到底他姓宋，你姓沈，一个妾，一个庶女，还妄想和嘉禾比。既然认不清自己，那便慢慢认一认。宋慈安只觉得浑身散架，滚！还没人让自己滚过。臣参见裴督主。蒋大人何事找本督？臣有关于龙城的堤坝问题，想同裴督主请教一番。这点事也需要本座，还不如提前交了辞呈，滚回老家种地去。不，臣已经有了办法。是想和督主禀报一番。臣在长乐坊定了一个衙监，不知督主可愿屈尊一座？听说长乐坊的椒麻鸡味道一绝，嘉禾最爱吃了。走吧，椒麻鸡还没做好，马上就好。督主，这是臣特意从扬州寻到的顶级瘦马，还是个雏，一定让您满意。若是您在意夫人的意见，臣有一处宅子，可以先帮您安排在那里，对外就是臣养，一定不会坏了您的名声。见过蠢的，没见过这么蠢的。姑娘不想死的话，便管好自己的2条腿。给本督送女人。
那女子一身呛人的脂粉味，可万不能恶心到嘉禾。佳佳，还没用膳吧？我带了点吃食，你尝尝。你今日去了哪里？不可能吧？我回来还特意沐浴了才来的。啊，今日去长乐坊买椒麻鸡，许是沾染了那些味道。夫人，老爷和一个女子被东厂的人一同扔在咱们府门口了。他做什么，同我有何干？夫人，老爷来了。他怎么会老这么多？有什么事你便直说吧。今日我送了一个扬州瘦马给裴督主，可是总之结果不甚好。我在他那里定然是上了套了，太监大都喜财，所以你想用我母家的钱救你？我帮不了你。蠢夫人，我若是出了事，你也别想好活。夫人，您不必和老爷如此撕破脸呐，到头来吃亏的都是自己。嬷嬷，若不是他，我的渊儿怎会……大人，你怎么在这里？奴不知道该去哪儿。他不能再回扬州，不然一定不会好过。应厉行，敢问这是何意？蒋夫人，蒋家对圣上大不敬。蒋大人私藏御前使忠诚之女，但圣上仁心，只抄家留凤。夫人还不赶快谢恩？私藏御史忠诚之女？怎么，夫人不信？来人，去蒋大人的院儿里请人。这个蠢货差点给督主带来麻烦，他今天非得让他蜕层皮。蒋大人，好大的胆子啊！不知臣犯了何罪？不知，看来蒋大人的嘴硬得很呢。将蒋大人带回狱里，咱家亲自问问。督主，明州疫情严重，穆家已经尽全力在稳住局面了，只是灾民失志，穆家不少产业都被掠夺一空。督主，此时我们只能暗中行动，您不可亲自出面，若是惹了圣上疑心，您这么久的筹谋都破了，若是您出什么事儿，夫人可怎么办呢？你亲自去一趟大齐，让萧策将解疫病的药方带给穆家。是。民州疫灾严重，恐影响我国徽州，药方送去徽州提前防疫。萧策想到了和裴敏相识的时候，他还稚嫩的脸上满满的恨意和坚定。他当年恰好在徽州办事，也算亲眼目睹了那场灾难。大人，夫人叫您回房。又该给肚子里的孩子读书了。他真的有些后悔，早早的就让芝芝怀孕了。母妃，您这么着急叫儿臣来是何事？近几日你做的太过招摇，好不容易才解禁，莫要再被你父皇疑心。母妃，您是不知道儿子如今的处境，您为何也要这般说？他想过了，与其整日忧心父皇，不如和裴敏似的手握重权，叫父皇也不好说什么。你打算怎么做？我要父皇手里的军权。你是疯了？隔墙有耳不知道吗？母妃，是儿臣鲁莽了。皇儿说的也没错，富贵险中求，那个位置是多少血亲厮杀抢夺过的。儿臣还以为母妃是要儿臣安分守己。我出身名门，我儿英勇多才，为什么不能做皇帝？百姓是不会管谁做皇帝的，他们只会看谁能给他们带来富足的生活。这些都是母妃这么多年在宫里宫外的暗桩，你拿着，有必要时拿出来用。母妃，听说民州发生疫灾，儿臣想请旨前往。明州？母妃放心，儿臣自然知道民州穆家是先太子的外祖家，父皇这么多年不闻不问，想来也是不想百姓说他狠心。如今儿子自愿前往，岂不是百姓看来父皇仁心仁术？这是他府中一个他十分看重的幕僚想到的点子。此事你莫要急，明州疫灾严重，母妃怕你。母妃莫怕，大启的太傅已经给大启边境的徽州送了药方，听说穆家也拿到了，等儿臣去了，不过是安顿安顿灾民罢了。你先莫同你父皇请旨，母妃先去试探试探。若是圣上还疑心穆家，那他儿子便不能去了。民州这般严重，他若是没有行动，必然会引起百姓议论。可是若他下旨去处理疫灾，他又心里不愿意。爱卿，你可有什么想法？回圣上，臣认为朝中不能不派人去，也不能太过大张旗鼓，毕竟明州不过是个边城。那便派个人去以示朝廷的重视吧。圣上，毕竟也是百年难遇的疫灾，若是派大臣前去，怕是会惹得其他边城百姓心有芥蒂，不如派一位皇子前去最好。派哪个皇子去合适呢？臣认为哪个皇子都是好的。行，那爱卿先退下吧。圣上，贤妃娘娘来了。
臣妾参见圣上。快起来吧，这天冷起来了，怎么不多穿点？冻坏了，朕可是要心疼的。多谢圣上关怀，臣妾下次一定多穿些。朕也是许久未曾看过贤妃，冷落了你了。圣上朝务繁忙，难得有些时间去后宫，臣妾自然要让着些年轻的妹妹们。贤妃果然是朕的贤惠内人啊。这些都是臣妾应该做的。圣上，您尝尝这个，是三皇子今日特意送给臣妾的。三皇子，确实不错。那孩子当日被那女子迷惑，如今觉得没脸见您，臣妾还说他了。父子间哪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朕也是气他不懂得识人，闹到最后竟然同自己的王叔抢女人。是，这下该有记性了。他也不知道从哪儿听说了明州有疫灾，思虑到周围州城百姓的恐慌，竟想着亲自去一趟呢。他倒是想看看这个有野心的三皇子究竟能有多少算计。他莫不是想踩着他的名声得一个贤王的帽子？是吗？是啊，儿行千里母担忧，臣妾是不想他去的。可是他说这事儿再发展下去，恐会引起慌乱。作为皇子去一趟，最是安民心。朕也是打算派个皇子去的，正思虑派谁合适。既如此，那便让三皇子去吧。看来三皇子府里的那个幕僚有点东西，都听圣上的。若是三皇子不懂得分寸，他不介意再病逝一个皇子。先生，您说父皇会同意我的请旨吗？三皇子放心，圣上必然会挂心明州，同时内心也会有纠结。您此刻主动请旨，一来可以顺着圣上的内心，二来也免了圣上的犹豫。好像也是这个理。奴才见过三皇子，这是娘娘派人送过来的。果然，父皇对民州是挂心的。先生，劳您替本皇子写个请旨书。督主，明州的事已经安定下来了，三皇子去时，穆家已经基本稳住局面了。将消息以三皇子的名义散出去，穆家不能白干。是，督主。这天也该透点光了。一开始众人赞颂三皇子的贤德，后来从三皇子府露出的口风才知道民州穆家的功劳。一时间，当年先太子被众人再一次谈论起来。先太子文武双全，是一个非常合格的帝王，只可惜先太子一家意外死于一场大火中，连带着当年10岁的小皇孙。记不记得有一年旱灾，咱们先太子亲自求了先皇免了1年的赋税啊！你寻遍各朝，哪有1年是不交赋税的？如今的圣上只顾压榨百姓，一心求道。督主，可需要处理这些人？不必，把这些从三皇子府传出来的话和百姓的议论都传给圣上。父皇，此次儿臣民州之行很是惭愧。哦，儿臣去时，穆家已经稳住了局面，还请父皇将功劳都给穆家。看来你对穆家很是认可，所以也特意在京中传看穆家的功劳。好一个三皇子，竟是将朕置于百姓口中的昏君。什么？来人呐！三皇子穆无天子，行事不谨，不敬宗亲，削了他的皇籍，贬为庶人，终身不得入京。娘娘不好了！出了何事？娘娘，圣上叫除了三皇子皇籍，贬为庶人。怎么会？你现在马上将他传给哥哥。哥哥一定会将信传给端王，他一定会替他照顾好三皇子。谁说贬为庶人就没有夺位的资格？若是圣上的皇子们都死了，那他的皇儿便是唯一的人选。你觉得三皇子和贤妃会认命吗？佳佳觉得呢？我觉得不会。佳佳果然聪明。可是他如今已是庶人，势力也散了干净，如何争啊？佳佳可知端王？端王是圣上上位后除康王外唯一活着的王爷，他一向低调收敛，安居藩地，按时上贡。贤妃是端王的人，贤妃出身不差，怎么会甘心替端王做事？佳佳，情这一次便是枷锁。难不成端王和贤妃他们？当年圣上同贤妃的相遇也是端王的计谋。贤妃少时同端王有过来往，安心方许。不过他知道端王受圣上忌惮，绝对不会容许端王娶一个有家室的王妃。可端王要离京就范，无人在圣上身边为他留意，所以贤妃主动提出愿意侍奉在圣上身边。那还挺唏嘘的。
有何唏嘘的？端王这些年在封地暗中扩大势力，娶了不少贵女，哪有时间想起这个前任？既然这样，你觉得端王会替贤妃照顾三皇子吗？三皇子会是他成事的傀儡。儿雪流黄金缕，小雨盈盈的相聚，众里寻大千百度，枫红笑声动，玉壶光转，一夜玉露。知秋，后日便是中元节了，多准备些葡萄，我想去祭拜母亲。是，夫人。夏家何时来的？有一位故人，今日将喜得贵子，我想着寻些孩子的东西道个喜。故人？是，不过他是大奇人，刚好佳佳过来了，不如你来挑一挑。我挑？是啊，佳佳也是要做母亲的，就当相恋熟了。并不是他不想要和裴敏的孩子，而是孩子一出生便是死局。佳佳放心，那一天不会远的。裴夫人，这里。二表哥，裴夫人，您忘了，我来自江南，自然和狼哥哥从小认识的。当日我主动接近你，也是为了替狼哥哥探一探你过得如何。嘉禾，今日西郊马场有赛马会，你可有兴趣去瞧瞧？二表哥，我就不去了。今天天气不错，正适合赛马，你们去吧。六皇子乃良妃所生，而他虽然有夺位的心思，可是为人正直，手段磊落。督主，穆家那边似乎已经知道先皇孙没有死了。这个时候并不是让穆家知道真相的好时机。当年的事虽然有些匆忙，但是做得隐秘，不会有外人知道此事。穆家可能是从明州那事上嗅到了什么。你在想什么？他不傻，在厂督府里，裴敏什么都不会避着自己。再结合上一世，他大概猜到了什么。无论你要做什么，我都会陪在你身旁。他本想提前为他留好退路，为他安排好一切，若他失败，他也会安然无忧地度过一生。可是他却说他要陪着他。佳佳，你确定吗？我何时骗过你啊？那佳佳可不能食言，要永远陪着我。好。原本已经筹备一半的选秀忽然不选了。之所以取消选秀，是因为宫里原本打算用来选秀的那笔银子被圣上用来炼丹了。云道长，丹炼的如何了？回圣上，还差一味最重要的药。是什么？派人去寻便是。咱们缺的最后一味药材长在西域，是西域皇室内的秘药，是一代代传下来的。一个小小西域，为了朕的大义，牺牲一番也不是不可。圣上有所不知，这秘药也是西域皇室一代代守护的，从不外借。去传裴督主。圣上，我朝军队如今都各守一边，再加上国库空虚，西域位置偏僻，若要拿下，怎么也需要半载到一载。可是国库根本支撑不起。爱卿，西域朕是一定要攻下来的。圣上，朝中不少奸诈钻营之人，如今国库空虚，只能大查朝堂了。爱卿果然聪慧，那些蛀虫也该清理清理了。这事就由爱卿亲自办。周小姐，你今日来见我是有关中远侯府的吧？周婉清来寻他，是因为中远侯府最近被查到了私占田产的同时，中远侯世子，也就是周婉清的未婚夫，3年前科举舞弊的事。我知道我瞒不过你的，还请夫人帮帮忙。若是能饶过中远侯府这次，周府和中远侯府定然铭记裴夫人的恩情。周小姐，你知道的，朝堂之事并不是你我可以谈论的。周家百年大族，中远侯府也是先帝册封的侯门，说是裴夫人愿意相助，周家和中远侯可拿出各60%的家产，以示诚意。60%，这个数目超过了他和裴敏的猜测。看来周家是铁了心要和中远侯府绑在一起了。臣女等您的回复。小姐，裴夫人的意思是接受我们的条件了吗？我不知。周家家族底蕴深，周家嫡女嫁中远侯府不算高攀，反而是如今的中远侯府一直没有争气的后辈，越发走下坡路。看来周家有把柄在中远侯府手上。那你打算要他们那60%吗？他们都寻到你这里了，自然是要放过的。那人人都该选我了。说到底，还是周婉清提出的条件不错。夫人所言极是，
还有一点是，东城已经关满了人，中远侯府这个罪名不至于抄家，与其白白的占着牢房，还不如拿些银子。何况他的家家在京中并无朋友，周婉清也算在京圈混得开，往后对家家也算有用处。你会亲自去西域吗？嘉禾，圣上手里还有另外一半兵权，西域之行，我打算亲自前往。好，不过我要带着你，路程遥远，恐要累一些。可是把你自己放在京中，我心中难安。我不怕累，我愿意和你一起去，只是会不会给你添麻烦啊？不会，他永远不会觉得他是麻烦。如今都立秋过了，你还穿得如此单薄，府里是怎么伺候你的？哎呀，母妃，儿臣正是身体强壮的时候，这会儿啊就穿得优厚，等冬天得穿多厚呀？再说了，六哥刚从边境回来，他穿的也和儿臣一样，他都不怕冷。秋日气候变化快，你出门多穿些，省得弟弟都被你带的如此不爱惜自己身体。是，母妃，儿臣还有公务，就先告退了。有事就先去忙吧，今日做事多加谨慎。是。母妃，都已经50了，您怎么不挽留哥哥用午膳呀？既然你哥哥说了有事，必然是有事的。好了，母妃今日特地让人做了你爱吃的。母妃，儿臣是您的孩子，哥哥也是，为何您如此偏颇？多谢母妃心意，儿臣也有事，先告退了。哥，你等等我，你怎么走这么快？我差点没追上你。12，你怎么出来了？我想同哥哥一起用膳，去五福楼吧。跟你定就行。怎么不吃？你口味原来和我不一样啊。口味这种东西千人千种，何况我常年在外，口味自然重些。这不是有你爱吃的，你吃那些便好。你真好。你们这是怎么了？快吃吧，吃吧。6皇子，12皇子。梁妃偏爱幼子，我还以为6皇子会和12皇子关系不洽呢。6皇子先天聪慧，性情寡欲恬静，为人谦逊，确实是不错的。每次提起那些皇子，他都是嗤之以鼻，今日竟然对6皇子有这般高的评价。你似乎对6皇子评价颇高啊。中肯罢了。风萧声动，光震雨湖。圣上，这马上就要冬季了，若是此时出兵，战局会僵持不下呀。西域和我朝一向相安无事，我朝贸然出兵，怕是也会引起他国戒备啊。若是他们此时有侵略之心，够了，朕意已决。何况你们担心的事，朕早已经想到了。京中和边境驻军不动，朕将1半虎符给裴督主，让他亲自率军攻打西域。裴民本就有1半军权，如今圣上再将另1半给他，圣上万万不可啊！一国兵权岂可放在一人手中？何况还是个嗜杀成性的阉人。老夫早就看不惯你，一个宦官带军理政，妖言惑众，迷惑圣上。今日老夫便替百姓处置了你这个祸患。大胆！刘将军，刘老将军殿前失仪，惊扰圣驾，念其有功，贬为庶人回乡养老吧。原本打算要说出流放2字的圣上，听到裴敏的念其有功后，把那2个字压了回去。母妃，您难道不知道此行出兵有多凶险吗？为何您要求父皇派哥哥一同出战？您这么对哥哥不公平。不公平？你这样实在太让母妃难过了。娘娘，今日12皇子去了梁妃宫里，2人似乎有些争执。梁妃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6皇子自幼聪慧伶俐，如今又得圣上信任，12皇子也知理明辨是非。若是我的孩子还在，罢了，人家母子俩的事同我又有何干？管好咱们宫里就好。哥哥，你带着我吧，我不放心你自己去。我已经多次出战，我自然心里有数。你去了，我还得分心照顾你。再说，你若是出事了，母妃怎么办？你的皇子妃怎么办？其实在哥哥心里，先皇孙才是你的兄弟吧。留下一起用膳吧。不过我往常都是一个人，怕没有你府里的风声。好啊好啊。祖母瞧这神色不错，多亏了你送来的那个江南厨子。是啊，嘉禾细心，和他母亲一样。说起来，裴督主要出征西域，你自己在府里也冷清，不若和裴督主说一说，能不能在沈家住一段时间？是啊，表姐，正好您来沈府暂住，心柔也有个伴儿，省得沈家一直也就我一个女子，冷清得很。嘉禾如何能同你一道？她是沈家姑奶奶的嫡亲女儿，你一个庶女罢了。
外祖母，我打算和他一起去西域。那怎么能行？你女子家的，又从小在京中娇生惯养，怎能吃得了那种苦头？外祖母您别急，我是想同他一起的。嘉禾，难不成还怕他带回来个小的？二舅母，我只是不想和他分开太久。今日你的安已经请了，没什么事儿，就回去吧。嘉禾啊，当年咱们沈家被打压，除了自身的势力外，也是因为你外祖父同穆家老爷子有交情。穆家这么多年被压在明州，我们沈家也一直在江南低调行事。若是你在西域有要紧的事，也可以寻穆家帮助。外祖母，我当年沈家自顾不暇，没保住你的母亲。今日我若是再保不住你，怕是没活头了。好了，整天就知道哭哭哭。姨母，今天夫人在祖母那里当着二房夫人和那宋慈安的面说我是庶女，还有那么多丫鬟婆子在。你可是沈家唯一的姑娘，那宋慈安来了沈家，理应你作为主人家招待。什么时候一个外嫁女的女儿也能回母家耀武扬威了？他宋家都败了个彻底了，如今不过是个丧家之犬，嫁个阉人，你哪里不如他了？福姨娘，老夫人有请。老夫人行见切，是有何事啊？老夫人，人丫来了。冯氏，你出身贱籍，能成为沈家的妾室，靠的是什么？你心里也清楚。当年抬你进来，我警告过你，你若老老实实的，沈家也不差这一口饭。可若是你不老实，我也不会轻饶你。来人呐！冯氏为妾，不遵主家，挑唆庶女行为，祸乱后宅，打50板子，送我名下郊外的庄子里。他特意将他关在自己名下的庄子，不让李氏沾一点关系。也就是说，往后冯氏就是饿死在庄子上，也同李氏无关。当年怪我心软，如今我替你解决了他。那庶女若是懂得分寸，便让她好好待嫁；若是个看不清的，便打发出去。儿媳多谢母亲。嘉禾，你可学到了？外祖母，我明白了。咱们嘉禾这般聪慧，儿媳也安心许多呢。你今日怎能回得这般早？圣上让我早些回来，好留时间准备出征的行李。他不过是想让他赶快把西域拿下，好让他炼制丹药罢了。这是哪里啊？这里是官驿，今晚再次休息一晚。你放我下来吧，这么多人看着。别了，这里刚刚下过秋雨，地上都是泥，还是我抱你上去。听说裴夫人的外祖家是沈家。回六皇子，是的，裴夫人是沈家独女所出。他记得那人和他说过一句，沈家有个小外孙女，可爱的紧。只是没想到，当年那个他觉得有趣的小姑娘，如今他见到了，可惜嫁给了个太监。这儿经常来人吗？官驿的人打扫的倒是干净。这里是我朝出京的最后一个驿站，来往人少，是我让许褚提前派人打点好的。原来你一早就打算在这里歇一晚呐？除了这里，我怕环境就不好了，到时候你可要和我吃着苦了。佳佳，是我的错。和你在一起就不苦。他知道为何他这一世这般着急，他知道他想要一个属于他俩的孩子。主子，属下已经将东西放在穆家主书房内，属下看到穆家主看了信才撤的。走吧。阿玲，舅祖父。眼前的男人正是如今的穆家家主，前太子的舅舅，小皇孙的舅祖父。你真的是阿玲？舅祖父，是我没有死。裴夫人，六皇子，若是夫人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尽可派人来寻我。许银那小子这几日在哪儿呢？回礼行，许公公这几日还在都主府，跟他那狗东西干爹一样，就会躲懒。让他下午来见我，果然都主不在，京中的牛鬼蛇神都爬出来了。德妃妹妹如今变得如此安静，贤妃姐姐找本宫有何事？直说吧。姐姐得到一些消息，听说圣上打算再立一位皇后。圣上的心事，姐姐又是如何得知？宫里这么多年，谁都有自己的渠道，我有，妹妹自然也有。今日我来也是想和妹妹合作的。如今四妃只剩你我和梁妃，梁妃和我们不一样，
人家可是双子傍身，六皇子如此受器重，可梁妃心眼儿却小。若是有一日他的儿子登基，你觉得你我会有好结果吗？所以姐姐是有什么打算吗？可怜我儿被贬，可是还有许多没有母妃的皇子也已经长大，为何你我不能扶持别的皇子？没有母妃的皇子，你是说八皇子？妹妹果然聪慧。爷，您吃点点心吧。书房不是你该来的地方。当初母妃偏偏要他娶她，说什么他的祖父地位高，可是他根本不喜欢这个无趣的妃子。耶，九皇子偷偷出城了。父皇下令皇子不可离京，九皇子竟然偷偷出去，可查到是为了何事？耶，九皇子好像不简单，咱们跟着的人都跟丢了。跟丢了？如今他哥不在京中，裴敏也不在，最近京中好几股势力都出现了，他得好好的给他哥看好情势，不然等他哥回来黄花菜都凉了。主子，九皇子那边咱们可需要继续跟着？不必，因为九皇子偷偷离京，本就不是因为别的，而是他府里一直藏着的那个姑娘偷偷跑了。夫人呢？夫人带着身边的丫鬟们在井里吃喂鱼。你手里的事是处理完了吗？都处理好了，缠哪条了？你身上还带着暗器啊？佳佳，我只是防身罢了。明明两人经常抱在一起，他竟没发现他身上还藏有这些。佳佳，别闹。你往后注意些，小心误伤了我。佳佳放心，便是伤了自己，也舍不得伤我的佳佳。督主，六皇子来了。请进来吧。我要不要先避一避啊？不必。裴督主，六皇子请坐。西域边境驻军薄弱，我们若是行动，需以快制胜，若是拖到冬季，怕是不好打。只是探子来报，似乎南宁最近有些动静。我认为，若是打算开战，必须先摸清楚南宁的情况，否则怕是有隐患。裴督主以为该如何呢？南宁的皇子被裴于捣鼓要人罢了，有大旗顶着呢，咱们只管拿下西域就成了。年纪轻轻就这般老成做甚，不如回去好好睡一觉。以后不是公务时间，莫要扰人。属下送你。他刚刚和裴敏说的问题，他不禁早就想到，并且已经有了决断。忽然身上一阵冷汗，东厂果真恐怖得很。水还热着，不必加水。啊，你怎么来了？我来沐浴啊。哎，你快出去，我还没有洗完呢。哎，你别。佳佳，往后我要忙死了，你真的要拒绝我吗？大军已经到西域边境几日了，可是都不见下令进攻，也不见派人去西域谈判，众人都有些不知为何。六皇子，您说裴督主是何意啊？先都做好准备，盯好西域的情况。他总觉得裴敏并没有攻打西域的打算，可是他怎么能敢违抗圣旨？督主，八皇子这是欺人太甚。京中最近八皇子风头最盛，尤其是有了贤德二妃明显的助力后，几次结了东厂的事务，现在更是和英兴正面对上后，将英兴打了板子。英兴不是裴敏，在八皇子面前还是需要收敛。应兴受了伤，让他在府中养伤吧。东厂最近的政务都交接给八皇子。端王那边如何了？回督主，端王近日在府中动作不少，将信送去给外祖母。他忽然有些恍惚，他想问他为何会心甘情愿嫁给自己。原本他以为是为了替他处理宋家，可是后面发现并不是。你想问什么？嘉禾，你是否爱我？我爱你，只是爱得迟了。那你呢？为何独独对我上了心，也曾送了命？也许我们曾经见过呢。见过。督主，夫人，我竟是没发现你是个会变脸的。大启的太傅大人听闻督主在此，所以派人把他的公子送来了，说想同督主学点东西。你们认识吗？曾经认识，现在并不想认识。裴夫人安，这是我家公子，乳名齿玉。萧策有没有说什么时候接孩子？大人说了，后日就来接。后日？只因我家夫人最近怀孕，不方便照看公子。你放心吧，这么多日大军都已经整装待发，裴
裴督主却迟迟不下命令行事。西域我并不会攻打，西域民生安乐，他们做错了什么？可父皇为何？只因圣上炼制的丹药缺一味药引子，正是西域皇族秘药。仅仅因为炼丹，便要掀起这场血战？哼，怎么？你是今天才认识你的父皇？你不应该是父皇的人吗？我从未说过我是他的人。可东厂明明是父皇建立的。东厂明明是我一手建立的，东厂的每一个锦衣卫都是我用尽心血训练来的，和你父皇有何干系？你怎么敢？你的剑也是我教的，怎么今日想用在我身上？他不信当初那个温润如玉的哥哥会是如今性情暴戾的东厂厂督。你知道我的身份也无妨，如今大局已定。你打算谋反？不是谋反，只是按照皇爷爷的旨意，让一切回到原来罢。所以当初一切都是我父皇干的，对吧？他的感觉没有错，先太子一家的祸事，皇爷爷的急崩都不是意外。你知道就好。你一定吃了很多苦，是我没有，一点都没能帮到你。六皇子在王府时不在梁妃身边，而是由当初的王妃抚养。后来王妃去世，他无人看管，成为众皇子欺负的对象。景陵将他护在身后，告诉他不要害怕。你到底要同母妃置气到什么时候？你都是被我宠坏的。母妃今日叫你来，是想让你去你外祖父那里待几日。为什么？如今贤妃和德妃在扶持八皇子，心中最近不安稳，母妃怕有万一。难不成八哥要反？儿臣明白了，儿臣这就回府收拾收拾去外祖父那里。督主，池玉小公子可能得再待几日了。萧策莫不是死了？裴敏，嘉禾，你是不喜欢孩子吗？我没有。是吗？他总是最后一步的时候离开，难道不是怕他有孩子吗？佳佳，我真的没有。池玉毕竟是别人的孩子，总要回到他父母身边。我若是太用心，到时候反而徒增烦恼。待成事后，我们便也生一个孩子吧。他这般喜欢孩子，若是有一日有了自己的孩子，那眼里还会有他吗？裴敏只觉得自己好似给自己挖了一个坑，还不能不继续跳。佳佳说的对。我瞧着你的脸色不好，难道是事情不顺利？没有，事情很顺利。佳佳莫皱眉，你该整日顺心喜乐的生活。可是有你，我才能顺心，才能喜乐。佳佳需要我，我便在。六皇子，京中传来的信。谁送来的？是梁妃娘娘。母妃在这种情况下，并不是关怀她，让她注意安全，而是字字句句都在催促她尽快回京，整合势力。母妃难道不知道她是受皇命攻打西域吗？难道要她违抗皇命？进来吧，门又没锁。英里兄，这是干爹让我给您送来的。你干爹还说了什么没有？干爹说督主不在，您自己管好嘴巴，省得督主回来给您的屁股变八瓣。滚！和你那干爹一样讨人嫌。是长行京中传来的信儿。影星，纸上画着的是乌龟身子的许褚，上面赫然写着乌龟王八蛋。督主，京中明夜行动，后日回京。这一日，督主等了太久了。是，属下这就去安排。你怎么会来这里？哥，母妃同我说八哥好像有反意，他让我躲在外祖父那里，我担心你。你什么时候偷溜出京的？母妃一告诉我，我就出来了，一路上没有休息。饿了？饿了。知秋，天凉了。是啊，夫人。何事？京中怕是已经动起来了。我12皇帝因为担心我，所以擅自离京来了西域。你以为凭他一个什么都不会的皇子，能安安全全独自来到你身边？12皇子刚出宫，就有东厂的人跟着他了，一路上更是给他扫干净了不少尾巴。谢谢。不必，你应该知道此次回京会面对什么。你一直以来也是为了那个位子努力，如今心里是如何想的？我会一直以为你死了，所以我会支持你。你回去休息吧。那我先回去了。你和六皇子从前认识吗？怎么这样问？你对他有些不一样。佳佳，你可记得你4岁时在穆家见过的那个哥哥？穆家？我去过穆家吗？你果然不记得了。也是，你又怎么会记得呢？你不是问我们是否见过？我们确实见过。穆家是我父亲的外祖家，沈穆两家交情颇深。你4岁那年，我在穆家见过你。你是当初的小皇孙？是。你竟如此禽兽，
我才4岁。既然佳佳说我是禽兽，那我就是。一直有先般喜欢的不见，爱的巧合，叫我怎么解？因为宋三一句禽兽，被裴敏折腾了一夜，到现在宋三的腰都疼。尤其在看着裴敏一副什么事都没有的样子后，他便气恼了。知秋姑娘，公子，姑娘是要去厨房吗？是。不如我和你一同去吧。我有些吃不惯客栈的东西，听说你厨艺了得，所以我……您若是不嫌弃，就和奴婢一起吧。不嫌弃，不嫌弃。父皇都已经1夜了，您快写了旨意吧，我要气死了。儿臣还得费心思伪您的笔记呢。当初你不顾众臣的劝阻，将京中兵力和你手中剩下的兵权用在西域时，就该想到自己的安全。八皇子，不好了，端王他带着一大批兵马打进来了。他不是在封地吗？那么远他怎么来的？瞧瞧您怎么活的吧！不止我要犯你，你可真是一位失败的君主。端王说您年纪一大把，不好好在封地养老，来京中作甚？八皇子犯上作乱，我们来就圣上，给我冲！李翔，公理对上了。咱们可用出手？急什么呀？狗咬狗，一嘴毛。他们呢？暂时咬不完呢，白跟你干，笨死！您老少吃些甜食吧，您一早起来都吃了多少了？管得着吗你？干爹信里说了，您爱吃甜食，让我注意些。哼，你和你干爹一样，真是什么人跟什么人。豆主，端王和八皇子对上了。不急，2个唱戏的吧，等他们互相咬出结果来，一锅端。端王叔竟然也有烦心。哥，你快吃，这个好吃。这是哪里来的？我从裴夫人身边的姑娘要来的。若他不是裴夫人身边的人，他定然是会要来的。夫人，可是不舒服？许是看画本子时间长了，有些头晕。那不如我为夫人读画本子，我一边为夫人念画本子，一边替夫人按腰。念得清楚点。是，夫人。眼前的宋慈安慢慢的和他记忆中的那个将自己护在身后的小丫头重合。他幼时他抱过她，他落魄时他护过她，如今他是他的。王叔，我们不能拖延了。若是裴明忽然回来，咱们可就竹篮打水一场空了。你安心等着，我同你母妃早已筹划好。有您和母妃替我筹谋，实是我幸。王叔放心，待我登基，一定不会轻待您。贵妃娘娘，本宫听宫人说你已经半日未用膳了，所以给你带了一个糕点垫一垫。多谢贤妃娘娘。还在愁端王？是，如今我虽与他势均力敌，可他却实实在在地将我围在宫中，我怕他还有援军。八皇子可听说过富贵险中求？贤妃娘娘有何见解？中和宫有一后园，后园有一矮门，可直通宫外。贤妃娘娘是如何得知的？我毕竟是圣上多年的枕边人，你除了担心眼前的端王，更应该担心的是裴敏。他是圣上多年磨练的利刃，京中的事想必他已经知晓。天也要暗了，本宫就先回宫了。去把人召集起来，今夜从中和宫潜出去。是。八皇子，贤妃是你的人，看来没有被吓傻呀。八弟，好久不见。原来是你。多谢王叔相助，皇侄感激不尽。来人呐，都绑起来。是。王叔，这是什么意思？他一早就没打算帮你，他想自己造反。你跟你那母妃一样蠢，你母妃怕这会儿还在宫里做梦你要当皇帝呢。贤妃，你是何意？我母家只全家之力助八皇子，如今你这么做，岂不是将我母家置于死地？本宫是说过助八皇子，可本宫未说过只助八皇子。本宫的三皇子好好的，为何要助别的皇子登基？三皇子不是？是，三皇子是被贬为庶人，可是有贬就有利。罢了，看本宫是如何从贤妃到皇太后的。娘娘，咱们宫里被围住了。怎么回事啊？母妃救我！端王他要反！你们胆敢绑皇子！皇兄，如今您的身子已然不好，还是让位给皇帝，您好好的颐养天年吧。
原来是你！你放肆！一个贱婢所生的东西，你也配登上这皇位？我和你好声好气说话，你别不识抬举。你老老实实退位，我还能好好养着你。若你不识趣，我宰了你一样做皇帝。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什么，你以为裴敏能赶得及？说起来还要多谢你的贤妃娘娘，若没有她，我也不好成事啊。贤妃？不然你以为你当年是怎么见到贤妃的？还不是我。咱家来的不是时候啊！好一个端王，让您端端正正做人，您倒是对得起这个封号。去绑起来。你怎么回来了？这么快吗？你瞧你，一路上累坏了，还特意来一趟。有我在，都能处理好。没有见过比你杀人更恶心的人。你懂什么？督主呢？督主送夫人回府了。哦，你送我到这里就好了，你去忙吧。不要紧，我送你回房。你放心的去做你想做的事，我会在家里等你回来。好，等我回来。他的心并不安稳，他想他成事，告诉天下人当年事的真相，可是他又怕天下人不认他，更唾弃他。督主安排好了。回督主，都安排好了。贤妃等人现在压在朝阳殿，圣上也在殿内。裴民，你回来了，去给朕杀了那些孽畜，杀了3皇子、8皇子、端王、贤妃、德妃，还有所有参与此事的大臣，抄家灭族。孽畜，杀害手足弑父弑君，沉迷炼丹不顾政事，重刑酷吏。圣上难道不是孽畜吗？你是谁？我是谁？哼，当年那场火可真大。你没死，怪不得当年在尸体上没有找到这个玉坠子，原来他就没有死。别看了，我没有易容，这么多年在丹药的侵蚀下，你的记忆早就模糊了。罢了，这皇位本就该是你的，朕还给你。是我拿回来的。不是让你先歇歇吗？怎的自己巴巴的坐在那儿？我说过要等你的，便是一定要等你回来。一会儿不见，佳佳竟是这般想我，以后再不会让佳佳等我。外人不知宫中事，只知皇宫一夜灯火通明。国不可一日无君。圣上凌驾崩时，留有圣旨，如今可宣之于朝。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众臣原本做好了裴敏篡位的打算，突然听到6皇子3个字时，都瞪大了眼睛，抬头看向许褚。许褚念完圣旨后，又拿出了一道认罪书，上面写清了圣上当年是如何害死前太子一家，如何入宫弑君伪造圣旨，如何暗中除掉其他王爷。恭请圣上登基！恭请圣上登基！他们争来争去，谁能想到最后是本宫赢了？是啊，娘娘，到底是您有福气。可惜呀，裴敏还活着，这大权还是拿不回来。娘娘，如今咱们6皇子登基，先稳住朝廷，慢慢的再处理他也不迟啊。你说的也对，这天下都是我儿的了，别的都是迟早的。12皇子在府里做什么呢？回娘娘，12皇子这几日似乎迷上了吃食。这孩子，娘娘，咱们圣上还没有妃子，您看。是呀，去把各家贵女的肖像图给本宫拿来，本宫要亲自挑选。回王家传我口谕，召玉宁入宫陪我几日。是，娘娘。林哥哥，为何让我做皇帝？我的所求从来都是揭开当年的真相。我有想相伴一生的人，一旦真正到了那个位置，有些事是身不由己的。何况我已经是众人眼里作恶多端的宠都，那就不去坏仁厚清明的先太子名声了，就让那个聪慧伶俐的小皇孙死在世人的眼里吧。好好准备登基大典吧。待你的孩子长大后，这个皇位我会让给他。许言去哪儿？看你呲着大牙，是有什么好事？夫人准了2天假，属下正打算出去逛一逛，怕是去花楼逛逛吧。我知道一处销魂殿，督主不是说不让您去吗？督主那是说少去，走不走？走，您可千万记得，别让我干爹知道啊！你也别说漏了嘴。明日带佳佳去骑马可好？好啊，你明日不忙吗？不忙。
谁让你来的？干爹，儿子知错，是我带他来的，有什么冲我来？你出去吧。滚出去！是，干爹，我不过说带他来喝酒，又没做什么。一屋子的女人没做什么，不过是让他们弹个小琴，唱个小曲儿罢了。哎，爷，梁妃娘娘请您过去参见梁妃娘娘。瞧你同姑母竟是生疏了。父亲特意嘱咐玉宁，入宫不可忘了礼制。姑母独自在宫里实在冷清，不如也陪姑母一段时间，可好？能陪伴在姑母身边是玉宁的荣幸。娘娘，咱们六皇子来了，快让他进来。姑母，玉宁先告退了。他是你表哥，你回避什么？参见母妃。六皇子安。起来吧。她是你表妹玉宁呀。他大概是猜到梁妃叫自己来的原因了。母妃，儿子手里还有些事，就先告退了。表哥最近一定忙得很，看他的样子好像是很疲惫呢。去把玉宁安排在侧殿，离我近些。是，娘娘。佳佳，醒醒可好？今日我们要去骑马的，你忘了吗？你先帮我把衣服拿过来。若是佳佳不愿起床，我们还可以再……啊，不，我想起床，你快去拿衣服。怎么了？我瞧着佳佳的衣裳和我的衣裳大多不太相似。这里真美啊！我不善骑术，和你同骑一匹好不好？好。好舒服啊！现在舒服，还是晚上在榻上舒服？佳佳莫恼，莫恼。今日马场这般热闹，哪家的夫妻还有心思出来骑马呢？想来是哪个家族旁支的吧，不然怎么会这么闲？你去给我从马车上拿个披风来。我吗？不然呢？快去。好的。你倒是聪明，还懂得带个跑腿的。他认识路吗？管他呢。让他们快点离开。喂，武阳伯世子带人来赛马，你们改日再来。啊！得，世子，救命啊！世子，没人告诉我裴民今日也在马场啊！参见裴督主，参见裴夫人。不知今日夫人和督主出游，是我的不是，扰了您的兴致。怎么了，佳佳？没事，只是看到一个认识的人。算了，我们回城吧。正好我想去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胭脂。好。好看吗？好看，这个颜色定衬得佳佳精神好。想你也不懂这些。胭脂的颜色有何差别？回督主，胭脂是女子用来涂唇或是脸颊的，不同颜色显现的效果也不同。那都有什么颜色？督主真的是融不进的话题就不要融了，夫人又不会生气。哎，去哪里？快放开我！去厨房寻些点心。你又想吃甜食？你放开我！这么多人，我这里前几日来了几个善制作点心的厨子。你不早说，去吩咐厨房制点心，备些好酒来。我今晚在你这歇下了。世人说爱我，却未曾与我依偎。你猜我今日见到了谁？谁？大舅舅的那个庶女。按理说近几日外祖母定然会规训家里的人。佳佳，有些人为了争点自己认为的前途，可是不会顾及什么家族的。佳佳，我们也生一个孩子吧。好啊。怎么了？佳佳，脱了给你摸可好？一直遥遥牵绊邂逅的不见爱的桥。夫人，奴婢听说康王府的宋侍妾被康王送给礼部侍郎了，如今京中百姓都在议论呢。他送妾的时候可是一点没遮掩。如今康王没了依仗，许是想趁机联络朝臣。还有个事，听说太后娘娘最近忙着准备给圣上出迎后宫呢。若是选秀，阮小姐岂不也应该在名单里？应该是。圣上，太后娘娘请您过去一趟。朕不得空。圣上，滚！近几日，太后多次妄图想要掌控自己，插手前朝之事。放肆！她竟然这样说。姑母，
您消消气。这么多日，你可有和圣上单独相处过？罢了，你自幼受教养，也做不出这种事儿。剩下的哀家来安排吧。平柳，随我去御花园走走。是，小姐。参见圣上。起来吧，何事？臣女有事想同您说。走吧。你是说太后打算出手？臣女只是猜测，圣上，臣女知道您对臣女无意，臣女只求一个心意相通的丈夫，请您让臣女出宫。朕知道了，你先回去吧。多谢圣上。督主，太后打算为圣上安排的人在此名单上，上面除了和王家沾亲带故外，还有一些老派的中立大臣之女。她还在纠结那个。哼，太后倒是想得周全。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我原以为你们会找个女子留个根，罢了。怎么做是你们的事，注意些便是。多谢督主。庄子弄得怎么样了？回督主，都已经安排妥当。最近多留意太后。没别的事，你们下去吧。哀家好久没有见到小12了，去照一照她。是，太后娘娘。参见圣上。今日怎么突然想起来进宫了？这家伙一直迷上美食，前几日为了品尝南方的东坡肉，特意去了一趟。还不是母后召见臣弟啊，正好臣弟出去一趟，学了道点心，今日正好给圣上带了一份。味道不错，是吧？12，如今朕打算给所有皇子封王分封地了，你是如何打算的？臣弟可以不封王吗？就留在京中。罢了，你先去看母后吧。臣弟告退。你这孩子，母后不叫你，你也不来。哎呀，母妃，如今圣上后宫快有人了，儿臣来这里也不好呀。见过12皇子。表姐，怎么在母后这里？之前我去外祖家，还听舅母说要为表姐看亲事呢。别人家的哪有咱们自家的好？母后，今日圣上和儿臣说要封王的事儿，儿臣不想离开母后，也不想离开圣上。母后怎么舍得你不在母后身边？孙女原以为这管家不难，不想处处都是细节。大舅母、二舅母这么一说，我才发现自己平日里偷了不少懒。能偷懒就是福气，说明裴督主待你好。对了，听说大表哥定亲了。是呀，对方是个温婉大方的。那我改日遇见大表哥，可要恭喜他了。不知二表哥有没有亲事方面的打算呢？你狼表哥呀，一说这个就跑了。许是狼二有心上人了吧？有，也该同我说一说呀。孩子面皮薄吧？前几日大嫂不知为何将沈心柔禁足了起来，如今听说已经给她定下亲事了，对方是翰林院负责编书的。你大舅母到底是个心善的，为她也算择了一门不错的亲事。二舅母说的是。佳佳，这位是臣女穆若真。穆家表哥，听说宋小姐大义灭亲，宋家已然败落了。你该称呼我裴督主。我身体不舒服，就先回去了。今日在神府可开心？和外祖母他们在一块儿，我心里就开心。那就好。我回去住哪儿啊？难道你连自己的客栈在哪儿都不知道？表哥，我独自入京，自然是要住你那里的。我一个女子住客栈，怎么会安全？你带了一队穆家护卫，怎会不安全？不安全你来什么京中？去把他送回客栈。是，督主，请吧，穆小姐。今儿天气好好的，怎么来了一蠢货？脑子有天残吧他？他是不知为何，舅祖父亲让他独自来京了。他拿着的是穆家玉佩，身后也确实是穆家人，我不好赶走。虽说他带了护卫，你还是派些人暗中跟着吧。若是出了什么事，到底是不好的。不过他倒是一口一个表哥的叫着你，不如今晚佳佳也叫我一声哥哥可好？不许乱说。好好好。夫人，奴婢瞧着这穆小姐，怕是奔着督主来的。放心吧，不会有事的。裴督主，信还没送到吗？
回督主，想来已经送到了，只是穆家来人也需要时间。萧小姐，家主吩咐，属下带您回明州。祖父竟然派了木然来，那爹娘不会有事吧？督主，穆小姐被木然带走了。你去亲自送一送木然。是。木然，舅祖父的亲信。原来你直接联系了舅祖父啊。毕竟有舅祖父在，我不好动手，不然你以为我会如何？这我可不清楚哦，毕竟穆小姐可是一天天的表哥叫着，恨不得撕了我。吃饱了吗？佳佳，叫我哥哥。林，瑰宝。佳佳，林哥哥，快。你说你是不是有心上人了？没有，没有。为父劝你说实话，如今太后为圣上选妃的名单马上就要下来了，若是等名单下来，那姑娘在上面，你可就没机会了。是藤萝妹妹。阮小姐就阮小姐，你怎么不说？我还没问她的意思。平日里看你能说会道的，不成想是个没出息的。不行，我明日就得上门去问一问。嬷嬷，去给我备饼纸，连夜送拜帖。夫人还没有醒吗？夫人近来越发爱睡了。参见督主。何事？夫人近日嗜睡，奴婢想着要不请个大夫给夫人瞧一瞧。奴婢瞧着夫人这样，似孕妇怀孕一样。我知道了。佳佳。你回来了。佳佳，今日我带大夫来给你瞧一瞧，可好？我好好的，为何要看大夫啊？打个平安脉也好。也好。看来老夫能见到咱们的小公子了，怕是要劳烦河伯了。不劳烦，不劳烦。老夫活了这么多年，就是想等着替主子看一眼小公子。我怀孕了。是啊，夫人，正因为怀孕，您才嗜睡的。还没有反应过来。我没有想到他会这么快就来。那我们一起等他出生。好。玉宁不过是不小心才将茶盏摔破，你竟然让人把他送回王家，你眼里还有哀家吗？这天下都是朕，太后可别忘了规矩。您在后宫摸爬滚打多年，有了如今的安稳不容易，您就好好的做您的太后娘娘便好，切莫手伸得长。他竟然这么同我说话，如今翅膀硬了，想展翅飞了，也不看看他背后若是没有王家，如何能坐得上那位子？今日可有难受？河伯配的药很好，已经不难受了。今日胃口竟是还不错呢。佳佳，后日咱们一起去郊外的庄子上住一段时间，可好？好啊，那京城里的事你都安排好了吗？放心吧，都安排好了。庄子上又不缺，你何必带这么多？当你缺了的时候，甭想找我。这是看不出来吗？小宝剑呢，给未来小主子做的。你确定督主不会把你扔出去？不会，你是没见着督主做的那些，更奇怪。你怎么知道？你这几日常在东厂忙，没见过。我可是亲眼见的，鸡不像鸡，鸟不像鸟的，嘿嘿，没眼看。这个庄子好别致啊。佳佳喜欢，待会儿我让雪莹把这个宅子的地契给你。好啊。夫人，您和督主的院子后面有一处天然温泉，您可以试一试。待会儿你在我旁边陪我。好。他求之不得呢。圣上，太后娘娘身子有恙，已经多日了。太后一向刚强，甚少生病，如今罢了，朕亲自去瞧一瞧。太后娘娘，圣上来了。母后安，听闻母后身体抱恙，太医如何说？太医说是气急攻心。气急攻心，不就是那日送走王于宁惹的？那让太医院轮流值守，内务府的补药先捡着太后宫里。听说你已经写好了封王的圣旨。是，
小12是万万不能离京的。为什么？自古的规矩，母后要破一破。上次我说的话可不是吓唬您的。你若是不肯，哀家就和小12一起去封地，这太后不做也罢。太后这是威胁朕，也罢，正好朕担心12弟独自去封地，照顾不好自己。如今有您陪着，朕也放心。什么？朕自幼记在先皇后命上，便是他的儿子。如今朕已经追封了太后，这太安朝的太后已经薨逝。您作为12皇子，逍遥王的母妃确实该跟着去封地。那梁太妃收拾收拾，准备和逍遥王去封地吧。他让哀家离宫，逆子，哀家就不该生他。此刻他的手尤其酸。佳佳，我醒了。佳佳何时醒来的？也是刚刚醒来。你快给我捏一捏手，酸死了。好。他终于不用憋着了。自从得知佳佳怀孕，他一直都老老实实的不敢乱来。冷水澡的日子终于到头了，已经4个月了呢。是，他出生将在初夏，会是一个很好的时候。佳佳可不能有了孩子忘了我。怎么会？身上果然已经拟旨了。回太后，是，要不您和圣上先服个软吧？我生下的他还要同他服软？去王家将玉娘带来。这皇后必须是王家女。是。圣上，太后娘娘她担心您，有些话想亲口同您说，求圣上见太后最后一面吧。圣上，太后娘娘正在更衣，请您在侧殿稍等片刻。什么人？快走！该死！堂堂太后竟然这般龌龊，偏这人还是自己的亲生母亲。门被从外锁了。求您不要！他对他无意，对他来说，自己不过是个可有可无的女人。可是他不行，他不想被困在这里。圣上，请服用。太后妄想损害朕的龙体，将太后的宫里封住。哥，我走了，你也别忘了我。他此时知道母妃已经彻底惹了圣上厌弃。放心吧，你的封地离京中这般近，若是想回京，随时可以回来。他给逍遥王的封地是最富庶安宁的地方，这一处本不该是封地，只是他还是将它给了他。若是有什么事，可派人来京中告诉我。我知道了。去后宫把梁太妃接走，就去就藩吧。谢谢哥。从今日起，真的只剩他自己了。你帮我拿一件中衣吧。好。佳佳，怎么了？这是给我的吗？是，这是我婚前就做好的，原本想冬日送你的，后来知道你的生辰，就想生辰那日给你，不想倒是被你自己发现了。你婚前就愿意给我做衣裳了？嗯。佳佳，你不知道我有多开心，我好喜欢这个披风，佳佳手艺真好。那我多为你做几身可好？不，佳佳，有一件就够了。佳佳，明日我让秀娘再做一件一样的披风给你，可好？好。都主，萧夫人生了龙凤胎。龙凤胎？都主，这是啥意思啊？下去吧。是。龙凤胎，萧策命这么好，他也想要啊。你在看什么？啊，佳佳，萧策他有了一对龙凤胎。龙凤胎啊？也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本事。不知道。哦，对了，你可派人送了礼去。之前咱们送的是一个孩子的礼，如今2个孩子，送的齐全点。我让许莹制了礼单，明日他送来给你过目。好。都主，各地王爷都很安分，只是逍遥王那里不太安稳。梁太妃频频插手逍遥王和王妃之间的事儿，府里有些鸡犬不宁。哼，当初不是他亲自挑选的王妃罢了，不必理会。来人，传朕旨意，将梁太妃送去皇家寺庙为国祈福。是，圣上。嘉禾没说什么时候回京过年吗？还没说呢。对了，和阮家的亲事也开始准备准备吧，郎儿也不小了。是，快过年了，童家和阮家的礼都重2份。是，童婉仪是个端庄大雅的孩子，往后长家
你也放心，母亲您亲自挑的人一定不差的。过了年就把你房里那个庶女嫁出去吧。儿媳明白。怎么了？无事。你身上有血腥味儿，你受伤了？我没有。那就好，我先去洗个澡。那你去吧。徐长行遇见了何人？说。长行今日专门出去一趟，杀了一个人，一个老翁。老翁？长什么样子？属下离得远没有看清，但是他腿有残疾。叶星，你是不是找到他了？为什么不告诉我？叶星，你先冷静。你不是不知道，我这么多年都在找他。叶星，你听我说，你上次受了内伤，不可过于情绪激动。我原本没想杀他，只想废了他的武功，将他给你带回来，慢慢告诉你。可是他忽然暴起，我一时没控制住就杀了。尸体呢？带回来了，我亲自去瞧瞧。被他杀死的是英星曾经的师傅，猥亵他的人也是将英星推进深渊的人。你的眼含着泪，我的心也跟着碎，你为那个人憔悴，为他扛下所有罪。英星和许褚呢？他们回京处理些事，许是快回来了。我让人给他俩各做了一身新衣裳，到时候除夕那日穿。还是佳佳想得周到。琐碎的事你都派人处理了，我整日也清闲，自然有时间想这些啦。夫人，督主，刚说到你们就回来了。夫人有何吩咐？我派人给你们做了身新年的衣裳，你们一会儿去试一试。多谢夫人。佳佳，我爱你，我们年年岁岁都要在一起。月儿慢慢爬上楼，谁在夜中游？看月色将那心上人间引领走，本是不停留。臣恭祝圣上龙体安康。臣恭祝圣上排除奸佞，执掌大权呐。不知侍郎指的是？杨侍郎心里一喜，觉得自己押对了，圣上果然是想除了裴你。自然是作奸犯科、罔顾皇恩的东厂厂督。如今东厂整日盯着自己，早就想对自己下手了，他只能将希望压在如今身体康健的圣上这里。来人呐，将礼部侍郎拖出去，打入大牢。英理行，可是夫人有吩咐。没有，是我想找姑娘麻烦您一件事。什么事？理行请说。不知姑娘可得空帮我做一些甜食，这是给姑娘的报酬。我现在无事，现在就去做吧。看我给你带来了什么？这是哪来的？我托知秋姑娘做的，我可是给了新钱的。生辰快乐！英星是孤儿，被他的畜生师傅收养，但是不知自己的生辰。而许褚原本是一个有幸福的家的，可惜最后被毁了。干爹，您在吗？你怎么挑了个蠢王八？哟，在，进来吧，蠢王八。干爹，生辰快乐！这是你做的？是，给我也做一双。啊什么呀？你干爹教你东西，我没教吗？您喜欢什么花样？和你干爹一样的就行。好。圣上，王大人求见。叫进来吧。臣参见圣上。王大人有何事？圣上，后宫不可没有皇后，如今后位空悬，恳请圣上下旨立后。王大人可有人选？回圣上，上面的贵女皆出身高贵，庄重贤德，请圣上过目。王大人真是细心啊。折子上的名字皆是和王家或多或少有姻亲或者是合作关系的人家，看来王家还是没有断了送他入宫的念头。他忽然想到了那夜他一脸坚定地说不想入宫的样子。王小姐不是已经打算议亲？玉宁夜里从宫中出去的消息不少人知道，终究还是连累了他。你退下吧。是，圣上。不论他选中哪个，对王家来说都是好的。
若是玉宁无法入宫，他只能送他去家庙了。朕要出宫。他或许可以问一下王玉宁如今愿不愿意入宫，若是愿意，那是再好不过的。他为他做好皇后，他给他清闲自由。是，圣上，公子，王小姐到了，请进。不知今日您找我来是何事？今日你父亲来寻我，你在名单上，难为我还有最后点用处。我缺一个打理好后院的正妻，你放心，我不会干涉你的生活，你只需要替我打理好后院便可。你可以考虑一二。我愿意。王玉宁很清楚他如今的处境，没有人比他更清楚王家的作风。你可想好了，进了那个地方，可就出不去了。我想好了，我会按您的心意做好一切。若是有机会，我也可以放你离开。多谢公子。公公，请来喝杯茶吧。多谢王大人美意，咱家还得回去伺候圣上，就不多留了。老爷，咱们女儿真是争气呀！林哥哥，这几个月过得可好？圣上如今也做得越发不错了，如今有了皇后，也更圆满了。景睿小时候不容易，他都是看在眼里的。他知道景睿一直不立皇后是没有想要的姑娘，这会儿许是动心了。封号大典还需要辛苦林哥哥。不辛苦。你回来了。今日他可闹腾。他很乖呢。明日我带你去五福楼用膳可好？啊？怎么了，佳佳？我当初并不是从小太监开始得赏识的，我原本是进入侍卫营的。总之，我只是生病，如今治愈了。那这几个月你日日守着我，他还以为是怕被人发觉呢。佳佳，暗处盯着我的人太多，你的胎不稳，我不敢冒险。原来是这样，我会小心的。我们的孩子一定会平平安安。陪都主夫人怀孕的消息宛若惊雷，这次震惊的不止朝臣，连京中的百姓都私下议论纷纷。他们可不觉得都主夫人怀的是别人的孩子，毕竟谁不要命了敢给裴都主戴绿帽子？众人都想到了如今的圣上，他的皇位还能坐稳吗？圣上，裴敏欺君大罪，按律当诛啊！王大人何出此言？他裴敏不是太监，当年裴都主可是太监出身，可他欺骗众人，自己无法人道。若不是因为这样，先帝怎会派他执掌东厂，还有自由出入前朝后宫的权利？圣上，裴敏狼子野心，请圣上尽快处决，莫要留有隐患啊！朕虽为圣上，可是也不能阻止臣子治病吧？这岂是明君所为？既然如此，圣上便夺了他的东厂厂督职位，变为平民，才能稳固朝纲啊！王大人，朕如何做事还轮不到你来指令？你以为东厂是人人都能掌管的？只说东厂的狗都不一定认你这个王大人。东厂是太安朝的定海神针，东厂不稳，朝政不稳。王大人可是想着太安朝断送在朕的手里？朕瞧着王大人年纪大了，脑子嘛糊涂了，既如此，就在家安心休养一段时间吧。林哥哥真的是都不提前说一下吗？也不知道他儿子会是什么样的。来人呐，去库房里挑一些上等的补品送去都主府，给都主夫人补补身子。太医院妇科圣手也派去，什么时候都主夫人生产了，什么时候回来。是，圣上。楠楠啊，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告诉外祖母？你年轻，经验不够，身边又没个嬷嬷，又是头胎，你差点吓死外祖母啊！外祖母，是嘉禾的错，您放心，我一直小心着呢。哎呦，嘉禾，你应该偷偷派人回神府通知一声，舅母也好为你提前准备好人呀。这肚子似乎有些大，你可是补得太过，平日不运动。他也没见过别人怀孕，不知道自己这肚子如何。大舅母，我平日也时常走动的，可是我这肚子有什么不对劲儿吗？倒也不是，只是瞧着和我之前怀孕有些不一样。我刚进来也看着嘉禾的肚子似乎比别人的大一些。平日里可请平安麦了？我3日请一次，一次不曾落下。这样就行，许是肚子里孩子长得好，重些。平日里多走走，只是怕生产时要吃点苦头啦。不过女子都是这样，做母亲不容易呀。祖母，这孩子让我欢喜，能生下他，我是不怕吃苦的。你有孕的消息来得突然，一时找不到安心的人，
外祖母先把袁嬷嬷留在你身边，这样外祖母安心。外祖母，这怎么行？没什么不行的，有袁嬷嬷在我放心，你就不要多说了。谢谢外祖母。佳佳，你回来了。今日外祖母将袁嬷嬷留给我了。这样也好，有袁嬷嬷在我也放心。是啊。督主，闽州因为疫灾死了不少青壮年人，如今春时受了一场暴雨，不少耕田都受了影响。闽州也是他的家乡，经过一场内乱，新帝登基，如今国库已经空虚，况且国库救助不是办法。督主，户部银子少得可怜，不如属下再去查哪家可以抄。听说南山有一老翁擅长农技。回督主，是有这么一人，不过性格古怪，独喜隐居。是人就有弱点，去查一查。是督主。查查哪家肥得流油，割一割。是督主。裴敏吩咐完后，思索着穆家，随后摇摇头。上次穆家送来的女子，让他意识到穆家有些人已经变了。既如此，他便不打算和穆家过多亲近了。这样，于穆家，于他都是最好的。这泰安朝这么多蛀虫，抄。是圣上。师傅，李行好像很开心啊。小崽子，都敢背后议论李行了，小心咱家保不住你。这位爷如今竟然也靠证据说话了。动手。应李行。咱家奉旨查抄，闽州当年的水坝可是侍郎主持修建的，如今一个不小的春雨竟然都抵挡不住，可想而知侍郎得多肥呀。走吧，去东厂刮刮油吧，查干净点儿，别漏了。是，李行。许褚亲自去了一趟南山，那擅长农技的人喜好品茶，最后许褚连威胁带引诱的将他送去了闽州。若真的嫁妆准备的如何了？回父亲，已经备好了。那日穆若真去京中被发现后，他俩便被穆青好一通教训，甚至将大房手里不少东西都收了回去。自从那次后，阿玲便没有再联系他了。他知道那事惹了阿玲不满了。老爷，京中来人了，不过没有多待，只送了一个人，说是擅长农技。明州农灾有救了，阿玲到底还是对明州不一样。赏春宴在泰安朝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活动，一般是由皇后主持的一场宴会，偏随意些。夫人，您瞧这身如何？想到今日春日宴上，怕是裴敏还会同自己穿一样的。那件吧。佳佳穿哪件？喏，是那件。多谢夫人。你好好的，这么多人都看着呢。我为佳佳更衣可好？来，太上。我怕春光覆水流，秋来树叶红。这春日宴除了赏花赋诗外，更重要的便是各家相互相看的时候。怎么了，小气鬼？你不是同裴夫人相熟吗？儿媳只是同裴夫人认识，并不相熟。真是呆，关系都是走动出来的。你整日在府里，怎么和裴夫人相交？裴夫人离生产不远了，带回了府，我让人给你送些孩子的东西，你亲自送去给裴夫人。是。先喝杯温水暖暖肚子，虽然春日，但也有凉风。好，当初他被赐给裴督主，自己被赐给康王，同时被人议论悲惨，可如今他过得顺风顺水，自己却一派狼藉。尤其是在看到宋锦安被康王眼睛不眨的送人谢完，还有府里不少的姬妾被他用来当做笼络人的工具时，宋西南心里直发怵，他知道自己越发不安全了。你在看什么？臣妾只是寻求遇见姐姐，想看一看她状态如何。竟然能给裴敏怀上孩子，说明……你怎么了？不是。圣上驾到，皇后娘娘驾到。起身，裴夫人身子重，皇后特地为裴夫人准备了孕妇的膳食。
若是夫人有吃不惯的，再让御膳房重做。他没做过呀。是啊，裴夫人若是不喜欢，就让御膳房再做。多谢圣上皇后。裴督主客气了。开宴。佳佳，你这般喜欢，不如我在府里给你买些月刃。好啊。想得美，有什么好搔首弄姿？罢了，这一生他也不是没有享受过光照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只不过那道光如今也遇见了自己的光。这也是宫中舞娘吗？不是。臣女恭祝圣上身体安康，泰安民生稳泰。竟然是大臣之女，这是谁家的女子？这般轻浮。难不成在那些大臣眼里，自己是个色令智昏的色批？殿中是哪家的小姐？回皇后娘娘，是臣的嫡女，今日特意为圣上和皇后娘娘准备的舞蹈。不知小姐可曾定亲？若是没有，不如圣上将她赐给本王。康王勿要妄言，今天晚上他一定不会好过了。我中吗？不中。佳佳，可不可以？可以。佳佳，快！夫人，你醒了吗？裴敏这个王八蛋骗子，昨夜一直在骗他。督主可是受凉了，春日里也需要注意些。他猜现在一定有一个小姑娘在骂自己。夫人，听说昨夜康王死了，为何？不知道。康王和康王妃一出宫后，康王在官道上就被劫走了，应该是康王得罪了谁吧。不过康王妃没事，只是受了惊吓。昨夜侍卫营找了一夜，今早在郊外的竹林里被发现的尸身。还有一点他没敢说，康王被发现时是裸体的，浑身上下没一块好肉，那个永远不中用的命根子也被割了，嘴巴和眼睛都被人缝住了。夫人，咱们可需要送些补品给康王妃？派人送些去吧。是。他也算熬出来了。康王的死因可查到了？大理寺去查了，不过查不到，没有一丝线索。看来康王得罪的不是一般人。他终于熬出来了。他心里那块重石忽然消失了，他突然觉得自己悲哀的一生好似有了点希望了。王妃，裴夫人派人送来了补品。进来。王妃，我家夫人听闻您受了惊吓，所以派奴婢送了些补品，祝您早日康复。替我谢过你家夫人。王妃客气了，奴婢就先退下了。既然是康王遇见劫匪，那就结案吧。是。康王的死就这么过去了。大表哥终于要成亲了，听说童家的姑娘很是不错，想来也能和大表哥琴瑟和鸣。夫人说的是。只可惜我即将临盆，不能亲自去了。裴眠，我竟然有些紧张，我怕我做不好一个母亲。他自小失去母亲，他不知道母亲应该是如何做的。佳佳，按你的想法做便好，无论你怎么做，都会是一个好母亲。为何？因为你爱他。那你也会是一个好父亲。我们一起做好父亲、好母亲。佳佳，我在。佳佳在，我便安心。我们安寝吧。好，怎么了，佳佳？我好像要生了。去将产婆带来。是，督主。佳佳，我怕。督主，请您先出去。你先出去吧，放心。佳佳，我怕，我就在外面守着。督主，夫人生产还得有一段时间，您先穿些衣裳吧。夫人不太好。督主，您看，若是只能保一个，您保哪个？保夫人，无论如何一定保夫人。若是夫人出了事，你们都得死。是。他想象不到，若是他的佳佳出了什么事，他该怎么活？他曾经看到兴奋的血，现在让他浑身僵硬。佳佳，不要了，我们不要孩子了，求你好起来，别离开我。裴眠，
肚子里是他和裴敏一直期待的孩子，他一定要生下来。夫人，您调整呼吸，听我的话来，呼气，好像是双胎。哎呀，生了，夫人生了，是2位公子。姐姐，来人，来人！督主放心，夫人只是太累了，休息好就醒来了。督主啊，奴婢们要为夫人收拾了，您不若先离开。督主，这是咱公子，名唤裴熙和裴玉吧。熙者、玉者，光明平和。是督主。轮中有见草木深，檐下雨落无故人。回忆斑驳，我却还佳佳，你醒了？我没事，你怎么好像脸色不好？许是昨夜没睡好。吓坏你了吧？你快去歇会儿。我没事。孩子呢？2位公子在乳娘那里。2位？你是说我生了2个孩子？是啊，夫人，2位公子一模一样呢。夫人，督主已经取了名字了，取了熙和玉2字。好，去把他们带来。是，夫人。他们的小字你来取可好？好，握紧怀鱼，便叫阿锦和阿鱼吧。好。我愿不该受此爱火。佳佳，也许是我错了。我一生罪孽滔天，求我佛悲悯。我的恶，我愿生生世世来还，但求我佛允我陪着佳佳过完此生。下辈子我绝不饶他，余下的生生世世都用来还你。只求我佛慈悲，允我一世就一世。施主已经圆寂的了凡大师。贫僧了凡，施主往后多行善事，谋些善缘，为人为己。你说上辈子督主是不是对不起2位小公子了？这些日子除了乳娘喂奶的时候，剩下的基本都得裴敏陪着。许是因为裴敏一直给肚子里的时候的他们读书，所以才这般黏着他们父亲。莫不是萧策故意让我在孕期的时候读启蒙书？他似乎被那人坑了。夫人，哟，夫人您起来了。是啊，督主在里面吗？督主在呢。佳佳，你来了。这2个孩子又闹你了。还好，我的佳佳辛苦了。我知道你一直在陪着我，所以不觉得辛苦。对了，外祖母他们想来看一看我和孩子。到时我派人去神府接来。好。外祖母、大舅母、二舅母，这便是大表嫂吧？表妹，快把阿锦和阿鱼抱来。小字倒是不错的，正好2人同胎。我原也不奢望这种福气，没想到老天眷顾。我儿的苦都吃尽了，如今和往后都是福气。承外祖母吉言。说起来，你们可是打算好好办一场100岁宴？我和裴敏商量了，不打算大操大办。我们能得这2个孩子，已经是好福气了。若是太过高调，怕折了孩子们的福气。嘉禾说的是对的，原本督主府就受所有人注意，这个时候越低调越好，于你们于孩子都是。外祖母说的是。哎呦呦，曾外祖母的小孙孙哦，这2个孩子长得可真好看，眼睛像你。是啊，这2孩子真是乖呀，一点也不认生呢。表嫂也努努力。王玉宁看着皱着眉头，时不时嫌弃单上东西少的景睿，神色逐渐崩裂。若不是他知道裴督主的权势，他都怀疑孩子是景睿的了，恨不得把国库和自己的私库都搬给厂督府。圣上，王玉宁实在是忍不住打断了他的絮叨，他以前怎么没发现他话这么密呢？皇后是有何事？臣妾知道圣上看重裴督主，可也该注意些分寸。您这些东西一股脑的送去，在外人看来实在值得揣测啊。确实是，还是分批送出去吧。夜里让锦衣卫再送一批。宫里不用过日子了。
辛苦公公了。夫人客气了，都是奴才应该的，奴才就不打扰夫人了，回去伺候圣上了。先都放进库里了吧，找个单独的地方放着。你不在的时候，他们俩安安静静，乖巧得很。佳佳，来我这里。那我不在的时候，佳佳乖吗？你快起来。佳佳没告诉我你乖不乖。迎星，督主有何吩咐？抱走抱走。是。迎星和许褚能行吗？能行。圣上驾到！参见圣上。起吧，如今夏暑快到了，宫中一些凉茶凉山都该备一备了。是，圣上，臣妾已经派人准备了。皇后做事，朕一向是放心的。裴督主如今喜得贵子，他为政事操劳，如今有了大喜，作为宫妃，你们也都需要有些表示。是，圣上。你们也莫要不懂事，扰了皇后。朕前朝还有事，先走了。皇后，今晚朕来看皇后。是。景睿一不想去后宫，就会借口在自己宫里。其实两人一人一张被子，规规矩矩睡一夜。不过在外人看来，他这个皇后很是得宠，因为1个月景睿有半个月在他这里，10天在朝阳殿独睡，只有4、5天会去后宫，但不留宿。这串佛珠是何时来的？前几日偶然得来的。你是又去求的吧？佳佳总是这般聪慧。他早就发现裴敏不对劲儿，尤其是他身上若有若无的檀香味。长都府从未有过佛堂，白日里他除了公务便是看孩子，如今他是想明白了，怪不得他这几日总是眉眼带着疲惫。佳佳，这是……我们有幸得了阿锦和阿鱼，我想应是上天庇佑，所以我想摆个佛堂，往后初1、15，你我吃斋念佛，为2个孩子多攒些功德。那你们说，你们喜欢什么样的女子？娘，儿子总得想到心仪的姑娘成家吧，毕竟是一辈子的事儿。何况狼哥不也迟迟才定然吗？阿郎人家虽然当时迟迟推脱，但是人家是因为有看上的姑娘。你呢？你瞧上哪家的姑娘了？还有你别以为外人夸你稳重温润，我就不知道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一个明着使坏，一个暗着使坏。佟婉仪今日被查出有孕，温氏看着自己的长嫂都快抱孙子了，自己连儿媳妇都没见到，心里就憋不住的气。爷，这么晚了您还不回院子吗？再等等，等夫人撒了气，他再回去。阿爸，如今你有了身孕，就让母亲先管家吧，我怕你劳累。那便得劳烦母亲了。怎会？母亲如今知道自己要做祖母，怕是开心的紧。且听一曲唱罢，酒已过3巡，3更不晚，燃灯火通明。知秋，夫人可是渴了？给我拿杯水来。念下，帮我用粉将这些遮住了。是。裴敏这个家伙，明明知道我今日要带着阿锦和阿鱼去审府的。督主，北渊的使臣下个月就来了，官驿和使团都安排好了。这次是沈家大房长子沈恒负责接待。这次北渊来，主要是为了2国通商之事，让沈家多做些准备。是。督主，属下查了整个昭安寺，所有人都说画像上的是已经圆寂了的了凡大师。去沈府。婉仪，不若你去摸一摸阿锦和阿鱼，提前感受一下。表妹，大表嫂不嫌他们闹腾就好。大嫂怕不是没告诉嘉禾婉仪有孕的事吧？月份还小，不好张扬。是，表嫂前几个月可千万小心些。不谢表妹，有母亲在，我很安心。大嫂都要成祖母了，可怜我那2个不争气的，连儿媳妇在哪儿都不知道。缘分来了，你想拦都拦不住，莫要强求啦。母亲说的是，只可惜那2个孩子，一个整日读书，一个整日做生意，都没个机会见到个姑娘。二伯母，童家过几日要办一个投壶会，不知2位堂弟是否愿意玩一玩？好啊，到时候我让他们也去凑凑热闹。外祖母安。裴督主。晚辈小字阿玲，外祖母可唤我小字。
好，阿玲正好到了，叫人摆午膳吧。夫人，求您看看，张儿如今已经5岁了，她自幼聪慧机敏，若是得了好的教养，一定不会差的。正经世家的不会做出这种私养外室，还让外甥子在嫡子前头出生。莫说是外甥子，即便是庶子也是不能的。婉清，你以为如何呢？母亲，这种事说是传出去，必然会有人弹劾侯氏私养外室，嫡庶不分。他这意思不就是不想让他的孙儿证明吗？其实若是将这女子对外称是个通房，也不甚严重，最多就是让庶子先出生了，没有外室这么严重。看来他是打算认下这娘俩了。那就按母亲说的这样吧，对外只说于氏是世子的通房，后来被打发出去，才得知怀了孕，自己生下了世子的孩子，如今刚刚认回来。母亲，您觉得如何？中远侯夫人也知道这事是自己儿子的不是，周婉清能退让已经很好了，若是真的闹起来，有周家在，怕是中远侯府要吃个大亏了。就按婉清说的来。只是他毕竟是世子的长子，于是到底是清官出身，教养着孩子的事还是由我这个嫡母来吧。母亲，你以为如何？也是，到底是花楼出来的，我是放心你的。你是嫡母，莫说外甥子，便是庶子也该由你教养。多谢母亲信任。回夫人，世子已经给孩子起过名字了，名杜远。好，改日便上了族谱吧。夫人，您刚才为何不拦着那贱蹄子进门？你以为若是没有侯夫人首肯，他能带着那孩子进来？他们怎么这么欺负人？当初还是您去求了裴夫人，否则中原侯府早就没了。放心吧，只有我的孩子才是嫡子。小姐，这事儿肯定瞒不住，要不要告诉咱们家夫人？不必，若是我去说，他会以为我处理不了。等京中传言出去时，母亲会知道我已经有了对策。是。世子夫人，世子说今晚不过来了，你们早些休息。世子便是这般等不及吗？这不是打您的脸？他是有一段日子要这样了，准备歇息吧。念夏姐姐，夫人这会儿可有空？夫人正陪着2位公子呢，你进去吧。多谢姐姐了，见过夫人。可是有什么事？夫人，今日传出中远侯府世子有个5岁大的庶子，这才打算上族谱。一般庶子不是出生就会上族谱？夫人说的是，中远侯府对外的解释是，这孩子是中远侯世子以前的通房所生，在世子夫人进门前打发了，只不过那个通房后来发现自己有了身孕，私自生了下来。这个说法他是不信的。咱们东厂查了，是中远侯世子养的外室，如今孩子年纪大了，需要启蒙才带回来，而且那个外室也被当作通房带进去了。中远侯府如此荒唐，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起码要打杀或者是发落那个外室。没曾想中远侯府真是给人小刀划屁股开了个大眼，外室和外世子都带进府了。这种事朝中可有动静？泰安是重视嫡庶的，何况还有周家，岂会坐视不理？听李行说周家没有说话，倒是有些文官当朝参了中远侯府，行事不谨。应李行不应该在上朝？谁不知道夫人你爱八卦？李行可是给递过来热乎的呢。我可怜的女儿。夫人，您切莫再哭了，咱们小姐没告诉你，一定就是怕您难过，您这样可要小姐心疼了。嬷嬷，我捧在手里含在嘴里的娇娇，如今被他们这般折辱，我却不能帮她，你让我如何不难受啊？夫人，您想想，咱们小姐自有精养，不过一个花楼的蹄子，怎会入咱们小姐的眼？是我的女儿，断断不是平庸之辈。中远侯府竟然用花楼的继子折辱我儿，我定然不会罢休。地帖子，我倒是要去问一问，他中远侯府是什么意思？我好端端的女儿，岂是由他们这般作践呢？是他自责却又无奈。在当初中远侯世子科举舞弊时，他就后悔了。可是当时他提出退婚，被周老夫人呵斥了。因为周婉清嫁的不仅仅是他的夫婿，更是周家和中远侯府的联合。嬷嬷，我记得曾经的中远侯有个青梅竹马的表妹，只因为当年她的身份低微，被中远侯老夫人赶走了。回夫人，是有这么一回事，去查一查那女子如今在何处。
如今的中远侯老夫人整日吃斋念佛，不管庶务，可中远侯不敢忤逆自己的母亲，因此不敢寻找自己的表妹。可若是他突然出现呢，得不到的便是最好的。今日怎么在这里啊？我想来这里接你。佳佳真好。你好好的，今日你怎么了？好似有人惹你不开心似的。萧策那个死东西，竟然还想把孩子送过来让我照顾，不过我拒绝了。谁有空给他带孩子啊？还不是想霸占自己的夫人？他哪里比得上我这般好的父亲？你瞧你，倒是自己夸上了。我不是吗？是，你最好了。我竟不知道督府什么时候学会扮脸这活了，小心被督主听到。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呢？侯夫人，如今京中盛传侯府的事，不知侯夫人是何打算？这事儿也是个误会。那通房是个有志气的，自己生下孩子养到了这么大，可毕竟是侯府血脉，您说我也不能看着流落在外吧？那女子是怎么回事？一查便知。如今既然已经带进来了，我也不好说什么。只是正房无子，庶子便这么大，终究会让外人道世子非无能。管他们怎么说，总归这侯府的钟馗是在晚清手里，一个通房就当半个奴才似的养着便罢了。若是他有旁的心思，晚清处理了便好。反正一个花楼出身的通房，他也是瞧不上的。母亲，您何时来的？发生这种事儿，母亲自然是要亲自来看看你才放心。母亲，你不必说，母亲都知道。如今侯府钟馗在你手里是最好不过的。母亲，如今中远侯府入不敷出，女儿管着钟馗，反而不停地从嫁妆里垫钱，偏偏中远侯府花销巨大，样样要好的，这钟馗我是一定要想办法脱手的。怪不得当初侯夫人这么痛快地将钟馗给了自己。怎会如此？当初为了救中远侯世子，周家和中远侯府各出60%的家底，可周府后面慢慢转还，虽然不似以前银子如流水，可维持原状是没问题的。我想怕是在出事前，中远侯府便内里落败了。若真是如此，那岂不是白白害了他的女儿？周家和中远侯府联合的意义在哪里？世子不似外面看来的温润有礼。青儿，这侯府你是断不能再蹉跎下去了。中远侯夫人把烂摊子扔给你，就是想让你担起这个家。可你的嫁妆也是有数的，经不起这么花。侯府的人都靠不住，没了嫁妆你更难过。既入泥潭，不如趁早脱身，莫要等被彻底困住。可周家，他若是此刻提出和离，外人只会说他为政事不大度，周家教女不善。此刻不是好机会，侯府会将脏水都泼在你身上，必须让坏名声都压在侯府。母亲，我终究是让您操劳了。过儿莫哭，母亲已经无能一次，断然不能再无能了。你放心，周家那边母亲去处理，你眼下最重要的是将钟馗脱手了。是。给我拿200两银子。这么多？世子是有什么事吗？是我打算把远儿送去皇家学院读书，需要一些打点。皇家书院那都是各家嫡子的去处。世子，母亲将钟馗给我时，账上只剩下127两银子了。这几日府里开支，现已经只有80多两了。堂堂侯府怎么可能只有这些？当初为了救世子，侯府出了60%的底子，如今拮据些也是正常的。那你嫁妆中的现银先借我些吧。罢了，阿锦平日里更稳重些，我看啊，这孩子以后指定是个读书的好料子。狼哥这么说，我倒是没想到的，还以为狼哥会说阿锦日后要舞刀弄剑呢。明明长得一样，却还是不一样的。是啊，外祖母，阿锦平日里更安静些，阿鱼更闹腾点儿。他可不这么觉得，他觉得自己的大儿子更难带些，他是蔫儿坏。阿玲是不错的，对你对孩子都是顶好的啦。是呀，嘉禾这样我也安心了。这女子嫁人便是把一辈子赌出去的，多少女子都是所嫁非人。不说别的，只说周家的小姐当初在闺阁中时也是顶1顶2的贤惠，如今嫁给了中远侯府。唉，那孩子怕要苦了。
中远侯世子都开始当东西折现银了，可想如今的侯府是何光景？二弟妹是如何得知的？大嫂，您莫不是忘了吉德堂是咱们沈家的当铺？中远侯世子说他要200两银子，堂堂侯府世子竟然200两都拿不出来。温氏之所以当着阮腾罗的面这么说，就是想提醒他如今中远侯府的境况。最近阮家同中远侯府走动亲密，意在给阮腾罗的哥哥和中远侯府的小姐一亲。若中远侯府真的这般，那阮家和他们联姻，岂不是自寻烦恼？督主还在书房吗？回夫人，督主一直在2位公子那边照看着。阿锦和阿鱼不是睡着了吗？佳佳，外祖母他们走了。你一直躲在这里吗？也没有休息一会儿？我不累，我怕他们醒了哭闹，打扰你和外祖母他们说话。佳佳一向不爱交际，但是总归是有些女子的话是不方便说与她的。平日里无事，你可以邀请舅母他们来，或者你也可以去省府。娘亲，这事儿您再和爹爹商量商量吧。看来这是沈家在提醒我们，也怪母亲未曾打听清楚。侯府遮掩的紧，莫说我们刚刚来荆州，便是在荆中根基颇深的周家，不也没查出来吗？今日沈家提醒我们，也是因为你的缘故。你放心，母亲会处理好此事，断然不会让你受了影响。你只管备驾便好。欢迎北渊使团来京。多谢大人等候。这位是我朝长公主，北渊商贸皆由长公主决定。沈大人，长公主，请。北渊国如今执政的皇帝和这位长公主是一母同胞，当初北渊皇帝登基也是在一众兄弟中厮杀出来的，其中他这个亲姐姐可没少提供助力。若说只为了通商便值得北渊长公主出面，那是说不过去的。督主，北渊长公主来了。你猜苏战南是何意？北渊皇帝苏战南可不是简单的，如今让自己的亲姐姐来，这里面绝对有事。属下以为应该是想和我朝联合，旨在稳固北渊。最近留意驿站的使团。督主回防的时间是越来越早了。今日北渊使团入京，明日有宫宴，到时我来接你入宫。好，听说北渊长公主也来了，早就听说过这位公主，明日终于能见一见了。佳佳在看什么？你瞧，中远侯府竟然带着庶子赴宴，还这般招摇。没规矩的上梁，培养出没规矩的下梁罢了。你是如何做母亲的？一点都不照应这个孩子。这孩子同我不亲近，也从未叫过我母亲，我怕做的太多，记得这孩子在宫宴上做了不妥之事。还不是你这个嫡母没做好。当初那个外室口口声声说是为了启蒙，可是他先后给他寻了3位好夫子，都被他各种脾气气走了。他是看出来了，那个外室是想抱着侯府将他儿子送去皇家书院的念头的，如何能瞧得上普通的夫子？索性他继续垂着头，就坐实了中远侯府这嫡庶不分、欺压儿媳的名声。宋慈安远远地看着，想到了曾经那个坐在自己对面，愿意用6成的周家救未婚夫的周婉清。若是佳佳想帮他，就去做。佳佳只需知道你的背后是东厂便可。他未必要我帮忙，万一他并不想让人替他可怜呢？佳佳说的是。圣上驾到，皇后娘娘驾到，请北渊使团。他记得上一世他去世的时候，这位长公主都未曾出嫁，一直忙于北渊商贸上，为北渊百姓谋便利。见过泰安圣上，一路远来辛苦了。今日长公主来是代表北渊同我国合作，这杯朕先敬长公主。多谢圣上。在这个男尊女卑、女子只能在后宅的境况下，北渊长公主打破了桎梏。先吃一点吧。裴夫人，康王妃是有何事？多谢裴夫人当初派人送的补品，不仅仅让她心暖，更是让宗室得知他和裴主夫人有来往的时候，没有为难于他，否则他这个无子的王妃独自支撑着王府，怕也是要不好过了。你如今过得可好？如今再不好，也比以前强多了。我姨娘身体也稳定许多，这样安稳的日子，我已经很满足了。若是有需要我的地方，派人来都督府寻我。多谢大姐姐，那我先回去了。好。等老爷回来，不会放过你的。老爷怎么会因为你这么个东西责怪夫人？你们敢！我可是康王的人。宋景安，康王都去世了，谁还记得你这么个
供人玩弄的侍妾。即便如此，我宋家还有一个督主夫人，一个康王妃，你们休想卖了我！宋家早就没了。督主夫人如今独宠在身，又有双子傍身，若是真记得你，你还能在这里供人泄愤？宋景安，你母亲就是个迫害正室、不知廉耻的外室，还想自己的女儿锦绣平安？去，送去乐欢楼里，告诉那里的妈妈，这次的这个不是什么上等货，便宜些。是，夫人。夫人，老爷不会生气吧？生气？你以为我傻？如今这贱蹄子都多久没有被宠幸了？你别看咱们老爷好色，但他也膈应用一个死人用过的。秦老板，如今货期已到，货呢？沈小公子，您先消消气，您先喝杯茶。公子，您请。莫说这些无用的，货什么情况？沈家的人，这一次他一定要为自己谋好出路。世子安，世子。听娘院子里的燕窝为何断了？下山也是素锦，不是素软锦。回世子，宫中的银子紧缺，母亲他们也是素锦，燕窝也是因为最近价格实在涨了不少，侯府停止采办了。以往母亲涨价也不见得如此，你是如何涨价的？钟馗莫不是你中饱私囊了？爷，你怎会如此说？宫中一笔一账都是有账目的，况且管家都是跟着父亲母亲几十年的老人了，妾身如何能作假？这家我怕是涨不了了，去把钥匙给母亲送过去。什么？他把钥匙送回来了？夫人，世子妃好似受了委屈，是因为拿不上台面的东西，竟然教唆世子做出这等子事儿，难不成以为生了个儿子就能顶出天来？明日世子出府后，将他给我叫来。是，今日我累了，歇了吧。佳佳，今日的裴敏发的什么神经？一回来就抱着自己回房。佳佳，你为什么看别人不看我？何时看过别人了？今晚佳佳一直盯着北院那个长公主看，为何？什么？儿雪流黄金缕，小雨盈盈。红帐无风而动，偶尔传来嘤咛。许褚，怎么了？我们去两位公子的房里瞧瞧吧。央星已经连着4日出任务，没有见到裴熙和裴玉了。两位公子已经睡下了，若是你不小心惹醒了，督主该生气了。你说的对，那明日我再来瞧他们吧。4日不见，只想见一见二位公子。裴夫人，我们夫人在3楼等您，请随奴婢来。夫人，可是有什么问题？那日在使团宴上，他并没有见到这个人。那位夫人便是泰安东厂厂督的夫人。他也会娶妻？随后又想到了大启的萧策，他的眸中划过了不解，一个两个都娶妻生子了，他不理解。裴夫人，当初我赌上大半个周家要嫁的人终究是不良人，若夫人助我成事，往后我有了自由身后，可为夫人所使。周小姐又能为我做什么呢？夫人如今已为人母，还是需要多为孩子筹谋一番。我虽是女子，可是周家独女，和离后我会另立女户，独自经营手下的商铺，而我母亲会陆续将周家的田产铺子转给我。便是我周家被吃了绝户，也是个空壳子。往后我所有的收成5分给督主府，我可以和您立契。便是没有我，周家一样可以为你做，为何要花费这么多来找我？因为我也需要督主府。他和离后若是在周家，会给周家带来许多不好的名声。可这个世道，他若是自己独自生存，是无法平平安安的。他不如同宋慈安搭上利益关系，搭上他便是搭上东厂。好，你需要我帮你什么？只需在合适的时间，东厂上一封折子给圣上，折子上的内容，我会让它成为事实。苏寨南入京了。是督主，
在北渊使团入京的第4日时，北渊皇帝暗中入的荆州。派人多注意些。是。终于见到这2个小家伙了。督主不留下来用膳吗？朕还想看一看阿锦和阿玉。既如此，孩子就留在宫里给圣上瞧着。本座先回府了。好，圣上，臣告退。臣告退。佳佳，今日带你出城赏花可好？孩子们呢？圣上喜欢，他看着呢。我已经让乳娘都去宫里了。等我们回来后，我让徐叔去接人。他们还那么小，怎么能行？怎么不行？没有你我的时候，他俩乖得很。走吧，佳佳。自你生完阿锦和阿玉后，每日操劳着他俩。今日我带你出去走走。也好。那我给你换衣服。我自己来。为父来。你拿小衣做甚？自然是为佳佳换了。这会儿午时太阳大，咱们先歇一会儿再出城。裴眠，我在，乖乖。芙蓉帐暖，夜笙歌。都怪你。是，都是怪我。还有多久到啊？快了，佳佳。此处原是野花生长，后来不知被谁种了不少供人观赏的景花，虽然无人打理，却也每年开放自如，比一些精养的都强上许多。佳佳看够了吗？我只是看那人似乎有些眼熟。那是温王。温王？之前的九皇子。温王此刻不应该在封地吗？怎么会在这里？谁知道呢？小心眼儿的男人，你不开心吗？我现在开心了。王爷，探子来报，王妃带着丫鬟进入了花林。暗中派人将周围所有的出口都围起来。这里好美啊，难怪大家都出城赏玩。你怎么知道这处地方的？秘密。哎呀，你放开我，你弄疼我了。淼淼，乖些。我这次给你留了信的，我只是来看一看花林，看完了我会自己回府的。还说这个，你只带个丫鬟就偷偷跑出去，不知道会有多危险吗？我就不该心软，撤了你身边的暗卫。易哥哥，不要嘛，我以后去哪儿都和你说还不行吗？温王这算无照入京吗？藩王无照入京可是大罪，他竟然为了这个女子如此不管不顾。他为了那女子可不是第一次了。仔细讲讲。想知道？想。今晚告诉佳佳可好？裴冕，你不爱我了？我说。那你说吧，我听着呢。刚才和温王在一起的是他的王妃。先帝在世时，从不管各位皇子的婚事。温王此人恬静寡欲，他母妃又地位不低。去世时，温王已经13，他从不参与朝中的云诡波谲。他的王妃是他外祖家的表妹，不知为何，温王见了那个表妹之后，便似变了一个人，直接要了圣旨，娶回了府里。至今温王府除了这个王妃和几个侍女外，没有一个女人。温王还挺专情。佳佳，我不专情吗？林哥哥最专情。王爷，附近有锦衣卫，我们回去。我下次再也不来京中了。他也听懂了刚才那个随从的话，这会儿满脸懊恼。淼淼，你莫自责，不会有事的。他爱他，可是他爱自由，原也是他将他困住的，如今哪里舍得怪他？魏四淼出身魏国公府，但自幼身体孱弱，5岁后偶然遇见一尼姑，将其带上山养着，直到14岁时才被送回魏国公府。刚回府1个月，便被温王见到了。督主，可要属下去接2位公子？去吧。是，督主。督主，属下也一起去。去吧。你刚才在犯什么蠢？他只是站在那里，实在尴尬，想找个借口出来，谁知道督主会想多。果然，督主和夫人待久了会乱想。走吧，走吧，快去接2位公子。似乎他的母妃从来没有带着笑意看向逍遥王时，也能同时笑着看一眼他。今晚朕留宿在皇后这里，那臣妾去准备准备。不必了，朕和皇后今晚都宿在榻上。若是皇后不愿，朕去偏殿。圣上还是宿在正殿吧。皇后当真愿意？
几度春风，热胭脂红，花雨落满楼。小径之中，花蝶如丛，却难觅前踪。你回来啦？佳佳怎知是我回来了？我自然是听到你的脚步声了。这是你做的吗？佳佳喜欢吗？喜欢。原来你下午出去是做这个了。我把春光覆水流，就来树叶红。昨夜景睿像没见过女人一样横冲直撞的，弄得他此刻身子也不舒服。景睿拿进来的避子汤和他带着愧疚的目光，他心里确定了，他确实不想要孩子。皇后娘娘，您身体不适，不如让外面的妃嫔回去吧。不必，伺候本宫梳洗吧。督主，这几日沈恒已经同北渊使团定下了互伤的单子，今日便是交换礼单和样品的日子。苏战南最近有何动向？回督主，并无。堂堂北渊皇帝暗中来泰安，竟然只是安安静静的吃喝。定景点，他和萧策一样，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是，穆家二房快入京了，不必理会。是，督主。穆家二爷此次入京是得了调令的，但同裴敏无关。穆青留在闽州，穆家大房也都留在闽州，而穆若真已经出嫁，穆青匆匆将她嫁人，一来是断了她的念头，二来也是为了保住她。毕竟裴敏的手段他是清楚的，穆家的人情经不起这般折腾。你说的可是真的？回夫人，确实是如此。中远侯在北阳街上那处宅子里养了一个女人，原本养女人这事儿，中远侯夫人还不至于如此在意，毕竟他儿子已经长大了，世子之位也已经定下来。可让他在意的是，他竟然把那个女人养在北阳街的那处宅子里。夫人，莫不是她回来了？怎么可能？去寻几个粗使婆子，本夫人要去亲自瞧一瞧。她不是说男子3妻4妾很正常吗？如今我倒是要瞧一瞧，冷不丁出来这么一个比自己儿子还大的孩子，他会怎么办？当初为了中远侯夫人娘家的势力，将已经怀有自己骨肉的表妹嫁出去，却还是这么多年暗中照看着那女子，甚至不惜杀害了她的丈夫。如今更是只受了一点蛊惑，就将人带回京中养着。且瞧着吧，这中远侯府呀，要热闹起来了。夫人，廷通房带着远公子来给您请安了，叫进来吧。奴见过世子夫人。起来吧，安爷请了，还有事吗？求夫人为远儿寻一夫子。当初寻来不少夫子，不远一个一个都气走了，不是说要去皇家书院吗？他总不能说世子为了给远儿安排皇家书院，被御史参了一本吧？世子自有安排，你后宅女子莫要插手太多。出去吧。等我长大了，一定将你赶出去。这真是让人开心啊！来人，请林太医，我的肚子疼。夫人，不如奴婢去晒成干花，您看如何？干花总比凋落强。去晒干，放进我的箱子里吧。是，夫人。佳佳，你今日回的早啊？佳佳是怪我平日里回的晚了？我可没有这个意思。佳佳，我先给你脱了这身衣裳吧。晚风捉住嘴上，花开昨夜晕染明月下。踏云修行神仙下，翻落水家。林太医是宋慈安告诉他可用的人。婉清啊，孩子总会再有的，果然是小娘养的东西。可怜他的嫡孙就这么没了。娘，你莫要生气。你这个蠢货，被一个女人迷得神魂颠倒，如今一个庶子竟然敢推嫡母，导致嫡母落胎，往后是不是要整个中远侯府啊？没名没分的外室和见不得光的外世子，就应该死在没人瞧见的地方。看来他已经见到那对母子了。
你是怎么看这个家的？当初就是你纵容着他将人带了回来，一连串惹出这么多事儿。侯爷，当初看那孩子您也挺喜欢的，如今把事儿都扣我头上了。本侯和你无话可说，只一点，那通房和孩子都不能留在府里了，你立刻打发了。若是这点小事都做不好，侯夫人的位置你也不必坐了。我做不得这侯夫人的位置，谁做的？你莫要忘了，当年若不是我母家，这中原侯府早就没了。你想做个忘恩负义的，也要看看御史台答不答应。北阳街里住着谁，你自己清楚。我也给你5日的时间，若是不能清理干净，那就别怪我把脸撕破了。沈大人，您看一看，这户上的样品可和名单里的对不上啊。沈大人，此事长公主并未张扬，还望您尽快查明原因。长公主息怒，此事臣一定给您一个交代。大哥，这些东西都是我亲手操办的，我亲自看着人一件一件抬进去的，怎么会？看来有人看不惯我们沈家了。若不是长公主遮掩，这事被捅出去，便是沈家再无辜，也要背一个黑锅了。瞧一瞧，丢失的都是哪些东西，派人暗中查一查，在不在市面上。若是不在，就细查中间所有接手的人。是，大哥。督主，沈家出事了。去查。是。夫人，那通房和庶子被夫人关在柴房了。你觉着咱们的世子爷会忍得住让自己的新家家和自己的儿子在柴房里？柴房那几个有人看管？主子，您莫不是想……你喊什么？您还是别了吧。如今咱们世子夫人刚刚没了孩子，您不如先去安慰安慰。那停通房到底有什么魔力，将他主子迷得有些失智了都？都出去！娘，跪下！我自小宠爱你。除了因为你是我唯一的儿子外，还因为你是中远侯府唯一的男嗣。即便你平庸，中远侯府也会保你一生富贵。再为你搭上周家这个岳家，周婉清这个主母后，你会过得更加顺遂。可是你忽然背着全家带回来一个外室，甚至还有那么大的孩子。也罢，我舍不得苛责你，杜源也是我的孙儿，我便是得罪周家也替你转还。那个外室在后宅耀武扬威，多次挑衅正室，我也当不知道。可是如今一个庶子无理狠心，竟是嫡母落胎，这事儿一旦传出去，中远侯府必将受罚。何况你父亲如今可不止你这一个儿子了，若真的因你牵连中远侯府，你觉得你父亲会力保你不成？娘，那我现在该怎么办？此刻你安抚好婉清，其余的都不许插手。我明白了，那我现在就去瞧一瞧他。去吧。沈公子，你是？您上次去秦家的时候见过民女。姑娘有事？民女是？姑娘既然不好开口就算了，我还有事，先告辞了。沈公子，民女是想告诉您，舅舅在给您的货里掺了别的东西。你如何得知？这里不方便说话，您看。秦小姐请上马车。这一次她一定要成功。秦小姐是有何事吗？无事。她怎么这样了？他家主子不开窍，可是他看明白了，这个什么秦小姐是打算勾引他家主子。切，想勾引自己主子，也得看他答不答应。佳佳，今日可是出了什么事？没有啊，今日回得晚了，让佳佳担心了。花环好美啊！那日他听到他惋惜花环一雕吼，便琢磨了起来。今日他是亲自去催着工匠赶工，所以才回得迟了些。该死的亲爷，竟给我搞这种！眼下重要的是把东西补上去。大哥放心，我提前都多备了货，都已经送给长公主了。如今沈家锋芒太多，不少人盯着咱们，再加上嘉禾是督主夫人，有些人不敢对督主府下手，都奔着沈家来了。那这事儿可用告诉嘉禾？莫要扰了他，有裴督主在，他不会有事。往后我多留一些，这次也是我大意了。不只是你，
整个沈家都要注意些。对了，你刚刚说秦小姐主动找的你，是，此女子你多注意些，尽量不要再往来了。啊，哦，好。阿南，这么多日你都在做些什么？我瞧了瞧泰安的风土人情，如今我是越发琢磨不透你了。明明一向把朝政看得比自己身体都重要的弟弟，如今不仅跑来这里，甚至整日闲逛。阿姐，我不会变的。唉，你后宫空虚这么久，狗老他们已经几次上折子，你没有理会。那些家伙不就是想在后宫安插人吗？我怕的并不是你不近女色，我怕的是有朝一日会有一个女子令你心乱。北渊皇室无情也专情，阿姐想多了。他们的母妃不是父皇所爱之人，所以才那般凄苦。侯爷，不好了，北阳街的宅子被围了。不知那些百姓从哪儿听说，宅子里是侯府的外室，今日一早被围得水泄不通，玄夫人他们根本不敢出门。一群贱民，本侯的笑话也是他们能看的。去将大理寺的捕快调去宅子边，把那些贱民都赶走，不听者都抓进大理寺。他是想毁了这侯府不成？这些日子他想尽办法的压制流言，他倒是好，为了他的心肝什么都不顾了。不过这事儿也不一定是坏事。侯爷即便再看重那个女人，可他更在意自己的地位权势。若是只能择一头，那必然是侯府的地位，否则他当年也不会娶了自己，将那个女人嫁出去。侯爷，圣上传召你。完了。中远侯知道这些折子都是写什么的吗？臣不知啊。这些折子里写的都是你平日里私交大臣，暗中倒卖贡品。中远侯世子后宅私养外室，宠妾灭妻，你中远侯行事放荡，为霸占百姓之妻杀人性命等等恶行。圣上他怎么会知道是谁上的折子？当年中远侯府的第一任侯爷恪尽职守，对朝堂兢兢业业，因此被封为中远二字。如今不知为何有你们这群败家子。来人，去给朕摘了那侯府的牌子，贬为庶人。求圣上开恩啊！开恩？若不是朕看在你们先祖的面子上，早就摘了你的脑袋，滚出去！亲家，这是何意？祖老，有劳您了。周家和中远侯府联姻，本是为促新人姻缘，可世子圈养外室，更带着外室和外世子回府荣养，宠妾灭妻。我周家不受此等侮辱，如今聚集两大家族中人，签订和离书，自此两家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这如何能合理呀？婉清啊，你放心，那对母子，母亲一定会处理好的，绝不会让他们碍了你的眼。你快和婉清保证啊！若是真的合理，侯府怎么能那么快找到合适的贵女？如今侯府已经快揭不开锅了。你当真要和离？是。好，你可别后悔。你虚伪懦弱，行事不谨，待我不善，我有何后悔？说后悔，那便是嫁给你，来你家受了这么多恶心。这是怎么这么多人？周大人也在啊。洪公公，圣上有旨。公公，那这杜夫人，咱家也有命在身，您不弱，先叫人把田产铺子的地契都拿给咱家，咱家也好复命不是？去替杜夫人拿一拿。是公公。洪公公，今日来本是为了我女儿和离一事，如今已经办妥，我等就先走了，不耽误公公办公务。洪公公，您瞧，夫人好大的胆子，皇家御封的地契都敢押出去，3日后这侯府就要收回去，夫人尽快搬干净。启禀夫人，督主，中远侯府被贬为庶人了，周家带人已经从侯府出来了，一同出来的还有周小姐和所有嫁妆。下去吧。是夫人。你不问我为何帮他？不问，佳佳想说我便听，不想说我便不问。总之佳佳想做的想要的，我都会为你做。你真的是……佳佳莫哭，都怪我。怪你什么？怪我惹了佳佳伤心。真是荒唐，堂堂侯府竟敢腐败至此。是啊，圣上，也不怪周家要同他们和离呀。
奴才去宣旨的时候，周家正带着周小姐出府呢。合理了，可不是嘛。你退下吧。是，圣上。夫人，如今周小姐已经带着东西都出来了，不过她的东西并没有带回周家，而是直接送去了她名下的一处宅子。最近派人看着些那处宅子，莫叫人起了坏心思。是，夫人。夫人，周小姐是打算另起门户了？用不了几日，她便会在那宅子里住下，你多留意些。若是宅子里的人寻我，你便替我去。是，夫人。阿锦和阿宇也快醒了吧？你去瞧一瞧，叫乳娘都抱过来。是，夫人。总要给他们多一点保障，对吧？督主，夫人似乎和周家那位小姐达成了什么共识，今日派了许莹多留意那边。他想做什么就做吧，让徐英按夫人的意思办，难得他愿意。是，督主。苏湛南这几日还没有动静。回督主，这些日子他只是逛逛街，瞧一瞧景致，并无动作。他到底想做什么？属下无有。起来吧，地牢里如何了？回督主，应星在加快审讯处理，按律法挨个正处理着，手段正常。这样便好，莫要整得血流满地的，怪恶心人的，传出去对东厂名声也不好。谁人有您的手段更恶心人呢？只不过自从成亲后不亲自动手罢了，更是在两位公子出生后就没去过地牢了。还早，这会儿的时辰怎么过得这么慢？对了，沈家的事都处理好了？回督主，都成了，墨家陷害沈家的证据已经呈上去了，秦家商品做鬼的事儿也报上去了。您的意思，圣上已经知道了，他说到时候圣旨给您送来。应星也憋了许久了，圣旨到了，让他去传吧。是，督主。退下吧。今日阿锦和阿鱼睡了许久，我还以为是不是生病了，请了大夫来瞧，才知道他俩只是贪睡。怎么不请太医来？我瞧着两人也没什么大问题，哪里需要大张旗鼓？这会儿他们也该醒了吧？醒了，这会儿正精神的呢。我出来时，两人互相抓挠着对方。白日里睡得久，今晚怕要闹腾了。佳佳莫怕，若是阿锦和阿玉闹起来，我去哄便好。好啊，那便你去。青儿，你何必离府？这里就是你的家，你不在家要去哪儿？母亲，我周家门风清流，这些都是您和父亲多年经营的，我不能自私的只顾自己。你是我和你父亲唯一的孩子，周家的东西往后都是你的。母亲，我知道您心疼女儿，如今虽然河离女子不少，可是世家河离还是饱受流言干扰。他看出来周婉清心意已决。青儿，当初是父亲考虑不周，为你寻的亲事一塌糊涂，是父亲的错。往后周府每月的盈利5成，父亲都会派人给你送过去。老爷，你要记住，周家永远是你的靠山。罢了，周家狼心狗肺，我是绝对不会饶了他们的。夫人，咱们的银子只剩这些了。这些银子都不够下个月下人的月俸。周婉清的院子里没有遗漏什么吗？回夫人，没有。周婉清，她竟然如此不留情面。母亲，父亲被打了板子，丢在府门口，如今已经抬到院子里了，得赶紧为父亲请太医啊！太医？如今哪有资格请太医？那大夫也成啊！你这个蠢货，什么事都要找我。你父亲没银子吗？他不能自己请个大夫？娘，如今侯府被撤了，我们该怎么办？你爹是靠不了了，不拖累我们已经是好的了。你现在立刻去联系京外的10员外，告诉他我要出手一些田产铺子，这些你拿去积德堂兑成大面额的现银，记着动作一定要快。只有沈家的积德堂能一时间吃下这么多东西。娘，我们这么做会不会……你莫要管别人，你我娘俩一辈子在人看不见的地方苟且着，这些东西也是好不容易得来的，听娘的，快去。是，娘。陆哥哥，莫怪我了。督主，地牢已经腾出来大半了，您是有何打算吗？还有事。督主，您命属下腾开地牢，不是要用吗？谁同你说我要用？以往不都是这样的吗？督主没有这个意思啊。督主不用地牢，为什么让我尽快处理了？我让厨房给你做一盅猪脑花吧。你是说我蠢？你站住！
如今已经是夏末秋初，原本的秋猎也为了送别北渊使团而提前。圣上，这是这次秋猎的名单，您瞧瞧，可有需要再添人的？这么多人，他如此积极地给自己安排女人，难不成他把不合适的人安排进去了？到底是哪个人呢？皇后在想什么？臣妾是在想，此次秋猎安排的人是否妥当。皇后真是贴心。臣妾恭送圣上。西竹娘娘，奴婢在。去查一查册子中的妃嫔，最近可有什么问题，包括他们的母家，要快。是，娘娘。夫人，这些旗装里你要带哪2件呀？就这2身吧。是，夫人。我的东西少带着，将阿锦和阿鱼的衣裳东西都多带着，莫要缺了什么。是，夫人。哦，对了，一会儿许音来给督主收拾东西的时候，告诉他我都带了哪些衣裳。是，夫人。督主，都安排妥当了。夫人身边和2位公子身边都多了3成暗卫，新改制的马车也准备妥当了。你亲自去找河伯，要一些防虫蚁的香，还有宜睡眠的熏香，有什么能用到的都拿一些。裴敏怕宋慈安乍然换了地方睡不好。是，督主。果然，督主有了夫人就是不一样了，以往出门哪里会想这么多？他一直暗中派人查着那日的了凡大师，可是好似人间蒸发一样，世间并无此人。他一定要找到那位了凡大师，他要和他的佳佳生生世世。佳佳，怎么自己过来了？这是知秋刚刚熬的冬虫夏草排骨汤，你今日一早就在书房里，听许言说你也没用早膳，所以我端一盅给你。下次还是让下人送来吧，或者你派人叫我过去便好。刚刚我进来时你在想什么那么出神？佳佳，我只是有些怕，我怕此生作孽太多，下一世无法遇见你。不许胡说，人人都有身不由己的时候，我们会生生世世在一起的。若是不能，那我们都不投胎了，一起做永远的鬼便好。好，佳佳说的是。好了，尝一尝这个汤吧，挺鲜的呢。夫人说咸就一定咸。裴督主如今的嘴是更甜了。哪里有佳佳的甜？再也不来书房了。圣上，这是皇后娘娘派人送来的秋猎名册，请您过目。皇后不是给朕瞧过了？奴才不知，许是皇后娘娘做了调整。景睿打开一看，除了上次的人外，又添了几个新人。王于宁，西竹，吵到本宫了。这是看的什么书？臣妾。大亮，等不到天黑了。雪白的酮体，健硕的上身，皇后原来整日看的就是这些。圣上，皇后这样是什么意思？他想，他应该是喜欢上他了。狩猎不必带那么多人，你挑几个这次随行大臣之女的嫔妃便好。对了，野外气候不比宫中，你多带着厚衣。娘娘，今日皇后那边一直安安静静的，宫女太监皆小心翼翼的行事。皇后，去给我拿纸笔来，我要给父亲去信。他的父亲和王玉宁的父亲本就不和，如今他王玉宁又抢走了他的位置，他怎么能咽得下这口气？我睡了多久啊？现在已经傍晚了，佳佳睡了一下午。这么久吗？阿锦和阿鱼？放心吧，今夜在驿站休息一夜，阿锦和阿鱼已经吩咐乳娘带着进去安顿好了。怎么了？没什么。小姐，看起来那位督主夫人很是得宠啊。小姐，夫人叫你。好的，嬷嬷。这位小姐是哪家的？似乎面生的紧。此次狩猎，不少夫人都打着给自家儿子寻亲事的主意来的。好像是前段时间刚刚回京的穆家二爷的女儿。穆家？母亲，您可是有什么事要同女儿说？然而如今回京，因为穆家的原因，有许多世家
对你有考量，这次是最好的机会，你要更加谨慎些，让那些妇人们瞧瞧我的女儿有多优秀。母亲放心，女儿绝不给穆家丢脸。穆若真的是，母亲虽然知道的不多，但是隐隐知道她胆大包天的勾引了裴督主。你切记，离裴督主和裴夫人远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我们不招惹。你快回去休息吧，明日还要赶路，莫要没了精神被人瞧了去。是，母亲，女儿告退。若是她安安分分过自己的，便高枕无忧；若是和上次那个大小姐一样，妄想破坏夫人和督主的关系，就别怪她手段卑鄙了。派人盯着那个女子，有动静立刻来禀报我。是，干爹，儿子这就去办。春银子，你干爹又吩咐了你什么？英李潇，你若是想知道就问干爹吧，小的先退下了，有脾气了。你怎么过来了？我叫你吃饭呢，你在这里干嘛？看哪家姑娘呢？既然你怀疑她，不如直接扒了皮省事儿。你莫要再和以前一样，如今督主不喜东厂手段极端残忍，办事前先拿到证据再说。知道，你怎么婆婆妈妈的？快走，饭要冷了。这样的时刻是他曾经想都不敢想的，如今竟然拥有了。感谢上天，让他有机会重来一次，更有机会生下属于他和裴敏的孩子。如今他很幸福。明哥哥，我有同你说过我爱你吗？佳佳可以再同我说一说。我爱你。我也爱你。督主大人。佳佳，我忍不住了。佳佳，一会儿莫挠我。只为情陷，只为醉，感情富贵上王后。年轮中有见草木深，檐下雨落无故人。回伴我却还在的归。徐长行，只求姑娘可否顺便多做一些？我多做些便好，总归也是顺手的事儿。那我在这儿等姑娘吧。好。你怎么在这儿？和你的目的一样。殷礼行先坐着吧，很快就好了。多谢知秋姑娘。这位姑娘，您可以帮我看一下这个火候对不对吗？我想为长辈煲汤。不懂火候还来厨房先呗？只是想尽一份孝心。什么孝心不孝心？不会做还逞强，就是害人的坏心。知秋，莫理他，万一他做的东西叫人吃坏了，就怪你头上。您误会了，我也是跟着嬷嬷学过的。学过还分不清火候？要么就是皮懒不好好学，要不就是天生蠢笨，学不通。莫要同无关紧要的人费口舌。无关紧要？哼，总有一日我要让你们给我跪下。穆若然原本想先和宋慈安的贴身婢女有交流，后面遇见宋慈安后借口搭话茬的，谁知道东厂这两个人一个比一个嘴毒。英礼行和徐长行一向不会多言，如今对这个女子这个态度，想必也是他有问题。那自己离那个女子自然是越远越好。走吧。是小姐。不怕来日方长，狩猎没有2个月结束不了。他就不信他见不得宋慈安啊。圣上，您应该在您的房中，臣妾这里不比您的房中安全，您还是回房歇息吧。皇后，朕也想看一看画本子，朕的房中可没有。臣妾那日也是偶得的一本，现下已经没了。朕不管，若是没有画本子，那就由皇后为朕讲故事吧。圣上，曾经那个威严的君王，怎么会是眼前的无赖？娘娘，圣上歇在皇后房里了。就是皇后，将圣上宿在她那里的消息传出去，本宫倒要看一看她受不受得住言官的讨伐。是，娘娘。王玉宁，我凭什么比不过你？王大人，石大人，您还是劝劝皇后娘娘，莫要不顾及龙体安康才是啊。石大人，您的意思是？皇后娘娘昨日缠着圣上，导致圣上未回房，若是出了什么事，谁能担得起？那是圣上和皇后娘娘的私事，石大人未免手太长了些。臣还有事儿，告辞。走。
去求见皇后娘娘。是。正好，原本他有事打算找他。王家的嫡子如今一直居在一个位置不动，也该升一升了。娘娘，王大人求见。进来吧。参见皇后娘娘。起来吧。娘娘气色瞧着不错。父亲今日来是有何事？娘娘如今圣宠在身，可也不能忘了家族的境况呀。你哥哥他的位置也该动一动了，以后王家就要靠他了。哥哥无才无能，更是文韬武略无一擅长的，他能有如今已经很好了，您可莫要贪多了。娘娘莫要忘了，如今的凤位是靠什么来的？若不是您姓王，哪里能有如今的风光？后宫不得干政，王大人不会不知道。本宫罚了，王大人退下吧。哼，皇后娘娘，你已经惹了言官不悦，若是再失了母家，可别后悔。今日外面可是发生了什么事？娘娘，不知如何传出，昨夜您就臣圣上留宿房中，许多言官说您不顾及圣上龙体。去查一查，昨晚有没有妃嫔去寻圣上，或者有没有谁靠近本宫这里？是，娘娘。说完了吗？各位大臣对朕的私事很是关心啊，看来朕也得关心关心各位的后院私事了。朕同皇后夫妻之事你们都要管，不是整日念叨着皇嗣，如今又变了，一个个的整日拿着朕的俸禄，正经事不做，天天盯着朕的后宫、朕的侍寝册子，一帮没用的东西，滚去查。是，圣上。提前温好热汤，夫人醒了送进去。是，督主。哎，记得清淡些。是，督主。昨夜圣上宿在皇后房中了，不过今早不少言官上了谏言，都被圣上骂走了。发脾气了？是，督主。他一向情绪变化不大，今日竟然发了脾气。看来对他的皇后就是用心。督主，锦衣卫查到的是静妃的手笔。不必插手，这事轮不到我们来管，自有人着急。是，督主。此次狩猎离逍遥王的封地不远，逍遥王已经上折子请求参与狩猎。若是开了逍遥王这个口子，别的藩王请旨就不好拨回去了。尤其温王妃是个爱玩的，若是温王知道，必然会请旨。你如今怎的这般爱打听人琐事？若不是知道夫人爱听这些，我怎么会特意留意呢？你怎么教养他的？不孝的东西，一点不顾家族啊！既然他无法为家族效力，那便是没用。等到了狩猎场，你带着渠儿去找他，将渠儿留在他身边。他说的渠儿是他的庶女王之渠。老爷，他在后宫也不好过的。我说的做，然后做什么就做什么。胆敢忤逆我，我休了你。念夏，夫人，你醒了。督主什么时候走的？回夫人，督主在你醒来不久前离开的。督主吩咐奴婢为您温了热汤。刚才有一个小姐说自己晨起头晕，就想要分些暖汤。您的热汤里有督主特意为您寻的补药，哪里能给她呀？好，念夏，那个丫鬟刚刚看我的眼神是什么意思？难不成她觉得我喝不起那一碗汤？堂堂督主夫人身边的丫鬟怎么这么蠢？该死！比起昨日应星的话，今日念夏对她的侮辱性更高。昨日那女子果然有问题，她是不是想勾引督主啊？今日早晨那个女子想同念夏讨些夫人的热汤，那个蠢丫鬟竟然以为她是贪夫人的热汤，当众一脸嫌弃地看着那个女子说：“这是我家督主为夫人特意备好的，珍贵得很，不能给您。您明明看到我的汤里的补品，怎的还这般没分寸地开口讨要？你不知道，那女子跟个猴似的，还怪有趣儿的。记着，不要让她扰了夫人和督主。我知道。今日天气好，抱着两位公子出去晒晒太阳吧。是，夫人。裴夫人莫要客气，快坐吧。裴督主，朕瞧着两个孩子都聪慧得很，不若送来宫里御书房教养吧。他猜对了，圣上确实没打算留自己的孩子，可是为什么他要把皇位留给裴敏的孩子？御书房是皇子们的地方，圣上还是等有了皇子后再开御书房吧。裴督主说的是，想来裴夫人疼爱孩子也舍不得。哥哥他生气了。若是他怀里的人是自己的话，他是一定不会养别人的孩子，自己的孩子才会是嫡子。都督府的东西都应该是他儿子的。既然碍了夫人的眼，那就别怪他了。好吧，
非要找死那也没办法。这事儿要告诉督主吗？还是说一声吧，毕竟是穆家人。要我说，直接处理了，督主也不会多问。你脑袋发昏了？我逗你的。无聊。等等我和你一起去，人留给我处理。找何伯要一些药，让穆家人知道他的心思，处理利索些。他要让穆家知道他死的原因。是督主。昨夜没休息好。你可知穆家二房进京了？二房有个姑娘，此次狩猎也来了，我不喜欢她。此次狩猎难得出来散心，家家该好好看一看玩一玩，切莫扰了你的兴致。你也瞧见了，东厂那2位容颜俊朗，又是裴敏的左膀右臂，若是能攀上2人中的一个，咱们家族也算稳住了。若是事成，你日后便是没有裴夫人的风光，也比大多数世家强。母亲，您说什么？女儿都听您的。真是母亲的乖女儿。当初的宋家能把嫡长女送去都王府，他如今也能将女儿送去东厂。夫人，督主，营帐都收拾妥当了。好，你们一路也辛苦了，先去休息吧。多谢夫人体恤。我们回营帐吧。好。宋慈安，你这个贱人！裴督主是我的。往后他爱的人是我，只能是我。你和你的那2个孽子都得死。好一个都主府，没有王法了吗？哼，穆小姐莫名其妙跑来，扬言要抢我位置杀我孩儿。穆夫人是如何教女的？哟，堂堂督主夫人，仗势欺人不成？看来本座如今心性太好了。许褚，把人带走。是，督主。当众带走官家小姐，你这是不把圣上放在眼里。容妃若是再多管闲事，本座也不介意多带走一个人。佳佳，我们先回去吧。完蛋了，偷看被发现了。您这般怕裴督主作甚？这不是怕，是尊重。圣上还是先顾一下容妃吧。洪公公，今晚赐容妃1万千金。是，圣上。皇后莫怕，朕待裴督主宛若亲兄长，只要皇后知道这一点便好。若是后宫有惹皇后不悦的，皇后尽管杀了去，朕不会怪罪。是。乖乖，睡好了吗？佳佳真乖。你。雨是硫磺情侣，小雨盈盈，小雨裴敏，我曾经做了一个梦，我曾经梦到你求旨娶了我，我不愿意。加入厂督府后，对你整日冷漠疏离，一心只想逃离你。佳佳，不要对我这样，比杀了我都难受。不会的，永远不会了。在梦里，后来我听信宋晨远的话，暗中给你下毒，你明知道酒中有毒还是喝了。没有你，我被宋锦安挖眼折磨。后来呢？后来许褚救了我，可是我无活着的念头。乖乖，不怕，永远不会有那么一天。他的佳佳偶尔在睡梦中惊醒，他想这应该不只是梦境。当初东厂查到的确是佳佳抗拒他，可是忽然的转变。督主，莫二爷来过。裴敏看着许褚，想到佳佳的话，许褚对他一向忠心，若真是有那么一天，他绝对会拼死救出佳佳。督主，裴敏看着自己好像想什么的样子，让他有些心慌，脑海里瞬间把自己最近做过的事都想了一遍。不必理会他。那个女人呢？回督主，还未用刑。送回东厂吧，东厂的地牢未免空了些。是。督主，容妃死了，是千机。把尾巴收拾干净，陈家也一并处理了。是，督主。圣上，进来，有什么话便说吧。朕同皇后无需隐瞒。奴才刚刚按旨将千机给容妃娘娘灌下后，在发作时应理行带着锦衣卫来，将奴才赶出来了。剩下的不用管了。这难道不是因为哥哥担心自己？那陈家那边还陈家？既然东厂插手了容妃的死，想来没几日陈家就没了，还交代什么？长公主，容妃死了，奴婢看到是锦衣卫处理的尸首。本宫知道了，最近管好使团的人，莫要惹了不该惹的。是，公主。阿姐，裴明这是一怒为红颜，到底是怎样的女人，让她这般痴魔？阿南，莫要招惹那个女人。北渊如今还未安稳，莫要忘了你我的初心。阿姐放心。督主，如您所料，圣上同意的逍遥王的请求，今日颁了一道旨意，各地王爷有兴趣参与狩猎，可带简兵前往。
保护好夫人和2位公子便好。都主放心，都安排妥当了。参见皇后娘娘，起来吧。这是你最爱吃的点心，母亲今早亲手做的。母亲快坐吧。姐姐，本宫贵为皇后，便是贵妃品级，也不配叫本宫一声姐姐，何况一个大臣庶女。臣女知错。阿宁，快让她起来吧，不然你父亲怕是要生气的。母亲这是何意？本宫又没有对她做什么。参见圣上。臣妇拜见圣上。皇后免礼，王夫人请起。是朕不知道王夫人在，扰乱了皇后和夫人的母女叙话。圣上言重了。这是臣女的错，臣女惹了皇后娘娘不悦。皇后可有此事？不过是件小事。国母不悦，岂是小事？你是如何惹皇后娘娘生气的？回皇上，臣女无意叫了皇后娘娘姐姐。姐姐？这可是后宫嫔妃可以称呼的。你今年多大了？回皇上，臣女16。皇后，这是你叔妹吧？是。16，也该嫁人的年纪了。好歹是皇后的庶妹。朕听说前几日莫大人在为他的庶子寻婚时，今日朕也来当月老。莫大人一阶五品官，家世低微，还是庶子，那不就是往后一笔银子打发出去了吗？怎么会这样？依照如今王家的地位，他配嫡子也是是得的。圣上，不必谢恩了，先下去吧。朕同皇后还有话说。放心吧，圣旨朕会颁的。既然不愿意，为何不说？圣上可知，臣妾的母亲一向软弱，根本不敢违逆我的父亲。我只是想看一看，他究竟能舍弃我这个女儿到哪个地步。他忽然想到了自己在逍遥王之间，永远是被放弃、被牺牲的那个。有朕在，你如今已是朕的妻子，其余旁人都不必去想。若有人不敬处置的便好，名声什么的都是虚无的。圣上不怕日后言官口诛笔伐您的皇后吗？皇后即便是口诛笔伐，首要的也是朕。毕竟他往后的打算可是有些违背祖宗的。那圣上便和臣妾一起，我们做一对被一起口诛笔伐的帝后吧。忽然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了，现在有一个人说愿意和他一起。好，王大人这是想给朕安排后宫啊。后宫是圣上的，天下也是，没有人可以替您决定。即便那个人是你的父亲？是。余宁，他实在手长了，这么多次，朕不能一再忍让。朕以为梁太妃被送去皇寺会让他看明白，可惜没有。心里知道了景睿这是要打算对王家出手了。父亲年纪已高，想来也适合回乡享受一番田园生活了。好，就依余宁的。臣参见皇上。起来吧。佳佳在看什么？我只是觉得温王妃有些可爱。在我眼里，佳佳最可爱。我都是做娘亲的人了，那又如何？看，如今这世道真是稀奇，都有贵女主动对咱家暗送秋波了。阿武，瞧得如何了？母亲，女儿还未有机会和徐长卿说过话呢。阿武放心，你这样的必然能拿得下他。母亲会为你创造机会，你一定牢牢把握住才是。是，母亲。今日倒是未见到督主府的2位公子，可是睡着了？回圣上，两人正是闹腾的时候，臣妇便没有带来了。陪督主的孩子就应该这样，无妨无妨。不若将孩子抱来，朕来看着也行。圣上，孩子娇弱，宴中太过吵闹，还是莫要看了。现在他已经看出了景睿的心思，所以也不愿意他多接触阿锦和阿瑜。裴督主说的是，还是皇后细心。王爷，您莫要生气。您瞧，圣上神色不似生气，您不若私下问一问圣上的意思。今日这位王大人的庶女和莫大人家牵了个线，今日宴会众臣都在，洪公公宣旨吧。是，圣上。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王家庶女王之渠年岁正好，特为其与莫家三子赐婚，择吉日完婚。这是什么旨意？一般赐婚都是会有几个夸赞词，什么叫王家庶女年岁正好？哪有圣旨这么直接？若是说嫡庶，可是他家庶子却用的莫家三子代称，看来圣上这是看不上这个庶女，便借口塞了出来。莫大人，你还不谢恩？臣多谢隆恩。
他的三子虽是庶子，可是他自幼在莫大人的跟前长大，莫大人对他也是宛若亲子，不然他不会那般大费周折的为三子看亲事。如今倒好，景睿看着莫大人苦哈哈的表情，心里一阵开心。谁让他整日催促自己绵延皇嗣？莫家是纯粹的严管，对王家而言并无助力，何况嫁的还是个庶子。可惜了这么个庶女，没用了。你看天上满天星星。是啊，你带我偷偷过去瞧瞧吧。他耳力好，早就知道那是什么动静。云哥哥，他看裴敏这个表情就知道一定有事，越是这样他越想去。这不是秦子柔，他怎么会在这里啊？这得问一问沈恒了。大表哥，哎，你离我太近了。佳佳，你嫌弃我？没有，不许看。表现不错，这几日乖乖跟在爷后头，伺候好了，少不了好处。王爷，莫要忘了奴家才是。又攀上王爷了，开心了吗？哎，秦子柔叫那个男子王爷，你知道的对不对？若是今晚佳佳配合，我便说，可好？好，你先告诉我。哦，那人是景王，曾经的十皇子，如今封地在庆都。庆都离这里这么远，秦子柔怎么会勾得上景王呢？明日我让应行整理好回禀你，可好？我还没有洗漱。佳佳，我听不见。你胡说。知秋姑娘年岁也不小了吧？殷礼行说的是，不过奴婢打算一辈子伺候夫人。是我鲁莽了，原本想着锦衣卫副使有个不错的，想牵个红线儿来着。多谢礼行大人惦记奴婢，往后咱们怕是要一直共事了，你叫我俩名字便好。看来知秋的手艺他能一直蹭吃了。这个丫鬟真是碍眼。你是何人？伤了我家小姐！我家大人是大理寺卿，你是想吃一吃牢饭不成？公子，这位小姐，您不管不顾地冲向我，实在是不妥啊！再看，咱家不介意把你那眼珠子给你抠出来。徐长行，怎么？徐长行息怒，使臣管教不善。既知道，就赶紧带着你这个往男人身上扑来的不争气东西滚！是。王爷，您怎么才回来？本王那么多事，回来晚些不是正常？臣妾已经派人备好热水，王爷可要沐浴。本王累了，罢了。不似名贵香料，看来又是一个卖身求荣的东西。去查一查王爷身上这个香味是用的什么香料，顺便查查狩猎队伍中谁身上的味道和这个相似。是，王妃。在他生下嫡子前，任何女子都要掌控好。今日赛马，拿头彩者，朕亲上一个要求，那就开始吧。他们才是泰安的未来。圣上说的是。你是哪家的孩子？草民是威宁将军之子段毅。威宁将军是他还是皇子时期因为守住城被问罪的。今日既你得的第一，朕答应你一个条件，你说吧。草民恳请圣上重查当年旧案。当年威武将军在城中被困2月，援军和粮草迟迟不到，城中百姓饿死一片，将士空腹作战，凄惨离世。真相并不是威宁将军指挥不力，求圣上重查。圣上，他所言非实啊！他不是应该死了？他派了不少人追杀威宁夫人和那个孩子，不可能他能出现在这里。当年的粮草、银两，包括援军，都是由王海山负责。求圣上明鉴，臣这里有王海山亲笔信，信上写着因事耽搁，需要威宁将军撑一段时间。每封信都是他迟借口拖延，一直到城内弹尽粮绝。呈上来。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圣上，这是污蔑，臣冤枉。冤不冤，只有王大人自己知道。他曾经也驻守边城，自然了解这中间的苦楚。一想到威宁将军那样的人被冤离世，他心里就难受。裴督主，此事便由东厂查吧。好。完了，全完了。他万万没想到圣上会把这事交给东厂。来人，带走。瞧迎新开心呐。
他比较喜欢干这事儿。夫人，进来吧。夫人，这是督主派属下整理的。你坐吧。属下站着就好。坐吧。宋慈安慢慢地打开册子，看着关于锦王和秦子柔的事。当他看到秦子柔原本是对一个公子下药，而误被锦王碰了后，秦子柔原本是打算对哪个公子下药？回夫人，是您的表哥沈荣。秦子柔怎会认识沈荣？沈荣负责沈家生意上的事儿，正好同秦家有个交道。秦子柔偶然见过沈荣公子，之前沈家负责的通商事上出过差错，是秦家以次充好。不过这事儿北渊长公主没有计较，是私下同沈恒大人说了。秦子柔就是这个时候私下寻了沈荣公子，揭发了秦家之事。不过因为这事儿秦家被压制，秦子柔也被扫地出门了。沈荣公子给了他一笔钱，够他一生无忧。可是他的心思是嫁入沈府，借口有事约见了沈荣公子，意图下药。不过被一直留意这事儿的沈恒大人出手解决了。那秦子柔是如何跟着锦王来这里的？他忽然觉得看册子不如英星讲得好。秦子柔遇见锦王是在锦王从封地出来这里时，他可能伺候的不错，所以被锦王扮作笔墨太监带在身边了。锦王妃是怎样的人？回夫人，锦王妃面善心狠，晋王后宅无数妾室，可目前没有人生下孩子。晋王妃世家背景不凡，可幼年受凉，不易怀孕。看来锦王也是忌惮锦王妃的。你说，若是锦王妃知道锦王身边有这么一个笔墨太监，会怎么做？属下明白夫人的意思了，这就去办。好。合着这两人有了什么打算？参见督主。说吧，吩咐他做什么了？我能吩咐些什么呢？走不过就是昨夜那事。知道还问？今日那个威宁将军的事，你早就知道是不是？是，可我并没有做什么，只不过给他一个面见圣上的机会罢了。这是我家小姐新制的罗裙，面料稀缺的紧。你这是做什么？即便是弄坏了你家小姐衣裳，赔便罢了，何故动手？这可是金贵的裙子，卖了它也抵不上我家小姐一条裙子。我的碗放得好好的，离灶台也不近，如何能莫名的洒在你家小姐身上？莫要说那些，你且说怎么赔我家小姐的裙子吧。不是我弄的，我为何要赔？我也知道你一个丫鬟没有那么多钱，你磕头认错，我便不计较，如何？若是这位小姐愿意，我们可以去见大理寺侍郎。罢了，本小姐的衣裙多了，不过一件衣裳罢了，还不值当同一个下人计较。刚才熬制的糖浆没了，重熬一锅吧。我这就去告诉夫人。念想，莫要为这些扰了夫人。知秋姑娘，我想来问你讨些点心。哟，你的脸……无妨，不过是件小事。好，知秋姑娘先好生歇着。王妃，最近王爷身边有一个笔墨太监，个子矮小，十分羸弱的样子。王爷整日带在身边，经常在办公务的时候不准旁人进入，里面只留下这个太监。一个低贱的东西罢了，总有玩腻的时候。他很了解锦王的性子，等他新鲜劲儿淡了再处理不迟。本王妃身边的宁露年纪不小了，还给王爷做妾吧。锦王盯着宁露很久了，如今他主动开口，他不会拒绝。是娘娘。好一个口齿尖锐的丫鬟，咱家看看没了舌头还怎么说？是大人，记得将那个舌头给他主子瞧瞧。穆若然的事儿处理干净了吗？在牢狱中挨着呢，死不了。容妃一家已经处理干净了，僧报估计快传回京中了。好一个长东，好一个王海山。玉宁，原本朕答应让他告老还乡，如今怕是不能，朕必须给那些将魂一个交代。想到自己曾经的富贵生活，有一半是边疆枉死将士的生死钱，他便一身寒意。作孽啊！曾经那些竹差御史，竟是这般而来。母亲，莫怕，夫人，舌头被拔了，人还有气。
赶紧处理了，干净些。一个婢女，你同她争什么？不把心思下在徐长行身上，做这些有何用？今夜的事一看便是东厂的手段，你这么做不是让徐长行心疼他？何况他是都主夫人身边的红人，若是惊动了都主夫人，我都告对不起。今夜是对你的警告，这几日你安分些，莫要再惹出祸端了。你的事我会和你父亲说的，实在不行，便只能名声坏一些的办了。母亲，您的意思是？那婢女整日伺候都主夫人，想必也不能伺候徐长行。我会让你父亲想想办法，将你送到长行床上。这几日我给你的避火图，你好生学着，到时候一定要伺候好徐长行。女儿明白。今夜好生歇息，明日我同你父亲计策好了再告诉你。今夜虽然让他惊恐，可也让他明白权势就是这般无所顾忌，被这样的男人护着，他才能随心所欲。哎呦，没想到啊，某些人啊，前几日还说咱家招蜂引蝶，瞧瞧，今日便给可怜又无辜的知秋姑娘引来好大一无妄之灾呀。他可记得上次那个什么什么想扑自己时，回来可没少被他折腾。如今倒好，他引出来的更严重。去，赶紧给咱们徐长行准备赔罪礼吧，明儿他不得赶紧给知秋姑娘道歉去啊！你的嘴巴怎的也想割了咱家的舌头不成？下去吧，继续盯着。怎么想打我不成？我怎么舍得动你？别碰我！缥缈雨雪山，朝夕子牡丹，不知海别欢。春风无情吹，我梦魂魄散。圣上，可否留王家的性命？是他让你这么做的。他口中的他，就是在皇庙里的梁太妃。他一直知道他没有死心，王家上蹿下跳就有他的意思。王家做的事生生寒了多少将士的心，你作为一方藩王，竟说出这种话。洪公公派人去皇寺将梁太妃幽禁，不许任何人看望，不许有任何通信。是，圣上。王家、常家谋害威宁将军，导致边城的百姓将士死伤无数。王海山和常将军斩首，其余男子流放，女子送入刑房。圣上，皇后娘娘实在不适合为国母。朕的妻子该由谁来做是朕的事。若你们真的关心朝政，就该想想那些利民工程水利，而不是死盯着朕的家事。都滚出去！娘娘，王家都被关押了。皇后娘娘，许多大臣求圣上废后。这张废了，再给本宫拿一张新的来。娘娘，你歇一歇吧，你一直都不曾用膳。无妨，去拿纸来。在这里可无趣。还好，同在家里差不多。去找皇后。是，圣上。圣上，您……玉宁，圣上可有要同臣妾说的？你母亲，朕会派人暗中赎出来，送到一个合适养老的地方。你父亲确实该死，你大哥他或多或少有参与其中，所以玉宁，莫要怪我。听说你抄了许多佛经，也没有好好吃饭吧？一会儿同朕一道吃些吧。你莫哭，我看得心里难受。母亲的懦弱，父亲的利用，王家败落后众人的指点，他这2日不断的抄写经文，可心里压着的那块重石却从未放下。玉宁，有我在。在某些方面，他和他又何尝不一样？他往后便只有他一人了，他只是他的了。玉宁，我此生都不会要自己的孩子，不是我不爱孩子，而是我无法保证作为皇帝之子的10几20年后，他甘愿成臣。这皇位是怎么来的，我便打算怎么还回去。他不喜被束缚，便将皇位还给他的儿子。玉宁，他是景陵。他怎会？也许你并不清楚我的幼年，我出生便不在圣母膝下，他对我并无母子情分。从前他只把我当作逍遥王身前的盾牌，养母也就是义慈太后早逝，我在王府后宅受尽凄凉。
他不是不知道，可他每次冷眼而去，我那些兄弟看他这般，对我欺辱更甚。景灵哥哥将我护在身后，甚至找了黄爷爷让我做伴读，他教我习字、练武、骑射兵法，这些都成为我后来让人无法欺凌的手腕。徐宁，这皇位本就该是他的，后位也本该是宋思安的。我明白，你放心，我原本就想要自由的人生，无奈入了宫，陪伴你我也是心悦的，只是若有机会还能瞧一瞧外面的世界就更好了。玉宁，你不曾去过边疆，那里的伟岸壮阔是京中不能比的。再有15年，你我身体也还康健，还有机会出去瞧一瞧。我也有此意。玉宁，往后无人，你叫我阿瑞吧。好，阿瑞。裴督主果然如今变得不同了。北渊帝好似很了解本督一样。裴督主既早知我来泰安，竟不曾找过我麻烦。有了夫人就是不一样。本座不介意抠了北渊帝的眼睛。他是北渊帝？佳佳见过他。我曾经见过他和北渊长公主在一起。他不是好东西，往后佳佳遇见了，定要离得远远的。我们回去吧。好。掌刑大人，何事？掌刑大人实在辛苦，下官备了一小桌酒菜，还请大人赏脸。怎么请的掌刑大人，不请我这个礼刑大人呢？谁不知道礼刑百户，纯纯的笑面虎，杀起人来花样最多。礼刑大人也在，那还请礼刑大人也赏脸。阿吴啊，两个也是伺候，忍一忍，人后不付出，哪来的人前风光啊？走吧。大人，请。哪里来的丫鬟，这般下贱，竟敢给咱家下药！大人饶命！他实在想不明白，他的阿吴也算娇媚，他们二人有权有势，不就缺色了吗？怎的会这样？大人那么多女儿，何必在意这一个，是吧？老爹，救救咱们阿吴啊！救什么？东厂那两位一早就知道阿吴的身份。当景睿牵着王玉宁的手心登上主位举行狩猎大赛时，众人才都明白，王家的事无法撼动皇后的地位。狩猎的头彩，景睿让皇后来给，实实在在地将朕看中皇后放在明面上。北渊使团因为北渊国冬季已将，需要回国复命而提前离开了。佳佳，沈郎即将大婚，你可想好送些什么礼？都备好了。等参加完沈郎大婚后，我们便去郊外的庄子吧。去年佳佳不是觉得那里不错吗？是，我昨日也想到了，那我们便去庄子上过冬吧。沈郎大婚是沈家难得的大宴，今年冬日还打算去庄子上？是，外祖母，到时候嘉禾派人给您带些山货。你如今日子顺遂，外祖母没什么担心的了。只是嘉禾如今也要留心些，莫要让一些心思大的用手段恶心到你。我明白，外祖母放心。嘉禾，你可知一个叫邢子柔的？二舅母，我是知道的。她出了什么事？她呀，勾引景王，暗中做人痉挛，后来怀了孩子，想争一争名分，结果不等景王妃出手，景王就将她连同腹中的孩子一道，一杯毒酒送走了。他倒是没想到景王会如此绝情。走吧，咱们该去瞧瞧新娘子了。去年来时，他们还在我肚子里。等明年再来，他们便不需要抱着了。佳佳，可累了？我想泡温泉了。我可以陪你去吗？好啊。我好累啊。再泡一会儿，乖。不要乱动，再泡一会儿，很快。
可是有事。回夫人，督主，刚才许莹带着人去山上打野味的时候，发现了一个襁褓中的孩子。孩子？抱过来给我瞧瞧。夫人，这孩子原本是被一块红布包着的，属下瞧着天冷，便找了这个棉被。倒是狠心的，用最容易惹野兽烦躁的红色包着这孩子。你瞧，他在对你笑，许是同我们有缘也不一定啊。这孩子长得这般清秀，倒有些女气的样子。夫人，这孩子是女孩。佳佳，我觉得阿锦和阿鱼确实缺一个妹妹。去让你干爹查一查这个孩子。是，督主。他也是自幼被遗弃，后来被人卖进了宫里，从此成了残缺人，幸而有干爹收留，在东厂内无人欺辱，才有了如今的好日子。所以在他看到那个孩子时，明知不妥，还是带了回来。裴敏，你看他好像很喜欢你呢。他一直都知道佳佳想要一个女儿，可是上次生产的惊险还在他眼前，他不能再冒险，而眼前这个孩子来的也算及时。等许褚查清楚他的身份再做打算吧。督主，后山偏僻，庄子上有人看到过几个人上山，属下经过调查，查到那孩子是江湖之人所生，他父母应当已经被仇人所杀。将后山的痕迹处理干净。既然他应该死在深山，那就让那些人真的以为他死在深山吧。从此他便是都督府小姐了。是，督主。往后我们养着吧。往后我便是你的娘亲，他取个什么名字好呢？裴暖一吧。暖一，往后人生都要顺遂些。这也算积德了吧。夫人，这是您吩咐制的衣裳，穿新衣获新生。许爷，你快把盐巴拿来。我已经在拿了，你莫急啊。真香啊！你们都在这儿，夫人和督主谁伺候啊？干爹，公子小姐都有乳娘哄睡了，督主正陪着夫人午睡呢，说不用伺候了，我们才来的。这是做什么呢？好吃的。我来吧。佳佳醒了，睡得可好？闻到了，小馋猫。是知秋在厨房吗？是他们在院子外面做东西。佳佳要不要出去瞧瞧？你们都做了什么？回夫人，有烤红薯、烤羊腿和烤鸡。知秋还用牛奶煮了茉莉花茶，想给您尝尝呢。奴婢闻着味道不错呢。端来给我尝尝。你的脸，快去洗洗吧。你们也快吃吧，忙活半天了。是，夫人。殿下可是最怕东厂的人的，平日里对东厂的人向来敬而远之，凡是要和许褚、迎兴打交道的，都让知秋去了。可许言也是东厂的，他怎么这般态度？瞧你那个蠢儿子，眼睛都快长到念夏身上了。念夏，平日里许银做事可好？回夫人，许银挺好的，做事也细致，同我们的态度也都是十分的好呢。是吗？许银做事圆滑，却做事狠辣。你往日看到东厂的人躲得比谁都快，如今对许银却如此态度。啊，夫人，他还什么都没明白呢。罢了罢了，往后同许银相处，莫要被骗了。夫人您放心，奴婢是不会被骗的。许言能骗的不过是自己的银钱，他一定会捂好自己的钱袋子。好，都起来吧。昨夜景睿像疯了一样，一直折腾到天亮，躺了会儿便去上朝了，可怜自己也没能睡多久。皇后娘娘瞧着面色不佳，您可要注意身子，莫要伤了凤体啊。哟，皇后娘娘这般身体都能够得住圣上冷落后宫，说是听如嫔的，岂不是这后宫如同虚设了？来人，拖出去，掌嘴50，罚跪2个时辰。今日就到这儿吧，你们都回去吧。是，皇后娘娘，臣妾告退。若是圣上来，就说本宫身子不适，不宜面授。他打算这几日都不让景睿来了，再这么下去，他这身体迟早会受不了的。娘娘，您喝口茶消消气。没用的东西，昨夜让你去请圣上都请不来，如今这后宫就是他王玉宁的了。娘娘息怒。息怒？没用的东西，滚出去跪着！自今日起，本宫的寝殿就由荣玲负责，你管好院里的事就行了。下去吧。是，娘娘。娘娘，圣上来了，说我不宜面授。玉宁，你别生气啊，我昨日是过分了些，今日一下朝就过来请罪了。我昨夜没休息好，让我睡会儿吧。你保证你会老老实实？我保证。娘娘，庆妃娘娘今日在宫里对东菊动了手，听说如今寝殿里的事已经不让她碰了。如今荣玲可以进静妃宫里，可需要她做什么？不必，先缓缓。要动手也不该我们的人动手。
且让本宫瞧瞧东菊这个好奴婢能有多忠心。这几日同荣陵就不要来往了，莫要打草惊蛇。是，娘娘。他所做的景睿皆清楚，这是他们回京时商量过的。安安分分的便好好养在后宫，有心思的王玉宁便出手。他们入宫是为了家族，而他们的家族也因此受到好处，这本就是一场交易。母亲，此事是儿子的错。我沈家45子才可纳妾，你媳妇为你生养2个儿子，且教养不俗。如今阿瑶和阿荣都已经是要娶妻生子的年纪，你弄出这个事儿来，是在打祖宗的脸不成？娘，敏娘，我是一定要给一个名分的。请家法。儿子这就开祠堂。当初明明说好的让他只是勾引人，也没说他还要挨家法呀。你瞪着你大哥做什么？来人，将二爷给我绑了，这个女子送去家庙，我沈家容不得这种女子。娘，不可以，敏娘她已有了身孕了。沈从，你竟然不要同你合理！开祠堂。夫人您慢些。他就说那日沈二爷搂着自己，一直要自己承诺，不管发生什么都要相信他。去写信给我爹，问一问沈家生意上出了什么事。是，夫人。将二爷带回去，告诉二夫人，二房的事他做主便是。将那个叫敏娘的看管起来，离二房远些，派个大夫给他查一查身子。是，老夫人。二爷向来顾家，不可能会忽然带个女人回来。走，去二房看看。夫人，大夫人来了。大嫂，您怎的亲自来了？我不放心你，二爷的事你莫要一时昏头，做出冲动的决定来。大嫂，您放心，我断不会犯蠢来。其实我心里总是不信老二会做出这个事儿来，他一向对你情深意重，我会等他的解释的。你能这么想是最好的了。咱们沈家如今在一些人眼里是碍眼的，有些事或许并不是二爷的本性。当初沈大爷不就是被算计了？更不要说如今沈家大房在朝堂占据重要的位置，二房又是第一皇商，再加上东厂的加持，沈家可不就是一些人的眼中钉。如今人人都知道陪主和陪主夫人不在京中，有些心怀鬼胎的人此刻也都蠢蠢欲动了起来。督主，沈家出了些事，这几日多留意着沈府，沈家生意上面也多注意些。是，督主，这几日京中不少田地铺子都被外来者买了不少。查清楚那些人的身份没有？回督主，属下已经派了锦衣卫查看，那些人的身份都是普通商贾或是来京的新民。锦衣卫全朝出动，加强戒备，京中凡有不对的情况，立刻来同我禀报。是，督主。此事绝不是对沈家生意上的算计这么简单，想来沈家大爷和二爷也猜到了，否则不会这般大动干戈的将那女人留下。督主，夫人来了。何事让你亲自出来一趟？派人叫我便好。我听说京中最近田地买卖不少，我这心里总有些不安。外祖母也有些日子不曾来信了。是那个周婉清给你来信了？是，她同我说起最近开张的商铺有许多陌生面孔，都不是京中人。家家莫怕，东厂已经注意到这事儿了，我已经派虚主去查了。沈家在商多年，周婉清能察觉到的，沈家一定比他要早。怎么样了？大哥，你骗我，你是真的下死手啊？戏总是要做足才是。大哥，你可替我同他解释了？放心吧，他从一开始就知道不是真的。那他怎的还说什么和离的话？天知道，他挨家法的时候，心里一直想着，他说完和离就跑了。别一副没出息的样子，这几日你在这好生歇着，记得表现出在意那女人的样子，剩下的我来办。怪恶心人的。这几日京里的情况更严重了些，我瞧着那些人呐，好像都是偏东面的口音。东面可有不少藩王啊。娘娘，这是素妃送来的玉如意，说是福大人送给素妃的，她借花献佛给您送来了。查过了吗？回娘娘，奴婢仔细查过了，
并无不妥，放库里吧。娘娘，圣上吩咐奴才来同您说一声，今日事务多，便不来了。记得提醒圣上早些歇息。是，娘娘。圣上，如今耕田买卖频繁，京中百姓等于一水换了一批人，若是中间混进来有不轨之心的人，那……经过东厂调查，这些人都是高价购买耕田，虽然购买人不同，但是他们私下都和一个叫苟源的人签了抵押契约。也就是说，京中大片的耕地如今都被这个叫苟源的人把着。那个叫苟源的可查清楚来历了？回圣上，人是查到了，可是底细却十分干净。不可能这么巧，耕田买卖终究会惹出大事，都退下吧。应礼行刚才可看出问题？圣上不在这些人里。泰安的耕地制度得动一动了。应礼行，这件事朕需要同裴督主商议对策，你先传信给他。是，圣上。圣上，皇后娘娘派人给您送了宵夜。哟，有胆子等着咱家，没胆子出来不成？礼行大人，身上没有任何标记。烧了吧，快封住口鼻！该死的！去请河伯吧。是，督主。是他竟然没死。阿伯，您说的是？当年师父在收我之前，有过一个关门弟子，可惜后来他因情走入歧途，被师父废了一双手赶了出去。他后来销声匿迹，我以为他已经死了。影星中的正是师父研制出来的秘药，除了他便只有我知道。他被赶出去时，我还未遇到师父，我猜他定然以为如今世上只有他一人会这药了。这药你暗中抓来，莫要打草惊蛇。如今敌在暗，我在明，能少暴露些便少暴露些。督主，看来身边的人该查一查了。暗中派青鸾查。是，督主。属下去准备药浴了。你回来了。佳佳还没有睡。你没有回来，我有些忧心。今晚英星在回来的路上遇袭，我去处理了一下。英星遇袭，他现在可好？休息几日便好，这几日我怕是要忙一些了，你晚上莫要等我了。我先替你脱衣裳，歇会儿吧。我自己来吧，你乖乖躺好，莫要受凉了。暖衣白日里可乖，阿锦和阿鱼有没有闹你啊？暖衣一直很乖，不过阿锦和阿鱼在他面前表现得很稀罕似的，都安安静静的。这样也好，睡吧。阿伯，药如何了？成了，这么多年还以为不会用到它。去，将这药熬在水里，滚熟了便兑一半凉水给应星泡着，剩下的我去给许音拿过去，给那几个孩子用了。多谢阿伯。快去吧，和我还需这般客气？哎呀，原本还指着这两个家伙生下孩子学一学老头子我的手艺，谁曾想老头子我这手艺怕是无缘传承喽。参见圣上。免礼。圣上，昨夜应礼行回去的路上遇袭，如今还在昏迷。督主大人吩咐属下接替应礼行入宫，将这封密报交给您。应礼行可有大碍？回圣上，应礼行那边属下不太清楚。看来应星受的伤不轻。密报上说，苟源幼年曾在成都待过1年，而成都则是成王的封地。成王，他自幼天残，一早就被排除了可继承人选。而他的母妃在父皇死后，依照祖制已经殉葬。圣上，殷太平有一个师傅，是曾经鬼谷圣手关门弟子，此人善用奇药，想来殷太平是服了假死之药。圣上，您看可需要开先皇陵寝？裴督主还说要开先皇陵寝，
没有，昨夜青鸾的人早就开了，殷太平确实不在里面。你去回裴督主，这事他去放心的办便好。是，圣上。我师父的那个关门弟子，学了他一身本领，后来出谷悬壶济世，救了一个女子，收作弟子。后来他入宫做医女，他便在京中开了一个药铺等他。可惜他在宫宴上和当初还是王爷的先皇暗通取款，有了身孕，偏他是个死心眼，那女人说什么他信什么，他便成了他的利刃。我瞧着那女人可没死心，一直暗中筹谋着呢。许褚，派青鸾暗中调查，凡是和以前的圣元堂有过联系的都查干净。是，这几日沈家那边也有一条线索，咱们可用插手。沈家人已经知道了，他们自会调查清楚，派锦衣卫暗中盯着，若有需要再出手。是，督主。这么多日，那个叫敏娘的女子安安静静的养身子，不仅没有一丝动静，反而好似真的打算做沈家的姨娘，认真布置着自己的院子。母亲，不若让二爷先纳了她，到时候他不急，他身后的人也该催着他急了。此事应当是先冲着沈家和温家生意上的事来的，至于最终目的我们还不清楚，那就先委屈你一阵子了。那里我也不受委屈，不过做点面子上的功夫罢了。好，老夫人，艾嬷嬷来了，快请进来。老姐姐，你来了，我原想着还得要几日。老姐姐，你向来做事低调，这次叫我来，可是出了什么事？我那二子出了些事，我想你帮我看一看。你可确定你家老二不曾碰过那女子？我家老大被算计过，后来老二便有个替身，以备无患。那日是那替身在场的，可是那替身有些隐疾，但可以确定的是，那个敏娘是初次。我曾见过一种秘药，可紊乱脉象，造成假孕。可是这个脉象只能假装2个月，你且看着，他若不能得逞，定会装孕。你不若在府里住一段时间也好，那就找个时间将他立为妾室，不过不用公布出去，你便告诉他，等他生下孩子再补上。是，母亲。知秋，英心可醒了？回夫人，今日上午刚刚醒来，不过身体还虚着，去将我的那只百年人参炖了，给他补补。是。哦，英礼行一醒来就闹腾着要吃甜食，知秋姐姐正好可以给他做一些，一道送过去。你是如何得知英礼行要吃甜食的？许莹同奴婢说的呀。许莹向来嘴严，怎的什么都同你说？许氏平日里她老让奴婢帮她补衣服。许莹向来不缺衣裳，又何必缝缝补补呢？是呀，她这不是故意给奴婢找事情吗？算了，此事顺其自然，要急也该是许莹急。该死的王八犊子，一群阴暗小人，竟用这种屎坑里的手段暗算也。润润嗓子，叫不重的跟猪一样，一听就是纯许银的。您身体怎么样了？看不出来吗？好得很，纯许银。看上夫人身边念夏姑娘了吧？英礼行，莫要胡说，你干爹面前还想说谎？干爹，我念夏姑娘是夫人的人，你若是有心，便亲自去同夫人求去。干爹，您同意了？你自己的人生自己选择，不过夫人会不会同意，我并不清楚。儿子也不敢多想，毕竟一个残缺的人，哪里能耽误了念夏姑娘？娘娘，荣陵刚才趁机给了奴婢一张字条。荣陵字条上说了素妃暗中联合敬妃，推动前朝，上奏折弹劾皇后，垄断后宫，勾引圣上，同时以子嗣为借口罪指中宫。福家在前朝也憋着一股气呢，这几日的土地买卖，福家也暗中收了不少。今日起，你便是沈家的妾，须守沈家的规矩。你莫要跪了，敏娘如今身子越来越重，夫人多关照些，我该换药了，先回去了。妾先告退了，明日卯时记得来请安。是夫人。这个该死的女人，竟然想琢磨我。正好肚子里的孩子也需要找个借口，1个月内若是沈二爷还不碰自己，那肚子里的孩子便需要流产了。届时温氏如今摆的规矩，就是他自掘坟墓。这次
让你受委屈了。母亲不委屈。如今咱们的沈瑶和沈荣已经到了年纪，昨日艾嬷嬷同我说，她认了个孙女，一直在她膝下长大，如今也到了婚嫁的年纪了。我想世家女子盘根错节，沈家已经不适合再深陷其中。艾嬷嬷的孙女是十分合适的人选，艾嬷嬷在京中世家眼中也有一定分量，她开办的女子医堂培养出不少医女。母亲，儿媳都听您的。我便派人将人接来，看一看能不能有这个缘分。是，小姐，咱们老夫人的意思您也明白，如今姑爷身居高位，沈家如日中天，这点事对您对姑爷来说都不算什么。掌嘴。是夫人。小姐，奴才是老夫人身边的人。那又如何？刘嬷嬷口中的老夫人是她的继母，如今的李老夫人。嬷嬷，以后凡是李家的事都不用通报我，李家的帖子一律回了。是夫人。许莹在府里很忙吗？怎么了？我瞧着念夏怕是动心了。你可知许莹是太监出身？我知道。许莹是主动请命回京的。可我瞧着许莹也是有意的。正是因为心动，才不敢耽误她。若是念夏不在意许莹的身份，又如何不能在一起呢？她这一世想嫁给裴冕时，也以为他是太监，可她没有在意。裴冕，后日便回京了，明日可要去泡一泡温泉。好啊。佳佳，不要点火。难不成我不能挨你了？裴冕，我累死了，从我身上起来。别这样，佳佳，给我，好不好？裴冕，你讨厌。小猫伸爪子了。佳佳，不要挠我。芷秋，你说人为什么会忽然变了？怎么能前一天还对你亲亲热热，后一天就冷得要死？念夏，你同我说，可是对许莹有了情？芷秋，我不知为何他对我冷淡，我心里总是疼的。念夏，你要明白，你若是想嫁给他，便无男欢女爱，儿孙绕堂。你若是确定自己的内心，便去问一问他，他若是也对你有意，便在一起。若是他对你无意，你便死心。你说的是，我与其在这里揪心痛苦，不如去问个清楚。今日督主有事吩咐，许莹没有回京，你若是想问，便明日去问一问。我现在就去问他。眼下姑娘是有何事？这么冷的天，你怎的穿这点就跑出来了？若不是我开门，还要在外面站多久？许莹，你为何这般对我？是你爸爸老是来惹我的，又忽然不理我。眼下你不必如此，你我不过是有些来往罢了。好，真的是打扰许银大人了。要走也要穿着披风，莫要着凉了。奴婢一介下人，莫要脏了许银大人的东西。你的卖身契夫人早就给你了，你如今是自由身，我不过是一个太监，要脏也是我脏了你。你是觉得你是太监？我和你在一起很开心，我从来不在意这些。你可喜欢我？你若是无意于我，我便再不打扰你。心心念念的人就在怀里，他的那些想法都被击溃。念夏，我喜欢你。你不如盘点盘点自己的银子，去和夫人请罪求亲吧。好好盖着被子，莫要着凉。我同你说真的，你去同夫人负荆请罪吧。他自己去。他总不能又出银子又受罪吧？你好歹是干爹，莫要再勾我。若不是何伯说节欲，他早就让他说不了话了。如何能露半个身子在自己面前？念夏，你今日怎的如此喜色明显？说吧，因为什么？奴婢昨夜和许银聊了聊。你是同许银在一块儿了？是。你愿意便好，等回了京，我会寻许主谈一谈你们的婚事。夫人，不用这么麻烦。你自幼同我一起，如今终身大事怎能马虎？
便是他许银在东厂再如何，也得规规矩矩八抬大轿的将你娶回去。奴婢多谢夫人。这几日，圣上散朝后便有些腹饥，吩咐厨房备好甜汤，等圣上和大臣讨论完国事后送过去。圣上，如今国库空虚，如何能做到将所有土地收回，减免30%赋税？这几日，景瑞提出来的耕地改制在泰安掀起轩然大波，尤其是各地王爷不断上奏折，其中唯有逍遥王上奏折支持改制，温王没有动静。其余的王爷中，尤其是成王，从他上奏折反对后，忽然出现了一堆大臣加入反对的一方。福大人有何高见？臣认为100年来的耕地属权不曾有过问题，便证明这是不影响朝政的。圣上，这是素妃娘娘派奴才送来的，娘娘担心圣上劳累，特送来甜汤。素妃娘娘真是好贤惠呀！素妃娘娘体恤圣体，凌大人这是何意呀？凌家一派和福家一派争论不休，景瑞适时地挥了挥手，将人都赶了出去。洪公公，去皇后宫里吃早膳。他最近确实容易饿，不过一碗甜汤哪里能吃饱？也不知裴督主什么时候回京，他都快受不住那些人的念叨了。这泰安朝堂还是需要裴督主这么一个人镇着。余宁，今日素妃果然派人送了甜汤，我可没喝。这几日静妃在宫里捣鼓巫蛊之事，谁给她整来的？除了她的母家，还能是谁？她咒什么呢？求皇嗣。冲我来的？今日英星已经回京了，静妃的事你不用操心了，我处理吧。圣上，快吃点吧。叫我阿瑞，你说阿瑞快点吃吧。阿瑞，快吃点吧。臣这就去办。那就有劳英理行了。哪有人派暗卫盯着人家后宫妃嫔床榻的？英理行，您老辛苦啊。这哪里是辛苦啊，就是命苦。让东菊去请圣上，告诉他，若是这次再请不来圣上，便滚去换衣房吧。是，娘娘。娘娘吩咐你去请圣上，若是这次再请不来，便滚去换衣房，给太监洗衣裳吧。我劝你啊，不如好好拾掇自己。若是去了换衣房，也能靠脸讨了福公公的欢心，少洗点衣裳。福公公是负责换衣房的管事太监，平日里极为好色。曾经东居将自己的姐姐送去换衣房，姐姐为保住清白撞柱而死，如今也该他东菊经一经这境遇了。娘娘，静妃宫里的东菊来了。奴婢东菊参见皇后娘娘。你不在静妃那里伺候着，来本宫这里作甚？皇后娘娘，奴婢此来是为了揭发静妃娘娘所做的恶行的。皇后娘娘，这个是静妃残害嫔妃，联合母家将宫中消息传出去，致使母家倒卖耕地，还有吩咐母家在前朝拉拢朝臣，提出废后的所有联络信。你如何能证明这信是静妃所写？回娘娘，奴婢自幼同静妃娘娘一同长大，做着静妃娘娘的伴读。静妃娘娘幼年不愿读书，经常被罚抄，她让奴婢仿照她的字迹去抄书，所以入宫后，她派奴婢送出去的信，奴婢都仿照一封后，将原信留下，奴婢写的送出宫。去昭阳殿请圣上，去传静妃。是，皇后娘娘。去东厂通知英星，可以出手了。是，圣上。静妃，你有何话可说？圣上，臣妾冤枉。东菊自幼和臣妾一同长大，他会仿照臣妾的笔记也是有的。圣上，静妃娘娘写的之字喜欢收尾上钩，奴婢这个一直学不会，您可以派人查看平日奴婢写的字和信上面的对比。信出自静妃之手已经是铁板上的事儿，可她的母家在朝堂的地位却不好处置。圣上，英理行求见。进来吧。臣见过圣上，见过皇后娘娘。英理行是有何事？今日东厂查到静妃娘娘在宫中暗行巫蛊之术。静妃被打入冷宫，母家被革职流放，私产充公，在倒卖耕田中涉及素妃，涉及福家。静妃的事和福家的事一连出来后，朝堂一时陷入混乱，众人都在等圣上的反应。裴督主今日也来了，洪公公去搬椅子。不必了，多谢圣上，臣有事禀奏。裴督主请说。神王在封地私自屯兵，殷太平假死逃过殉葬，如今更是联合京中圣元堂堂主，用密钥设计朝中大臣，将培养的女子送入朝臣府邸，意图腐蚀朝堂。一朝大臣
竟然被在后院上设计，一帮无用的东西！3日之内处理干净，否则朕不介意搬几道圣旨。裴督主，剩下的事就由东厂负责了。掌刑大人，人带到了。这位苟源先生最善用药，可得谨慎些。带回去，把咱们殷太平也带过去，咱家亲自伺候。10日后，东厂围剿成王及其残部时，将逃入山里的成王一举抓获。在调查成王府后，发现成王1年来不断暗中高价购买京郊的耕地近1000亩，一纸经嘱，圣上大怒，颁下圣旨，改耕田制，降低赋税，同时召各地的王爷入京居住，不得居在封地。佳佳，朝中的事儿都办完了，差不多了，剩下的有叙述和应信。佳佳，众王回京后必不可少的便是宴会，若是有人冲撞了你，不要害怕，派人收拾了，有什么事我会去处理。如今哪里会有人冲撞我啊？总有不长眼的人。在封地那般自由，如今回了京，却不好肆意妄为了。淼淼，如今孩子还小，等孩子出生后，我便请封让位，然后便带你世间游历，可好？圣上怎会同意？他会同意的。他让位的折子和封地王章会一起递上去，没有王章的王爷不会有任何隐患。一哥哥，其实不必为了我这般。乖淼淼，什么王爷权势，我从来未曾在意过。到时候孩子出生，我怕是会舍不得离开他呢。这京中生活，我也不是不能习惯。果然是鬼谷圣手教出来的，就是骨头硬。你是怎么知道的？有什么是咱家不知道的？你说我师父是不是还活着？吵死了！何伯，天儿怪冷的，您站在这里做甚啊？我知道，苟源呢罪该万死，只是我想见他一面。师父临终前要我带一句话给他，您看能否等2天？我骗他鬼谷圣手还活着，他如今正陷入心魔。好。玉宁，如今后宫已经没有可以妨碍你的人了。他哪里不知道，景睿一直在暗中清理着后宫。明日皇宴都安排好了？都备好了。明日裴夫人可要带阿锦和阿鱼？阿锦和阿鱼已经快周岁了，你再不赶紧接入宫，到时候孩子们都大了，懂事了，更不喜欢入宫了。王妃，尝尝这个，本王特意从江南请来的厨子。多谢王爷。自从回京后，景王原本嚣张的气焰瞬间熄灭了，1连半月都在自己的房里，只是不知可有孕了。说是生下孩子，那他便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一如曾经的康王叔，他若是不死，那如今的康王妃又如何能过得如此舒心？景王整日流连在女人的榻上，说是孩子看着他这般做派学坏了，可怎么好？王妃啊，明日皇宴，本王想着不若带着青莲一道入宫，也好伺候你啊。倒是没想到这个小蹄子不知什么时候勾搭上王爷了，可要奴婢处理了。一个不知高低的小蹄子罢了，本王非倒要看看他凭什么以为自己有那个富贵命。清理马房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奴婢记得叫张武，今年也有35了吧？那就把青莲许给他吧，不必来同本王妃谢恩了。是王妃。青莲，过来。所致姑姑。夫人疼你，你也到了婚配的年纪。打扫马房的张武勤劳能干，王妃开恩将你许配给他，一会儿去账房支2两银子，算王妃给你的陪嫁。今晚就去张武屋里吧。不，王爷说他喜欢我，王妃不能这样。所知姑姑，他是不是去找王爷了？哼，便是找了又有什么用？王爷会为了一个丫鬟而同王妃有不和吗？天真。不是说国库没银子了吗？闭上你的嘴巴！前段日子又是抄家，又是将成王多年的筹谋收工，如今国库即便不是富得流油，也一定积累不少了。何况沈家又不知道在国库里上供了多少。哎，沈老夫人，阿瑶啊，上次我派嬷嬷去给你带的话，你考虑的如何了？你去瞧瞧藤萝，他年纪小，莫要冲撞了人。是，母亲。哎呀，老姐姐您的孩子们呐，是一个顶一个的有出息。我那孙女木儿啊，一直对自己的表哥十分欣赏，听说那同事如今有了身子，也不好伺候，
不如咱们两家再亲上加亲，将木耳给阿恒做个平妻。在咱们泰安，从来没有什么平妻一说，妻子只有一个。李家曾经和沈家断交多年，如今也不必再有来往。老姐姐，您看您这是说的什么话呀？怎么毕竟是亲家，再说那些年也是有缘由的。莫说那些，我沈家认的只有梦瑶的母亲。你若再来用所谓的孝道压人，沈家不介意同你撕破脸。早些年你是如何搓磨梦瑶的，你自知道。李梦瑶，你母亲的牌位可还在李家祠堂呢。母亲，儿媳给您添麻烦了。这算不上什么，你莫要多想。外祖母、大舅母、二舅母，嘉禾今日没有带孩子们，暖衣还小，阿锦和阿鱼如今越发皮了，还是在家里好。还没有见过暖衣，等哪天天气好，你带回来给外祖母瞧瞧。是，外祖母。走吧，我们去宴殿。圣上驾到，皇后娘娘驾到。不必多礼，今日家宴。如今圣上经图立制，陆陆续续铲除了朝中不少无为奸诈之臣，比起曾经的泰安，现在已经好了许多。圣上，臣弟敬你。比起别的王爷，想来他是最开心的了。他本就不愿意离京，如今终于回来，还能时常见到圣上，怎能不开心？如今众王爷回京，朕同各位王爷都是血亲，往后便可常见常谈。圣上明智，明智。佳佳可是累了？我不累啊。暖衣定然在府里想佳佳了，我们不若早些回去瞧瞧孩子。这会儿回去会不会太早了些？哎，督主，今日不见阿锦和阿鱼。没带。朕想，如今督主府的3个孩子，督主夫人定然也是忙得紧，不如将送来几个，给皇后带着。那就将阿锦和阿鱼送来给皇后带几日吧。那本宫明日派人去接来，妾身明日将东西收拾好。好，果然这2人不似面上的不重权，如今不也想着法子的，想将督主府的公子放在眼跟前当质子。世人都会以为圣上这般殷切的想将阿锦和阿鱼接进宫里，是为了压制裴敏。可是谁能知道，裴敏本身就是龙血凤髓，他本该在高位养尊处优，肆意生长。佳佳，累不累？可要回府。圣上，朕身子不适，先行回去了。那督主先回去休养休养。急什么？我又不是真的累了。那便好。冷了吧？佳佳，我想你了，快让我亲亲。今晚我给佳佳准备了件衣裳，佳佳穿一穿可好？你调衣服？乖乖，试一试，只试一试好吗？不要，我不要。佳佳，裴敏，你快起来！快，佳佳，我难受。可你怎么现在这么多花样啊？他是不会说从书里学来的。林哥哥，我累了，我想睡觉。那你过来。马上，佳佳，马上，莫闹我。你这是才回来吗？今日东厂有些事耽搁了，那给你。这么晚了你寻我，就是为了送这个呀？等明儿送也成。生辰快乐，殿下！今年我要做第一个对你说生辰快乐的人，往后年年都是。我很喜欢，你快回去歇着吧。督主呢？回夫人，督主去了东厂，临走时还吩咐奴婢莫要吵醒您。督主说午膳便不回来用了。我倒是要瞧一瞧他能躲多久。知秋，去让许言将督主的东西都搬到前院。念夏，今日你生辰，夫人带你出去逛街。多谢夫人。许言在听完知秋的话后愣了许久，在夫人和督主中最终选择了夫人。知秋姐姐，我这就派人去办。夫人您瞧，这金猪年味已经浓了呢。今日回去告诉许言，咱们府里也开始准备吧，今年好好过个年。是夫人。出什么事了？知秋姑娘，是前面的马车忽然和我们抢路了。是明王府的马车。明王府
曾经的大皇子。奴婢听说冥王的永慈郡主十分骄纵无礼，在回京后惹出好几桩祸事呢。出生在皇家贵胄，又是冥王唯一的女儿，被惯坏也是有的。夫人，是刚才和咱们抢路的那辆马车，天1号房。刚才永慈郡主来说天1号房位置好，所以将那女子赶到了阳1号房。带我们先上2楼吧。夫人您请。快来尝尝我泡的茶，最近茶艺方面我可是长进不少。我瞧着你如今过得甚是不错，刚才在天1号房可受了委屈。就你堂堂督主夫人同我一起，我可是一点委屈都没有。什么贱胚子，也敢在郡主面前碍眼，真是脏了郡主的店儿。那个姑娘是艰难处的胡秀才女儿，她自幼失去母亲，胡秀才得了病，她来五福楼卖唱，也是为了给她爹攒钱看病。你身边的狗真没用。夫人，她这是认出咱们的身份了。看来刚才撞马车并不是无意的。我曾听说永慈郡主听你的名字和她封号有冲撞，似有些不悦。这太夸张了吧？她是那一辈出生最早的孩子，就是女子，没什么威胁，所以自幼受不少宠爱。如今长大了，再加上在封地待久了，回来便是这般了。你往后出府住一些，就怕被这种人惦记，有时候疯起来难免不会伤到你。我们也走吧。也好，夫人带你去买点首饰。夫人不用。走吧，夫人有钱。是昨夜许莹送的。哦，知秋，去将殷星叫来。是，夫人。今日督主明显一副惹了夫人的模样，现在夫人叫我去，那我会不会有危险？哎呦，督主啊，属下真的难啊。殷礼行怎么不走啊？来了，参见夫人。殷星，这几日你忙吗？夫人有事啊，您吩咐。替我查个人，永慈郡主。是夫人，您放心，属下一定给您查得仔仔细细。好，去吧。哎，好嘞。殷星似乎走得很快啊。这会儿回去太早了，佳佳一定还没消气。督主，许莹刚才派人来传话，夫人今日已经派人将您的东西都搬去了前院。你说什么？夫人将您的东西都搬前院了。回府。自从成婚以来，佳佳从未对他生过气，如今已经要和自己分房了。想到昨夜自己的所作所为，他忍不住在自己的头上拍了一巴掌。去美人阁。是，督主。夸张了，督主慌了。谁能想到他会把美人阁搬空了？今日他打算去美人阁中置办一些新首饰，却被告知都已经送去了督主府。又是那个女人，如今这京都都是他宋慈安的了。佳佳，扰人清梦最讨厌。是，佳佳说的对，昨夜都是我的错，佳佳莫恼了，好不好？说，哪里来的那种花样？你背着我做了什么？佳佳，我没干什么，我就是偶然看到了点书。这几日你去书房吧。佳佳，原谅我吧，书房太冷了，我保证再也不会那样了。我这几日不方便，你先睡前院吧。不方便？我来小日子了。以往我们都睡一起，为何这次来小日子就不能一起了？我不管，佳佳，我可以帮你暖肚子，我不去书房，不劳烦佳佳身边的人，我派人去搬。佳佳，我来为你暖一暖。今日你碰见永慈郡主了？是啊。这种事让应星处理便好。你放心吧，若是有什么，我会告诉你的。天爷，他刚刚把督主的东西在前院整理好啊。怎么了？没事，儿子这就去办。下次别犯蠢了，督主怎么会和夫人分房？干爹说的是。郡主，王妃娘娘派人送来了新的布料给您。怎么是这个？怎么回事？是不是你们这群小贱人用来敷衍本郡主的？他一向用的可比这个好得多，如今竟然收到的是这个。郡主息怒，郡主，王妃说了，如今回京后不可太过张扬。还有一句话他没敢说，王妃说了，在京中即便有更好的料子，也是皇后和亲王妃等穿，他们不能和那些人穿一样的。所有先皇子们，只有逍遥王是亲王，剩下的都只是王爷。本郡主如何做事，还轮不到你一个贱人来指指点点。一群认不清自己主子的东西，本郡主是唯一的郡主，有什么是用不得的？这就是你教养好的女儿。永慈郡主脾气焦躁，不慈不仁，
自今日起，禁足院子里，什么时候超够了50遍女戒，什么时候再出来。是，王爷。平日里永慈也经常打骂吓人，怎的今日便如此严重了？王妃，若是还无法管束永慈，下次便让冉侧妃管王府，你好好一心一意的管永慈吧。父王，你给本王闭嘴！只会惹是生非的蠢货！回京没多久，他已经给他擦了不少屁股了。把这丫鬟带下去，找大夫瞧瞧。你何必对一个丫鬟这般？他一个婢子，竟然说教我！这布料是母妃吩咐送来的，如今已经回京，这不是你随意发脾气的地方。你年纪也到了，还要嫁人。我最后告诉你一次，若还不知收敛自己的脾气，我也不会一直保真你。如今你哥哥世子之位还未请封，若是因着你的缘故影响你哥哥，母妃一定不会饶了你。冉侧妃一直是他最大的对手，他的儿子本该是世子，可是一直未被请封，也是因为冉侧妃和他的儿子不断的在干扰。你哥哥便要回来了，这几日安分些。这次母妃一定要让你父王给你哥哥请封世子。是，母妃。若他哥哥不能继承王位，他必然也受影响。王爷，这脸治不成了。罢了罢了，去处理干净吧。一个保不住和岁岁相似脸的人，不配活在这世间。是，王爷。岁岁，是我无用，还没找到我们的儿子。夫人，这上面都是永慈郡主做过的所有恶事，有小部分的小事儿是明王知道的，剩下的都是被明王妃压下来了。昨夜永慈郡主因为布料的事儿，将一个婢女鞭打毁容，被明王禁足了。因着这个婢女长得同明王曾经心爱的女子有6分相似。有夫人啊，那女子是明王曾经的贴身宫女，一直陪着明王，也是明王出京人士的对象。只是明王的母妃察觉明王对那宫女的心思，暗中打发出去了。明王竟暗中找了许久，硬生生将那女子找见了，于是便将那女子私藏起来。在和明王在一起的1年半里，为明王生了一个孩子。后来明王到了娶妻的时候，迟迟推脱，这才被他母妃发掘出来。趁着明王外出办差，派人将那女子和孩子一起绞杀了。不过因为明王在那女子身边留了人，在危机关头将孩子调换了。原本想等风头过去了再去那户人家接孩子，可是那户人家不知为何忽然离开了，后来一直寻不到踪迹。明王书房有一个暗室，咱们的人进去看了，里边布置的都是那个女子的东西。怪不得明王世子一直未曾册立，若是那个孩子回来，这世子之位一定就是那孩子的。明日我要这册子里永慈郡主做过的事都传遍京城，一个不辞的郡主如何配得上这个封号？是夫人。念夏，许莹在外面等你。哎，你怎的忽然就来了？我有东西给你，我刚给你做了一双靴子，里面加了不少棉，你穿上试试。好，我自己来。正好，很舒服，辛苦你了。这永慈郡主果然是个跋扈的。你以为呢？我大伯母外甥女的汉子就在明王妃对面的府邸看侧门的。她回来说，经常从侧门被扔出来尸体，那都是永慈郡主身边的女士。你们不知道前2日五福楼的事？就是永慈郡主去五福楼用膳，竟然派侍卫将门守住，来往人都要被搜身检查。最后临走时，还让侍女打骂了一个门口唱曲儿的姑娘。那可是五福楼啊，平日里都是达官贵人的地方。永慈郡主连都主夫人都挑衅，这都主夫人实在性子好。你们说，自从都主夫人入府，是不是连都主都好了许多？今日怎的有些晚？难不成见到了心仪的人？小姐，奴婢哪里有心仪之人？奴婢还为都主夫人博了一些好感呢，没人瞧出奴婢的身份。你以为那群人里没有东厂的人？你刚开口就有人注意到你了。奴婢是不是惹祸了？这有什么怕的？你不是维护了他们夫人吗？
莫担心了，一会儿派人将今年庄子上送来的粮食给阿凡。阿凡便是那日周婉清从五福楼带回来的唱曲女子。参见王爷。去查永宁郡主回京来做的所有事，将他身边的人还有王妃身边的人都挨个盘查。是王爷。王爷都查清楚了，只是还有几件事他们咬死都不说。他们怎么敢认？还有一事，说永慈郡主曾经在宴会上说了一句，都主夫人的名字撞了自己的名讳，而且在2日前，郡主在五福楼遇见了都主夫人，抢了都主夫人的雅间，似乎对都主夫人有些无礼。女，去将永慈郡主提来，将王妃也叫来。他就说永慈怎会一夜之间在京中成了人人议论的对象，连他都不知道的事会被传出，这一定是东厂裴敏那般宠妻的人怎会容许自己的夫人受此委屈。他从来都不想和东厂打交道，更不想得罪东厂。回京后他也是一直安安分分做自己的事儿，没想到家里出了个不怕死的蠢货。你自己看看他都做了什么。你不是说你只做了那些吗？这上面怎么这么多母妃不知道的？挑衅都主夫人，大放厥词，说都主夫人撞你的名讳。你是什么东西？你的名讳？郡主自今日起软禁院子内，本王会给他找个人家，在成亲前一律称病，不许踏出院子半步。王妃从此只需管好自己便是，这王府的大小事都由冉侧妃掌管。您这是要废了妾身吗？你是母妃亲自挑选的王妃，还有资历在，本王不废你，你便在后院老老实实的吧。去将库房里的那千年人参取出来，备马车去都主府。是王爷。哟，王爷这是打算出门？是啊，逆女对都主夫人不敬，本王正打算亲自上门赔罪。永慈郡主可真是好大的派头，王爷您瞧，都惊动咱们圣上了。去，将人都叫来。阴里想，不如去前厅喝杯茶，坐一坐。唉，为圣上办事儿哪有歇息的？哪里是给圣上办事儿，明明是为自家夫人讨理的。神都齐了，咱家就开始宣旨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永慈郡主不慈不仁，行为不谨，教养不善，撤永慈封号，明王妃教女无方，罚俸1年。子欢郡主年岁正妙，帝后关怀，小妻为武阳忠勇上进，特赐婚2人。萧其位连7品都够不上，这是要毁了他一辈子。子欢郡主领旨啊，谢恩啊。王府只有2个女儿，如今景子欢的婚事已定，可王府不会将2个女儿都低价，那他的婚事就一定会慎重抉择。谁曾想有一日这种富贵会在自己头上。王爷，咱们可还要去都主府？去，现在就去。明王，我们夫人有请。你今年多大了？奴才多大不重要，夫人有请。这个明王是神经病吧？像，真的太像了。裴都主，是本王娇女不善，扰了夫人倾心，今日特来赔罪。本王呢，有一只偶得的千年人参，还有一张本王亲笔所写的契约，往后本王封地的3成上贡归都主府。哼，明王是觉得都主府揭不开锅了不成？这是不打算接受的意思了。都主若是嫌少，本王可以改契约，5成也可。王爷实在客气，您说的契约着实不必。永慈郡主的今日都是往日的错事积累，这史上没有臣子收王爷上贡的说法。这事一旦传出去，裴敏将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王爷，夫人的意思是有人参便够了。许莹说的不错，多谢裴夫人大度，今日叨扰了。许莹，再加派些人手找大公子，范围也扩大些。他和岁岁的孩子到底什么时候能找到？这世子之位，他不知还能拖多久。督主，属下知错。去找你干爹领罚。是，督主。佳佳，如今英星可是整日不想着东厂的事，只在每日上报的密函中寻些旁人家的事。是你吩咐的吧？不许胡说。好好好。是哪个皮厚的骂咱家？干爹，今日儿子失言了。小银子，你怎么回事？
脑子都丢念夏姑娘那里了。我说我不知道，您信吗？咱家亲自动手，撅好屁股吧。得了，一会儿派人把你送回去。帝辛，那个狗猿想见你。走，去瞧瞧。差点把咱家送走的家伙，竟然忘了他了。我什么时候能见到师父？今日便让你见。师父已经去世了。他一直以为师父只有自己这么一个徒弟，他是师父养大的，不是亲子，胜似亲子。这么多年，他所有的谋划都是想得到师父的认可。师父临终留有遗训，若是得知你继续做错事，便替他清理门户。动手吧。何伯，您出来了。他估计也不行了。一个人失去求生意识是熬不住的。好好的怎么会受罚？心里将英修骂了个狗血淋头，好端端的非要派人告诉念夏，偏偏自己被打的还是屁股。他一定是记恨当初他在京中被杖责时，自己让他注意屁股变八瓣的话了。宁夏，你别担心，我1-2天就好了。英兴下手是留了手的，只是看着严重。好歹她也是我干娘，不能太没良心不是？何伯，麻烦您了。无妨。你来这里，夫人那边叫你怎么办？是夫人让我来的，放心吧。那便好，夫人一向宽厚，今日是我的错。你想吃什么？我去做。我什么都不想吃，你陪我待会儿就好。参见皇后娘娘，多免礼吧。娘娘，快过年了，臣妾做了2双虎头鞋给2位小公子。南贵人有心了。如今后宫风向十分明确了，4大妃位空悬，但圣上并无再封妃的意思。如今皇后独宠，他们便是有心私斗，也没有斗的必要。阿鱼一直乖乖地坐在一旁，眼睛亮亮的看着周围打扮好看的嫔妃，尤其看到南星收下一个个亮晶晶的东西后，他的眼睛更亮了。倒是阿锦比起阿鱼来说稳重许多，平日2个人被景睿带去朝阳殿时，阿锦便能被景睿抱在膝上半日，而阿鱼是一刻都不行。这么几日下来，景睿和王玉宁心里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想法了。皇后娘娘，明王妃求见。妾身见过皇后娘娘，娘娘万安，求皇后娘娘开恩。妾身是想求娘娘可否收回赐婚圣旨，子欢还小，她还不是嫁人的时候。既年纪还小，那便迟嫁1年，这些王妃和武家商议便是。娘娘，求娘娘收回旨意，子欢自幼金尊玉贵，武家实在太过贫瘠呀。你不会不明白何为圣旨？子欢郡主往日作为你都是知道的，比起那些被他伤害的人来说，他现在已经是最好的选择了。若是王妃聪慧，此刻最要紧的是打听南方品行，为子欢郡主准备嫁妆，而不是在本宫这里大呼小叫。南星，皇后娘娘该歇歇了，您请。王妃，咱们大公子回来了。李儿回来了。回王妃，是，现在已经在府里了。李儿，儿子见过母妃。吾儿又长高了许多，可是伺候的人不尽心，吾儿怎么这般消瘦？不过现在好了，咱们回家了。母妃每日上厨房做你喜欢吃的啊。母妃，儿子已经回来了，您往后莫要担心了。这几日你在府中歇几日，明日为父上折子给你谋差事。是，多谢父王。你我父子不必多言。主子，大公子回来了。什么时候回来的？刚回来不久，现在在前厅坐着。这么快便回来了？去，将阿刘和阿志叫来，一起去见大公子。是，主子。如今大公子回来，也不知王爷会不会因着他的原因，将自己刚拿到掌家之权还给王妃。我们府里一向同温王府没有人情往来吧？夫人，咱们府里和温王府未有来往。他对温王妃的印象不错，于是便让人将东西收入库房，亲自挑选了回礼，派知秋亲自送了去。夫人，温王妃好像如今也有了身孕呢。上一次宫宴上，瞧着温王妃肚子不明显，再加上温王那么小心谨慎的模样，估计还没有坐稳胎吧。奴婢听说温王妃自幼身子便弱，如今有孕，也不知身子是否养好了。
他生阿锦和阿鱼时，即便养得格外细心，还是那般艰难。想到温王妃那么娇弱的一个女子，夫人，咱们的灯笼都挂好了。今年烟火多置办些，年夜里多享一会儿，咱们明年顺顺利利的。是，夫人。殿下，你回来了，给你新年衣裳。你不伺候的时候啊，试试大小，我在江南买来的料子。好。殿下，你怎么了？没事，只是想告诉你，最近别太累了。放心吧，他不该着急的，再等等，万一有一日念下后悔呢？尹大人，掌心找您，今日已经吃了不少了，不许再吃了，否则我会告诉知秋断了你的点心。干爹，用礼行。你和念夏是怎么打算的？干爹，儿子打算再等等。等什么等？念夏好好的一个姑娘，不清不楚跟着您，我怎么可能让她不明不白的？我只是怕她会后悔。这事你还是同念夏说清楚的好，莫要有了误会。是，干爹。下去忙吧。是，若是我早些收养她便好了，也能保全了她。这是她的命，不要说那种无意义的废话。事情如何了？孙儿亲自去了一趟李家，李家要求大哥娶李云为平妻。母亲，这事不必商量了。说是他真敢将我母亲牌位移出去，我一定不会放过他。李父亲自让人传话，若是李氏不乖乖听话，便要将他生母的牌位移出李家祠堂。只有被休的女子才无法入祠堂。大夫人、二夫人，艾嬷嬷的孙女艾月，阿月，这是刚从外面回来。是，二夫人。老夫人这会儿正好也饿了，艾姑娘去正好，莫要再看了。你在这里看穿眼，还不如直接去问问阿瑶的心思。大嫂所言正是。话说当年那李家原配夫人离世后，这季夫人入府，原配嫡女可就过得如履薄冰了。说书人还在继续说着，内容便是李家苛待原配嫡女的事儿，内容详细到好似都是亲眼见过的。狼哥，还得是你啊！既然李家脸都不要了，那不如把这面皮撕破算了。李家苛待原配之女，逼迫其为家族开后门的事，半日的功夫便传遍了。不等李家做出反应，李老爷子和如今的李大人便被圣上传进了宫里。最终，李家被一道圣旨贬为庶人，赶出京城。父亲，请您签字。你这是要替你母亲同我和离？母亲临终前和我说过，您的心已经不在她身上了，否则母亲不会提前为我定亲。她不同您和离，是为了我嫡长女的位置，不是为了你。逆女！夫人，天冷站在这里，莫要冻着。夫君，你怎么来了？李氏的事已经在京中传得风言风语，他原曾想，若是夫君介意这个事情的话，他打算自请入佛堂。担心你，祖父救我！你们是什么人？贵公子在我们赌坊输了钱，如今还不上来。他欠了多少？100两黄金。这么多？祖父，可以将妹妹送过去，一人抵债。祖父，求你不要将孙女送走。我需要100两黄金。今日这和离书签了，赌场的事儿我自会平息。你回来啦，快来瞧瞧我的雪人。瞧瞧衣裳都湿了，莫要受凉。是，下次多注意。怕了，若是真的受凉，便只能喝药了。何不得要一向最苦？快，不要乱动，刚刚受凉了，好好泡一泡才是。北渊最近不安宁，可是因为冬季的原因。北渊虽同我朝通商，可是他们一到冬季便会受到不少限制。如今邻近的敌国虎视眈眈，想分了北渊。分了？北渊地势天气注定无法自产粮食，可是多畜牧，这对周围的国家而言是很好的附属地。佳佳，北渊帝打算年后来我朝，他是想和泰安联合。北渊有和亲之意。和亲？这泰安朝哪有公主？倒是有几个郡主，可年岁相近的也没有几个。哎，你老实些。佳佳，能不能？我把春光覆水流，
就来树叶红。又见候鸟向南飞，眨眼已入冬。我怕前路太朦胧。泰安如今没有嫡亲的公主，有的也就是几个郡主罢了。说是和亲，意义也不大，又何必逼着自己呢？阿姐，你以为我付出太多，我不能再耽误你的一生。这北渊也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我为此付出些，就有什么耽误不耽误的？如今是北渊在求约泰安，自己掌握北渊商业，他去和亲，泰安会更重视一些。不必担忧我，上次泰安一行，我对那里倒是喜欢的。再有几日，北渊帝便要到了。玉宁，你说若是北渊帝要和亲，选谁好呢？哪里有合适的，端看北渊帝的意思吧。景睿，玉宁，默契，默契。他好似那永远吃不饱的样子。只一次。是。冥王神色有些烦躁地看着眼前的案子。最近因为一桩贩卖孩童的案子，引出了背后京中多年买卖幼童的大案。圣上派了冥王协助大理寺一同调查，可是他们查了将近半个月，没有一点眉目。旭言，这几日都忙啥呢？应礼香，这几日他协助大理寺查办孩童失踪的案子。是不是去哪个美人窟里逍遥？我哪有去过什么美人窟？您可千万不要胡说，被殿下听到了可怎么是好？什么没去过？当初咱家带你去的，难不成是茶楼？那可是您上次骗我的。再说我可什么都没有干。行，都怪我。干爹，厨房给你留了饭。那我就先走了。外面这么冷，你怎么还没有歇下？你一直没有回来，我想着这么晚了，怕你没有饭吃。这些都是你做的吗？你尝尝。殿下，怎么了？你可愿嫁给我？我愿意。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王爷，昨夜的人审了一夜，他只说出了这些。原来是这样。供状中的老妇人说了他们拐卖孩童的过程，其中提到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便是曾经他和穗穗的宅子旁边。而他们如果遇到一些不配合的孩子时，会和一些人家做交易，有些人家因为被处罚，需要将家中的男嗣送进宫里阉割时，便会用这种孩子代替。本王要亲自见一见他。16年前，淮南街巷子最里面那家有个孩子，同你们当时偷来的孩子换了，你们把那孩子弄哪里去了？你是当年？他便是当年那处宅子的男主人。你既然认出我，便知道我说的孩子是谁。你若告知我真相，我必保你一命。老妇人，我这条贱命也活够了。只是我有一孙儿。好，你告诉我他在哪里，我一定保他安然无恙的长大。多谢贵人。当年您隔壁那处宅子，是我们的一个据点。我们自知这孩子出生不凡，怕引来麻烦。正巧我们知道有一家人刚刚生了个孩子，也是个男孩。第二日便派人问了问，想不想再养一个男孩。那一家人本就做的不是明面上的营生，他们也害怕有那么一日啊，所以便把那个孩子收了下来。后来我们便逃出了京中，很多年没敢再入京。那家人你可知现在在哪里？这我也不知道啊，只是后来听说那家人几年后被问罪了。贵人，明父的孙儿。本王不是出尔反尔的人。他隐隐记得送他入宫的那家人从不让他出门，也从不告诉人家里还有一个他。去查一查，因为这种原本被送入宫中年纪15、16岁的太监名单。是王爷，往日这时候不是应该在外面查案子吗？今日怎么在这儿？这个蠢王八！丽香，您可知我当初为何入宫？你入宫是因着家中犯罪，可实际上你只不过是人家那家人收养的一个孤儿罢了。怎么忽然想起这件事？难不成是想寻根儿了？我从未有过此打算，一日是干爹的儿子，往后终生都只是干爹的儿子。既然没有那个打算，又何必问那些不着边际的话？
又因为这些费心神呢？您说的是？今日回得这般早？是，干爹，儿子想求娶念夏姑娘。可问过念夏姑娘？回干爹，问清楚了。那今日我便去求见夫人。多谢干爹。干爹，这是这些年来儿子攒下来的，我这里也给你预备了一些，到时候一同拿给夫人。干爹，您对儿子已经仁至义尽，怎能要您攒下的家业？此事听我的就好。我……行了，何必如此婆婆妈妈？咱家也给你备了些聘礼，到时候一同拿给夫人。看什么看？往后咱家这养老啊，可就交给你了。是。不好好在屋子里，出来做甚？哼！怎么了？我怕你受寒。乖，不气，是我的错，是我蠢笨，不懂佳佳的好意。佳佳打我骂我都好，我要气到自己伤身。佳佳，怎么了？快，我们去床上可好？一曲悠悠，弦伴邂逅的不切，爱的桥段，叫我怎么写？风萧声动，雨忽忘转，一夜雨浓。雪流黄金缕雨小雨盈盈相遇，众里寻他千百度。督主，去书房吧。是。冥王的是丁景县。是，督主。两位公子的周岁宴就快到了，去命人用我库房里那块蓝田玉做2只玉环。是，督主。北渊帝远道而来，一路辛苦，泰安帝客气了。此行本宫也考虑着自己的婚事，本宫甚是喜欢泰安的风土人情，所以打算嫁来泰安。这位是冥王的长子景子礼，在景睿心里，最好的人选便是他。景子礼自幼跟着大儒学习，无论从学识到礼数都是最好的。何况冥王心思纯正，北渊长公主必然不能嫁一个普通的人，而冥王嫡长子则是最好的人选。他知道，既然是泰安圣上点名的人，那定然是最合适的人选。人家爱姑娘那么好，你还不赶紧抓紧？我可听娘说了啊，艾嬷嬷已经开始给艾姑娘相看夫婿了。沈荣在前一天晚上已经被温氏警告过，今日一定要劝劝他的哥哥，否则便给沈荣安排相亲。比起自己被相亲，他更愿意催着他的哥哥。苏怀丹发现在生意外的他好似十分鲜活，和之前自己见到的样子完全不一样。难不成北渊长公主对荣表哥有兴趣？我朝世家公子不少，长公主可挑选自己心仪之人。多谢皇后娘娘，若是有心仪之人，定然会告知。长公主放心，若是您嫁来泰安，定然按照本朝公主的待遇给你。多谢泰安帝。自此，泰安和北渊便是一家。这也是敲定了两国的约定。李儿，快去敬长公主一杯，这可是最好的机会。若是能成功娶到长公主，那世子之位就一定能定下来。你怎么不明白母妃的苦心呢？随缘便好。所有人都不知道景子礼对世子之位根本从未想过。年幼时，他偷偷进了冥王的书房，也就是那个时候，他才听到了原来在他之前还有一个哥哥。想来这世子之位是那位哥哥的，在他父王愿意将他远送给大儒教育时，他是十分感激的，毕竟学到的本事是自己的。哥哥，你若是娶不到长公主，那府里的冉侧妃岂不上翻了天？他难不成以为自己娶了北渊长公主，他便能弃了那门婚事吗？先管好你自己吧，再不久就要出嫁了。该死的，他这是不打算帮我了。既然你不想帮我，那我就自己想办法。景王妃如今有孕在身，若是有不合口的，尽管让御膳房再做。多谢皇后娘娘。再等最多1个月，他坐稳了胎，他便无用了。一直听闻泰安美酒不胜，今日倒是得见了。长公主喜欢，本宫便派人多送些给你。那就多谢皇后娘娘了。听闻督主夫人一向温善大方，皇后若是夫人愿意，可要带本宫多了解了解泰安。长公主不嫌弃，臣妇自是十分愿意的。佳佳，尝一尝味道如何？
怎么样？很鲜呐。将今晚做鱼的厨子带回府里。金子环，你老实些，莫要忘了今日出府你答应我的话。待会儿去赏梅的时候，你好生同人相处着，莫要起了冲突。是，母妃。一会儿便是赏梅的时候，众人都会离开宴厅，他的机会来了。母妃，女儿也想到那边看一看。他并不放心他，心里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打算跟上去时，忽然被明王妃拉住胳膊。李儿，你跟着母妃。郡主，我们是要去哪里呀？若是出了事，她作为丫鬟一定逃不掉。郡主，咱们回去吧。废物，奴婢在外面帮您把风。明王，此事已经查明，如今在子欢郡主袖中发现了曾经父皇严禁的药物，子欢郡主软禁王府，直至出嫁。母妃，救救我！你做的事是想害整个王府。我虽是你的母亲，可是我不能这般自私。督主，明王已经将符合那些条件的名单都列了出来，其中有许莹的名字。许莹？可曾查过许莹的身份？韦督主，当初属下查过许莹的身世，确实是一个孤儿，不过是替收养她的那家之子入宫的。许褚的心里此刻也开始有了怀疑，或许他当时应该再深入查一查。仔细查许莹入宫前的身世，赶在明王之前。是，督主。此事不如交给我来查了。我没事，我来查吧。这几日你的事情也不少。也好，我没事。怎么可能？他这种人最重感情，何况是自己养了这么多年的干儿子。清风山难知，梦中啊？你说什么？北渊长公主约您茶楼见面呀？难不成生意上出了问题？沈公子，长公主在2楼等您。长公主，那个在生意上机敏聪慧的男子，在离开生意场后这般呆傻。沈公子觉得我今日的衣裳可好看？沈公子都未看我，你是在敷衍我？长公主天人之姿，自然好看的。不知沈公子可有婚配？回公主并无。我对泰安不太熟悉，不如嫁与你吧。好，就这般定下了。本郡主嫁你们家是你们的脸面。来人，将这个院子围起来。从此以后，子欢郡主不得出院子一步。你算什么东西？我是郡主，我父王岂会饶你？王爷答应我，1月后升迁，从此你的事，王府绝不插手，是死是活都归武家处理。不可能，我是父王唯一的嫡女，即便父王不管我，母妃也不会不管。跟着王爷人来的还有王妃的人，王妃一样的话。什么？北渊长公主要嫁入沈府？他也没想到长公主这般迅速。苏怀丹也是着急的，北渊情势越发的急迫，北渊等不了了。洪公公辛苦了，这是咱家应该的，老夫人太客气了。圣旨是什么情况？回祖母、大伯、父亲，今日长公主约见子荣，说了想嫁入沈家，可是子荣也没想到圣旨随之而来。你们2人亲手准备大婚，莫要薄待了长公主。她一人独嫁异国也不容易。是，母亲。既如此，往后长公主便是你的妻子，沈家的规矩你明白，一定要善待她。是，祖母。这事许莹可知道？回督主，现在还不知道，让他自己考虑吧。王爷，根据那个老妇人所说，已经查到了当年那家人的消息，咱们公子被送入宫的名字叫做袁术，这个名字不在册中，只因咱们公子已经改名，是如今的东厂尹大人。对不起，我连咱们的孩子都没护好。许褚昨日已经来见过我，他想为许莹提亲，我也是想问一问你的意见，若你同意，我便答应了许褚。夫人，
奴婢是愿意的。那好，正好春日暖和了，就为你和许银办婚事。多谢夫人。有许银在，往后啊，我也放心些。念夏，你怎么来了？我给你煮了一些汤，想着你回来可以喝。念夏，干爹说他已经为我向夫人求亲了，只是不知夫人可答应。夫人问我可愿意。那你的意思呢？问许银，我都答应你了，还问我。那就明王，你这是在逼朕。回圣上，臣只是想请封世子。你莫不是昏了头脑？此时的他连宗祠都未入，如何能请封世子？你还是先回去问问许银的意思吧，他不一定愿意。干爹，您找儿子可是有事吩咐？今日明王入宫，为你请封世子之位，同时追封你的母亲为王妃之尊。我叫你来，也是想问一问你是什么意思。若你想当世子，我便为你助力。儿子这么多年全凭干爹照应，如今儿子过得很好，什么王爷世子，儿子只觉得是困扰。既如此，那我便心里有数了。快2个月了，他整日好似上朝一样，坐在这里陪着自己，一坐就是1天。若是他有事出去，他也要问一问能不能跟着一起。王爷，银儿叫爹。每次许银都不听，同样的，明王也不听。您若是没什么事儿，就回去吧。怎么，你要出去了？此处是东厂，您留在这里不合适啊。那本王做外监等你。王爷，是爹。您不必想整日陪我，堂堂王爷这般清闲吗？银儿啊，我好不容易找到你，已经错过你这么多年，如今看着你，我踏实。这几日为父也瞧出来了，那个叫念夏的姑娘是你心上人吧？您是怎么知道念夏的？经常有小太监给你送来东西，为父瞧着呀，就像女子家做的，便问了问。你年纪也不小了，念夏姑娘也不错，不知你打算什么时候成亲啊？夫人已经同意了我们的婚事，春日暖和的时候办。好，这么多年我也一直给你备着聘礼，今日回府后呀，我让人给你送过去。不必，干爹和英理事都备好了。银儿啊，是你的便是你的，这么多年在为父心里你一直都在。阿姐，有了泰安10万大军，此次我必定会扫清北渊所有隐患。往后便只有你自己一人了，凡事多思多虑。太师3朝元老，他的话是一定要考量的。阿姐放心，阿南，放手做你想做的。是阿姐。裴夫人，这是本王给银儿准备的聘礼，还请夫人收下。沈公子，长公主，今日我约见你，只是想在婚前见你一面。我名唤苏怀丹，你可以叫我的名字。臣名沈荣，小字子荣。子荣，我这般唤你可好？好，那我可以叫公主怀丹吗？这是自然，往后你我便是夫妻。怀丹，我必不会让你在沈家受委屈。好，自从母妃去世后，从未有人这般对自己说过。当初他一直护着还年幼的弟弟，在北渊皇室中努力争夺。原本他考虑更多的是利益，可此刻他心里莫名感受到一股情意。佳佳在做什么？你回来了啊？佳佳，这么晚了，就不要再看账本了。这是我给念夏准备的嫁妆，正在整理一下，看看有没有遗漏的地方。你瞧瞧，这嫁妆够不够？送餐来来回回，收到的聘礼也不少。除了许褚和英香给的外，冥王又送来一堆，连许银自己也来找他拿了一些。我打算将这些聘礼都给念夏带走，另外给他添10项。佳佳看着办便好。他们成亲当日，冥王会来。许银可有说过怎么安排冥王？明日我问问他。佳佳，侄子。好。乖乖。在这儿鬼鬼祟祟的干嘛呢？丽香，您能不能不总偷袭我？那不行，
说吧，来这里做什么？我就是有事想问干爹。那你进去问呐。怎么了？难不成你……李湘，你莫要乱想。你怎么知道我会乱想？您脑子里都是乱七八糟的。走吧，我带你进去。好，有何事？干爹，冥王到时候来参加婚宴，他该安排什么席位？冥王是你的生父，何况当年并不是他抛弃你们母子，所以你对他并不需要带有消极的情绪。是，干爹。去吧，心思细致些，莫要让念夏姑娘受了委屈。是，干爹。你干爹说的是，万一念夏姑娘受了委屈，往后咱家还哪有脸同知秋姑娘讨点心呢？是，李行，快尝尝，吃吧，甜甜的。如今我倒是觉得这日子同这点心差不多。手马斜阳天有转凉，不相依人可否无恙？父王，进来吧。父王是在挑衣裳吗？你大哥成亲，为夫呀得寻件合适的衣裳。父王，大哥成亲可以带儿臣一起去吗？此事再定。你今夜是有何事？今日舒将军同儿臣说，想带着儿臣去边城历练一番。当初让你跟着大儒，便是想让你从文。军营到底危险，儿臣习武，这些年跟着师傅，也并未荒废了功夫。你想跟着舒将军去？是，父王。也罢，终归是你的人生。李儿功名传回京中之时，便是我请封之日。多谢父王。佳佳，今日不用上朝吗？今天见说今日天气好，我想带佳佳出去走走。这是我出门时带的，你们尝尝吧。这是我前日想起来的点子。软糯香甜。知秋啊，你的手艺呀，就是没有失误的时候。这几日你们注意到河伯没有？看看你们不够细心吧？河伯整日在小姐身边转悠，你们都没发现？哦，我知道，河伯不是想收小姐做徒弟，传承医术吗？你怎么知道？河伯同夫人说的。你也知道啊？你前几日一直在东厂，不知道罢了。两位大人平日里在东厂，想必也知道不少不为人知的事吧？你也是想听着后宅杂事吧？有劳英里行，英里行知道的可真多。咱家也不想知道，奈何夫人爱听啊。我们还没有喝酒。好。你怎么了？没事。我们准备歇下吧。这我帮你摘下吧。你会吗？会。忘忧草，含笑花，良辰美景戏韶华。一人红妆峨眉花，素手眉间点朱砂。含羞草，结玉花，万计不要谢茶。六目顾盼面云霞，羽毛娇艳自无暇。且听一曲唱罢，酒已过三巡。你是怎么了？佳佳爱不爱我？我爱你啊，裴冕。我做了一个梦，梦里你不爱我，对我避之不及。佳佳，我心痛，痛醒了。不会，那只是梦，梦是相反的。他又怎么敢说那个梦曾经是真实的呢？
我爱你，永远爱你。佳佳，我叫人端盆水进来给你擦擦。不要。满品人间烟火气，闲观万事岁月长。雪落白头故人弹窗。小姐，今日你想吃些什么？将军，怎么了？曾经的威宁将军之子，他为父寻明真相后，景睿处置了王家，最终恢复了他的身份，如今在军营任职。坐下。我有事问你。你想问什么？跟我来。周小姐，在下段义。段义，刚才我的随从偶然碰见一个乞丐，不巧正好知道那乞丐是跟着周小姐的。若非我的随从将人扣下，想必今夜他想夜请香闺了。多谢段将军，我只不过一个妇人，谈不上什么香闺。看来脾气也不小啊。可是好女怕缠郎啊。小姐，刚才那个段将军还跟着我们，我们快些。是，小姐。将军，您这样会不会惹恼了周小姐？跟上。他爹说过，就得厚脸皮才行。他爹和他娘感情那般好，说明他爹是对的。周小姐自小受礼教，曾经可是世家贵女中的典范。她总觉得将军这个办法不太行啊，别到时候偷鸡不成蚀把米了。你还要看到什么时候？怎么了？我这么大一个人，你怎么能忽视呢？温王妃快生产了，今日温王又请走了几位太医。温王妃身子娇弱，我想着要不把程太医也派过去吧。程太医是专门为帝后诊断的。你做主便是。玉宁，辛苦你了。怎么会？我并不觉得辛苦。他已经为他辟了一个安宁的后宫，给了他帝王的独宠，他自然也要为他打理好琐事。玉宁，我们再等等。好。说山无恶碰触，乌鸦300余里，各立天。温王妃也快生了吧？回夫人，正是。我记着库房里还有个人参吧？是夫人，明王送来的那根。去库房看看，顺便瞧瞧还有什么合适的。待会儿你送去温王府。夫人，除了平日里添置的东西外，几乎每个月督主都要派人添进来几项。如今这些已经是尽可能规整好的。裴敏每个月还派人添，好端端的添这么多做甚啊？你回来了？刚回府便听说你在这里，今日怎么想起来瞧瞧你的小金库了？温王妃快生了，我来挑挑送些什么好。刚才听知秋说，你平日里经常给我库房添东西。我自然想佳佳的小金库满满的，这样你也有底气不是？还是没有满。夫君真好，你来和我一起挑一挑。好。太医说多走走，到时候生产时顺利些。他身子孱弱，他的师父曾经同他说过，往后若是可以，尽量抱养，莫要自己生养。只是他每每看到孩子，总是想有一个和一哥哥的孩子。如今所有的王爷都有了自己的子嗣，他不能让人对一哥哥有所言论。温王府除了他这个王妃，没有任何女子。孩子啊，到时候你和母妃一起努力，你的父王将是最好的父王。王爷、王妃，裴夫人派人送了东西过来。人走了吗？回王妃还没有。请进来吧。易哥哥，你先带我进去吧。他要亲自见一见知秋，让他替自己表达谢意。慢些。小姐，咱们那日见过的那个公子在咱们门口站着，说想见你。不见，关门便是。可是他手里提着……段义手里提着他的那个前夫，此刻正笑眯眯地看着自己。段将军是何意？这个贼人在周小姐宅子周围晃悠，正巧被本将军瞧见了，想问问周小姐该怎么处置。夫人，救我！不要乱攀关系。既然段将军知道他和我的关系，那便辛苦段义将这人送大理寺吧。被流放之人擅自回京，这是大理寺该处理的。罢了，明日再来。将军怎么处理？听周小姐的，送大理寺。今日你怎么好似心里有事一般啊？你可知道威宁将军的儿子？你是说段义？哦，对，怎么了？你遇上了？偶然见过一次，如今整日在我宅子周围晃悠，实在烦躁。裴夫人，段将军，段将军有事？不是，只是想见到周小姐。段将军，莫要胡言。我从不胡言。不要在我这里浪费时间。周婉晴，我想娶你，认真的。
开我！这里不会有人看到我们。周婉晴，我真的想娶你，若是你愿意，我今日便带媒人上门。你疯了！我没疯，我怎么就疯了？我是一个和离过的人。所以呢，我泰安朝难道规定和离过的不能成婚，还是规定你和我不能成婚？真是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大公子，你小子挺会挑啊。许褚的功夫是数一数二的好。既然他选你的佩剑，那就由你教他功夫吧。是，督主，属下一定将毕生所学都交给大公子。应星便来教阿鱼吧。是，督主。暖一同河伯学医术，他们二人和许褚、应星学功夫。找谁来当开幕师傅好呢？这可是个好人选，往后阿锦和阿鱼也能和沈家紧密相连，沈家也将是他们的后盾。督主，夫人回来了。别！佳佳回来了。段义将军，你可知他为人如何？佳佳问他做甚？是段义这几日一直追着婉晴，今日我也碰见了，我只是担心婉晴罢了。尚可。裴敏从不轻易夸人，这个段义得尚可二字，想来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莫要乱动。你把我放下来嘛。为何？你身上热得慌，我太热了。冬日里是谁攀在我身上不愿意下去？怎的如今不得意了便要抛了我？哪有？那好，那你抱我。不要。好好好。晚风煮酒醉上，花开昨夜晕染明月下。他愿修行神仙下凡落水家。风吹帘动窗棂，外面星光不夜火桥上。云游四月八荒，舍弃了夫人，3日后他们夫妻2人就又回督主府了。您不是还特意给他们准备了个院子吗？你也同他们一道去许银半燕的宅子那里热闹热闹。怎么了？我只是忽然想到往后暖意出家的场景。孩子大了总是要离开的嘛，可是你我会相伴一生。不过我瞧着如今这样子啊，怕是往后都没有人敢来提亲。那更好。胡说，那叫外人如何看我们的暖意啊？段义，你在这里做甚？他原本在府里品茶斗鸟，忽然他母亲身边的嬷嬷亲自来请他回府，他以为出了什么事儿，匆匆赶来，却看到段义坐在一侧，同他父母相谈甚欢。父亲、母亲、喜娘，阿婉，过来。段将军将家中所有资产都拿了来，将所有田产铺子都换成你的名字，家中仆人的卖身契也尽数拿了过来。阿婉，娘瞧着段将军的心诚不已。阿婉，如今爹身子骨还算不差，能为你撑起一点天。可若是爹不行的时候，你让爹娘如何放心的下你？好，婉晴，我必不负你。晚风扫月色，却无人与我。一曲相思走悲欢离合。桂花半风落，且有我醉卧。洞房当夜，段义那个大老粗小心翼翼，极尽温柔，生怕弄疼了他，却把自己憋得满脸通红。将军府里除了他，再无什么妾室。通房，煮得黄粱一场梦，换情换意换寂寞。如今阿锦和阿鱼已经4岁多了，都被景睿接到了宫里开蒙。因为景王在2年前突然疾病去世，所以才3岁的景王世子也被带进了宫里。如今的景王妃每日在府里吃斋念佛，已经半隐士了。
其实真正的原因只有几个人知道，景王是被景王妃设计下药而死的。景睿虽然对景王没有什么感情，可景王妃杀死的毕竟是皇家人，因此被景睿暗中扣在了府中。夫人，督主，咱们二公子他出何事了？二公子将景王世子骑在身下打了。什么？好端端，阿鱼怎么会打景王世子呢？他怎么知道？他又没教阿鱼打人。你快去宫里瞧瞧。不是，不用理会。你要干嘛？你放我下来啊！佳佳，我要憋坏了。芙蓉帐暖夜笙歌，看罢夜月乌江河旁，宫南弄风阁。景睿看着跪在地上7、8个小萝卜丁，只觉得头疼。他原本只想好好的陪阿锦，但是阿鱼不愿意和阿锦分开，他只能带进来。结果景王死了，他又不想景王世子被景王妃教坏，只能带进来。最后温王不知道从哪里得知的消息，将3岁多的温王世子也扔了进来。他当时拒绝了温王，可是温王一副你不要我也不要的模样，让景睿一时不知说什么。最后是王玉宁看温王世子眼巴巴的可怜，收了下来。第二日便得知温王带着温王妃出去游历了。当年温王妃为了生这个孩子，身子大损，养了3年才好了些。现在温王更宝贝他了，看这意思是没空管儿子了。阿锦，今日是怎么回事？回圣上，今日阿鱼和景王世子因为一块玉佩争吵起来。那块玉佩是我们的父亲在我们周岁宴上送给我和阿鱼的，所以在景王世子想抢玉佩的时候，阿鱼动了手。阿生，你说为什么要抢鱼哥哥的玉佩？我也想要，我没有爹爹给的玉佩。阿生也有，只不过你父王告诉朕，要等你4岁才能给你。真的吗，活伯伯？君无戏言，怎么会骗你呢？不过你要同师傅好好学功课。是，黄伯伯。人家的父王都死了，还留了玉佩，他父王活得好好的，自己却没有。阿渊也有，朕真的是不容易。那他想到带着王妃自由自在的温王后，更气了。去给温王送信，给阿渊做玉佩。是，皇上。夫人，您上次说准备给段公子的东西都拿出来准备好了，可要奴婢一起带上？带上吧。你来得这么早，阿芝，乖乖。阿锦和阿鱼不在府里，你也觉得空落落的，对吧？说不想是假的，不过他们日日在，我也闹得头疼。这样其实倒是正好，5日回来2日，我也不觉着烦。你可知北渊帝想把长公主接回去，你不清楚演对，裴督主肯定不会让琐事来扰了你。长公主拒绝了北渊帝，所以这事儿呀也没多少人知道。原来是这样。不过荣表哥同长公主过的恩爱，若是分开才没有意义。裴夫人，段夫人如今也算苦尽甘来了。是啊，他的夫君也来接他了。佳佳，我来接你回府。好。知秋，走走走，我和许褚呀刚得了一坛子好酒，是青梅做的，今天分你些。那就多谢英星大人了。今日念夏和许莹也在，那感情好。知秋，你来啦！今日夫人吩咐我早些回去休息，所以我回来的早。知秋，快坐，快坐。这个是东厂锦衣卫校尉盛硕。盛校尉，知秋姑娘，来尝尝这酒如何呀？这酒有青梅香气却不重，唇齿回味萦绕，我若是酿，却是酿不出来的。这酒是哪里买来的？盛硕，你来说。难不成这是他买的？知秋姑娘，这是我自己酿的，是我母亲教给我的。他总觉得这个声音好像在哪里听过。许莹成亲时我们见过。3年前，是你？当初实在抱歉，让知秋姑娘受了伤。当初我母亲刚刚去世，所以欲酒消愁。无事，已经过去了。不知这酿酒的手法是否可以外传？自是可以的，我将方子待会儿给姑娘。好。
如今他母亲的孝期已经过了，他在3年前就知道知秋了。当初殷礼行曾经问过他可需要介绍一个女子，他同意了。结果没几日，礼行说那女子不打算嫁人，此事便不了了之了。知秋啊，你觉得今日那个盛硕如何啊？还好，看起来是个正直的。你是这么认为的吗？念想，正直的人有很多，可不代表可以做夫君。知秋，你知道了。饭桌上，银星的脸都快笑僵了。还有你一直偷偷看我，还不停地看着许莹，我哪里看不出来？可是你真的不打算找个伴吗？殷礼行和徐长信都查过，盛硕是不错的。他如今有些犹豫了，不是因为别的，而是他知道夫人也想为他寻一个好人家，他总是为自己操心的。而且他整日跟在夫人身边，也隐隐知道夫人和督主的打算。等2位公子长大，他们或许会和温王、温王妃那样游历山川湖海。后日游湖会，夫人和督主要单独游湖，你可要同我们一道出去走走。好。你觉得这事儿能成吗？你和念香的神情早就被知秋看出来了。这么明显？很明显。那说明知秋也不是很介意的。今日这事儿，夫人也是知道的，不然他们可不敢这么明目张胆的撬夫人的人。知秋和盛硕的婚事很快定了下来，一来盛硕太过主动，二来宋参看着知秋年纪也不小了，不愿再耽误。盛硕知道知秋的心，于是将全部的身家拿出来，在都督府不远处买了一处小宅子，平日里知秋也能常回都督府走动。第2年夏日时，知秋生下了一个女孩，他特意让宋慈安起了名字盛书月。在2年后，在他和盛硕商量过后，将自己的幼女过继给了念夏和许银。多年后的阿生拿着手里从不离身的玉佩，只觉得浑身温暖。他长大后自然知道自己父王是怎样的人，还有他去世的原因，他母妃为何常年在佛堂，他的黄伯伯为了他不曾处死母妃，更为了保护他幼年的期许，给了自己一个谎言。黄伯伯说君无戏言，可是为他破了例。阿锦在13岁时正式继承皇位。阿锦，往后这泰安便由你决策。你虽然年纪不大，可做事沉稳，你便昂首阔步地走上龙椅，朕相信你一定会撑起一个太平盛世。景睿在禅位前将温王世子送到了内阁，景王世子送去了军营。原本阿生是哭唧唧的不愿意，可他偏这样，景睿越坚定地将他送去军营。哪有男子10几岁还总是掉金豆子的？阿瑜被扔去了户部，他不是爱赚钱吗？那便好好的为自己的哥哥赚吧。景睿将一个清明繁盛的泰安交到阿锦手中，为他奠定好一切。在阿锦登基前夜，阿锦和阿瑜才知道自己爹爹的身世，也明白为何圣上放着王爷的孩子不养，偏偏将心思花在阿锦身上。我出身世家，衣食无缺，只想寻一心意相通的男子，平淡度日。阿瑞，快来快来，我钓上来好大一条鱼。阿宁真棒，今夜咱们吃烤鱼。我就说在这里能钓上来的。是，阿宁说的对。裴敏，我们是不是以前见过？未曾。那你是为何对我这般好？因为你是我这灰暗惨淡人生的唯一光亮，因为你是宋慈安。我小字嘉禾，是我母亲为我取的，意为吉星孔家，衣食无忧，你便叫我嘉禾吧。好，嘉禾。阿锦来信了，他要选后，要咱们回去一起看着。快尝尝，吃吧，甜甜的。
如今我倒是觉得这日子同这点心差不多。圣上，邢州水灾将庄稼淹死，灾民无数，许多人已经举家搬迁了。裴尚书，臣在。户部拨款安置吧。是，圣上。户部快揭不开锅了。阿锦淡淡的看着他，不说话。他知道自己弟弟赚钱的能力，别以为他不知道阿约自己攒的小金库。圣上，温王世子求见。传，臣参见圣上。今日来是有何事？你内阁要什么钱啊？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小子一向心黑。科考是大事，哪一点不用钱？他都累死了，赚的钱都没有花出去的多，他都没空管自己的私产了。圣上，晋王世子到了。臣参见圣上。阿生，坐吧。于哥，我打算去灵都一趟，冉族多次挑衅，我实在忍不住了。好，又一个要钱的。这些年，阿生平叛无数战乱，已经是大安朝的战神将军。啊，行了，我给还不行吗？于哥是不是生气了？不会。大哥、二哥、阿生哥哥、阿渊哥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世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奈何一路绕路去。